美女没穿内衣，在桌子底下生活了20年，如今每吃一顿饭就要喝8桶自来水，只因这是一个物资匮乏的末日世界。她每次吃饭喝水全靠着和别人交易获得。这天，她又没有了食物想要进行交易，于是她又找到了上次的男人，因为这个男人有着大量的物资，而原本这个男人也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可随着他不停地在这个世界摸索，他竟然发现他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隐藏提示。就在2天前，男人突然昏倒在地，醒来后眼前不仅闪烁着倒计时，耳边还响起一阵声音：欢迎来到末世世界，轮回者游戏即将开启。刷，一个绿骷髅映入眼明，男人被吓得后退8米远。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满是丧尸的世界，眼前浮现出一条条的系统提示框。我不是通宵后睡着了做梦吧？既然是梦，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说着就举起来自己的拳头，哼，一拳打在了脸上。本以为要梦醒回到现实，可结果却是一口82年的鼻血飞射而出，好疼啊！梦里是不会疼的吧？而此时距离游戏开始仅剩下40秒，男人疯狂地逃窜寻找藏身之地。34秒，30秒，飞速转了800圈，可依旧没找到地方躲藏。可恶，把人拉进来送死还好意思说是游戏？说着一阵恶心涌上心头，一口彩虹屁吐了出来，让他忍不住要破口大骂系统。正当绝望之际，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全副武装的丧尸，二话不说大步向前，一把夺过盾牌，一把抢过手榴弹。而此时倒计时已经结束，街上的丧尸也全面苏醒，轮回者游戏正式开始，祝你游戏愉快。男人被一堆丧尸按压在地面上，还好丧尸没有神智，只知道无脑攻击。男人一脚踹飞身前的盾牌，转身咬掉手榴弹拉环，一切动作行云流水。来吧，尝尝我的大宝贝儿！抛！短暂阻止丧尸后，男人赶紧逃窜。这时他突然发现这个游戏世界竟然还有跟他一样被传送的人类，同样被一群丧尸围攻不知所措。而男人则趁着其他人被围攻的间隙飞快逃离了此地。很快他来到了一个没人的餐馆门前，一道红色的系统提示闪现而出，告知餐馆里有危险别进去。怎么和刚才的提示不太一样啊？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又有2人来到了这里。突然又收到提示，超市里有6只丧尸和1瓶水，如果身手矫健可以尝试搏一搏。而刚来的2个男人竟直接奔超市走去，危险了！难道是2位武林高手？还没等男人刚仰慕完大神，里面就传出了惨叫声。我靠，他们没看到提示吗？男人转身向街道看去，眼前竟然浮现出了一条条的红的系统提示，并且标注了具体危险和存放物资。随后男人凭借着红色提示顺利找到了各种物资，还意外得到了一种体质药剂，可以让他的身体素质达到异常强壮形态。幸存者体质分为孱弱、普通、强壮、异常强壮等几个段位。于是他二话不说就举起药剂，直接对准自己的手臂就扎了进去。只见手臂青筋暴起，宛如蚯蚓一般，痛苦也随之而来，眼睛里充满了红色的血丝。突然系统提示需要达到强壮才能顺利进阶异常强壮，否则只有 30% 的成功率，进阶失败更是会爆体而亡。去他大爷的，这么重要怎么不早说？男人被疼得满地打滚。为了不引来丧尸的攻击，他咬着自己的手臂，强忍着不发出声响。片刻后他终于挺了过来，捡起地上的矿泉水，不到3秒一饮而尽。我还活着，我竟然没有爆炸，太好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正当男人被自己的不容易感动得稀里哗啦时，一声救命声高喊而出，谁呀？想引来丧尸找死啊？原来在他的楼上有一个凹凸有致的美女在呼喊救命，连丧尸都对美女露出了贪婪的表情。男人随手抓起一把斧头和一面盾牌，美女宝贝儿我来了。此刻的他决定不再躲避了，顺便试一试异常强壮的体质能力吧。而楼上的女人还在大声的尖叫，小宝儿哪里逃？一把斧头劈砍而下，小声点，叫声会吸引更多的丧尸。救我，快救救我！男人挥动着斧头，依附一个卡拉密小丧尸，力量和反应都提升了不少。这时墙角的女人却喊道，我要你救我，没让你杀人了，他们以前也是大帅哥呀，你脑子有病吧？快给我闭嘴！轰的一声，大门破裂，一群的丧尸疯狂涌入。快，再磨蹭就走不了吗？这么紧张的时刻，女人竟然犹豫了起来。她疯狂的摇头，我不，我要在这里看大帅哥。眼看着丧尸就要跑了过来，男人也不再管花痴的女人，转身就向里逃去。很快便来到了一处路口，系统提示左边没有丧尸，但是死路一条；右边是去3楼的电梯，但有11只丧尸，3楼无丧尸。男人果断选择了右边的通道，他过五关斩六将，挥舞着手里的斧头疯狂劈砍丧尸，潇洒走过不留一尸，终于看到了所谓的电梯。而当他走近跟前，竟发现还需要 VIP 电磁卡才能打开。咚！一股烟雾爆炸而出，烟雾中出现了一个身穿防爆服的丧尸。什么鬼？搞这么大阵仗，出场方式挺帅吗？正当疑惑之际，竟然发现丧尸腰间挂着 VIP 电梯卡，真是天助我也！我必须要拿到！破呀！吃老子一斧！可下一秒斧头竟卡在了丧尸肩上，丧尸一拳将他击飞数米，更是出现了不可能的一幕，丧尸竟然使出了天马流星拳。最后一个上勾拳将盾牌击飞，男人赶忙闪避，不料又一个丧尸跳出。就在此刻，异常强壮体质激发而出，一把抓住丧尸的头颅，直接朝排爆师扔了过去，紧接着拿起灭火器，一顿疯狂喷洒，排爆师向后倒去，趁机拿到腰间的电梯卡，师兄告辞，后会有期。随后赶忙来到电梯门前，疯狂地按着按钮，可偏偏就在此时，脖子上的大动脉突然涌现出了绿色光芒，他大口喘着粗气，浑身颤抖。怎么回事？该不会是药剂的副作用吧？更要命的是，又有丧尸追了过来。
不过他惊奇地发现这只丧尸腰间竟然挂着一把手枪，竟然是枪我的大宝贝儿。他明白这种宝贝他必须拿到，可他的身体此时痛苦万分，随时都会倒下，而越来越多的丧尸已经追了过来。为了先活下来，他只能放弃枪支，闪身进入了电梯。片刻后，终于有惊无险地坐上电梯，到达了3楼。他的身体已经濒临极限，还好刚才果断放弃，要不真就嗝屁了。他踉踉跄跄地向总统套房走去，终于在最后时刻走到了房间里。回想起第一次难受，他喝水得到了缓解。他第一时间打开冰箱，果然里面储存了大量的水。他二话不说，直接就炫了一瓶，真爽啊！看着充满力量的手掌，他如释重负。果然喝水能够帮助吸收残余的药力，这么多的水足够让我成为正常的异常强者了。明天出去把我的大宝贝抢回来。傍晚来临，黑暗即将到临，丧尸的力量逐渐增强，外面的幸存者被丧尸无情蹂躏，而他却满桌的零食享用不尽。外面拼尽全力阻挡丧尸追赶，他却喝着82年的可乐悠然自得，一口口美食疯狂进肚。很快他的肚子就如10月怀胎般圆圆鼓鼓。就在此时，外面出现了一个拿刀的强者，他不仅击杀丧尸，而且连人类他都出手杀害。你们的储物戒指我收下了，感谢你们辛勤搜刮，一群没用的弱者，呸呸嘿。接下来该去我找那只腰间挂枪的警察丧尸。原来在这个游戏世界还有着一个交易频道，被传送而来的幸存者可以在里面自由的交易，来换取各自所需要的物品。大部分人都在用食物和水换取着能量晶核，想要提升自己的实力。可男人却与其他人恰恰相反，他深知这个世界前期实力再强也需要补充体力，于是将自己获得的武器装备上架到了交易频道。果然不到3秒就成功兑换成了食物和水。就在这时，系统消息又有人上架了商品。男人一眼就看到了里面那个令他激动的东西，地图，这个城市的地图。他立马点击私聊联系到了对方。就这么，他联系到了这个世界最美的女人，于是他便和美女有了开头的那场尴尬邂逅。美女你好，地图开个价吧，我需要食物和干净的饮用水，只有水也行。男人深知地图对他的重要性，又不想高价买入，于是他决定先不暴露自己的强烈需求。他满脸嫌弃的道：你这个地图对我太鸡肋啊，我出半瓶饮用水，外加我吃过的半罐午餐肉换你3样东西可以吗？还没等话刚一说完，对方就一口成交，这让懵逼的男人一脸懵逼，没想到这么顺利。美女不仅不觉着他坑人，还一脸的感谢他是大好人。他强忍着尴尬对美女寒暄，初来乍到都不容易互相关照哈。又看向自己满桌的食物，再看着美女楚楚可怜的样子，他满心愧疚又春心荡漾。美女要不我们加个好友吧？不料美女先是表情一呆，下一秒竟直接关闭了聊天对话框。在这个没有法律约束的末世，一个女孩时刻保持警惕也是对的吧？而另一边有一群幸存者自发组织了一个队伍，想要抱团取暖。男人本想着也加入团体，可想到自己能看到隐藏提示要被发现定会引来麻烦，于是最后还是决定自己一个人单独行动。他翻找着自己的储物空间，惊奇地发现有一把越野车钥匙，并且还提示到可以去地下停车场拿到关键物品。于是男人吃饱喝足后准备出门寻找，可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抢到昨天那个警察丧尸的枪。最后他全副武装要拼命夺枪，坐上心爱的电梯来到了恐怖的2垒，电梯门黄铜打开。男人心情无比紧张，准备拼尽全力。他大喊着杀杀杀，身体能量更是全面启动。不料冲出后，竟发现恐怖的2楼空空如也。我擦，丧尸呢？我的大宝贝儿呢？灵魂三问直逼心神。随后他发现地下有着人类的血迹，可奇怪的是血迹竟然平铺一滩。如果是丧尸攻击血迹，应该是4溅喷洒才对啊。很快他便明白这是有人在猎杀人类。确实如他所想，这栋楼还存在着另一个人类强者，并且还在残忍杀害着人类。他要猎杀玩家会不会还在附近呢？可那人没有电梯卡，应该进不了3楼，没准不知道3楼还有人已经走了。我还是地下停车场找隐藏的关键物品吧。可他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窗户就有异响发出，一道黑影从窗户爬了上来。神秘猿看着空空如也的楼道，跑得还挺快，难不成和我一样是异常强壮者，身上的物资定然不少。嘿嘿嘿，你绝对想不到，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一把左轮手枪在黑暗中显得尤为亮。女人为了减肥，竟把自己脱光了捆在树上。她老公不仅不阻止，竟还让她大声歌唱。而此时在楼上正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男人本想着敌不动我不动，不料却被楼下的一曲高歌硬生生打破计划。原来男人在得到系统提示的车钥匙后，立马就前往了附近的地下停车场。到了以后，男人并没有苦苦寻找，而是很聪明地按响了车钥匙。很快，一辆霸气的越野车便做出了回应。突然间，2个丧尸闪现而出，吓唬谁呢？现在你们才是猎物。男人迂腐一个卡拉密小丧尸，完事迫不及待地走到车前，他激动地打开车门，眼前出现的一幕让他惊得亚麻都呆住了。只见座椅上竟放着一把散弹枪和一些弹夹，发达的系统隐藏的就是不一般。他拿到物资后准备下车回总统套房，可刚下车就停下了脚步。刚才打丧尸的动静会不会将那个杀玩家的凶手引来？不行，不能这么直接回去。于是他悄悄地先回到了楼梯间，随后又丢了一个空瓶子以作试探。什么声音？果然在不远处凶手正在等待着他。而这时系统也提示到，小心电梯对面客房有枪手。果然被盯上了，还好我是压着脚步上来的。此时凶手缓缓打开房门，发现是一个空瓶子发出声音，脑中便有了某种猜想。
而男人在墙这边选择了按兵不动。正当闭目养神之际，一曲高歌从楼下传出，并且随后还伴随着救命。擦，那傻女人竟然还没死！男人突然神色紧张，不好，凶手应该也在楼下。啪，隔壁玻璃碎裂，男人慌忙举枪闪现而出，却发现楼道里空空如也。难道真的下楼找傻女人了？此时楼下的女人高歌嘹亮，很快就引来很多的听众，不过却是帅气逼人的丧尸。她大惊失色喊着救命，她老公却让她再唱得高一点，快点唱，丧尸引来的还不够多。原来她老公昨天见男主连杀8只丧尸毫不费力，然后就得到了丧尸身上掉落的物资，所以觉得丧尸脆弱的很，也想要尝试。很快女人的身边就围满了密密麻麻的丧尸，冲，就是现在，杀完20只咱就撤。胖男人挥刀向丧尸头颅砍去，不料下一秒刀竟然卡在了丧尸头上。卧槽，怎么这么硬？屠龙刀拔不出来了。见情况不对，胖男人带着小弟转身就跑，身后的丧尸成群结队。他转身向后看去，发现丧尸越来越多，于是一把抓住小弟的肩膀，对不住了兄弟，我会替你活下去的。大哥，我顶你个肺啊，我变成丧尸也不会放过你。此时男人在一旁的角落看着这一切，末日面前什么道德良心都成了被牺牲的东西。那个凶手也是这么想的吧？就在这时，胖男人竟然跑向了他这里，别往我这跑啊，我这正蹲人呢，还有脸求救？你和那个凶手都该死！果然恶有恶报。胖男人脚下突然提到一个石块，一个狗吃屎扑倒在地，身后的丧尸一拥而上。男人正看得恶人得到了恶报，开心至极。一头丧尸猛然起身看向了他，糟糕，看到我了！随后赶紧取出自己的武器，一个箭步飞出，那些丧尸便伸手一杵，然后看着倒在地上的胖男人想要踹两脚，不料系统突然提示，其他玩家的储物戒是自己储物戒升级的必备材料。操，什么狗屁设定，这东西只能从玩家身上获取，那就必须杀人。叮叮叮，小心头顶！一个拿刀的男人飞身而下，男人惊险躲避，小子藏在这里想要偷袭我跳窗不过是为了引你出来而已。看着刀男猜到自己的行动，男人很是惊讶，你怎么知道我在墙后躲着？啪咔咔，我这么聪明。地上的空罐头是刚吃完的，这么明显的细节很难猜吗？你还是太嫩了，死在爷手上不冤，谁死还不一定呢。挺自信的小伙子。大战一触即发，刀男先是一记爆炸拳，又是一记胡家刀法，男人惊险躲避，脸上被劈到了一丝，小子反应还挺快啊。话还没说完，又是一记无影脚，男人被踢飞数千米，坐在地上浑身冒着白烟。怎么样，胸骨碎裂的滋味不好受吧？他实战经验太丰富，用枪估计也没胜算，得想想办法才行。小弟弟，你的游戏到此结束了。男人突然起身抱住刀男的水蛇腰，哟呵，竟然还能动。刀男手肘猛烈的攻击男人，让他松手。男人口喷鲜血，不仅不放手，还刺激男人道：你不是有枪吗？来呀，谁怕谁！如你所愿。金光一闪，手枪召唤而出。就在刀男拿枪的一瞬间，男人张大嘴巴，一口咬在了刀男手臂上。可仅仅就是刀男疼痛片刻的时候，男人向后一闪，瞬间将自己的枪也召唤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抵在了刀男头上，成功反击。他妈的，累死小爷了！此刻刀男秒怂，刚才还称呼男人小弟弟，现在就成了大哥。大哥，我们好商量。砰！一声枪响惊动了整座城市，刀男被一枪爆头，可城市里大量的丧尸却被枪声引动而出。男人经过大战，身体能量早已好空，可身后丧尸却马上就要跑了过来，在这危机时刻，身体再也动不了，直接向前倒下。就在这时，本以为就要交代在这里，一声系统提示音响起，赵希月请求私聊。哎呀，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有病吗？你有药吗？我有，我现在就给你，快，我快不行了。眼看着身后的丧尸马上就要到了男人跟前，这时药品也快要传送到了。男人一把抓住药品信息，立马扫描而出，肾上腺素可进入狂暴状态，注射3秒后起效。阿蒋都没想，立马砸向了自己的大腿。3秒 2.48 秒 2.05 秒，最后1.5秒，男人拿起了他的战刀，犀利的眼神看向身后的丧尸，来，我的小宝贝儿们，劈刀劈不！身后的丧尸7分8厘，肾上腺素药效还剩10分钟，10分钟还来得及回去，可下一秒男人直接呆住，这么多！他面前的丧尸早已聚集得密密麻麻。他疯狂逃窜，寻找出口，往左有，往后有，无论走到哪里，面前都是无尽的丧尸。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拿出手枪准备决一死战。咔嚓一声，卧槽，他妈的没有子弹了！这一刻，看着没有子弹的手枪，男人惊得眼珠子都要爆裂而出。不等男人松懈片刻，一个丧尸从身后扑来，男人猛地闪避，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在地。就在这时，男人好像看到了什么，远处有一排排停车栅栏，有办法了！他握紧手里的战刀，抓，踢开面前的丧尸，大步流星直接奔向栅栏，一把将其握住，迅速地拔起一根栅栏。他一手握刀，一手握栅栏，这难道是左手苗家剑，右手胡家刀吗？来吧，小宝贝儿们，老子今天就是这里的战神！仅仅是一招，周围的丧尸直接7分8厘。如此激烈的场面很快便引来了其他人的注意，更有人直接在公共频道直接开启了直播，大家快来看啊，有大神单挑狮群。可男人还没帅3秒，一个庞然大物悄然出现，我擦，要不要这么猛？浑身长着肉瘤子的巨型丧尸出现在了男人面前，
突然系统提示，这条路通往河岸有铁丝网可拦狮群。为了摆脱狮群的追击，男人奋力搏杀，终于来到了系统提示的铁网面前。他二话没说一跃而上，随后看向身后的丧尸，终于松了一口气。各位师兄，小弟我先走一步了。可他不知道的是，他脖子的大动脉隐隐浮现出了一抹绿色。果然，不到1秒，他突然捂住胸口，一股剧烈的疼痛席卷而来。刚才有多潇洒，他现在就有多狼狈，直接无力地从铁丝网上跌落而下。还好是跌在了安全的一边，肾上腺素失效，体质药剂副作用被催化，升级后彻底吸收体质药剂，可抵消当前痛苦。真尼玛祸不单行，刚收刮了刀男王既然的戒指，也不知道够不够升级。可当他打开戒指以后，惊呆了，卧槽，这小子到底搜刮了多少物资？二话不说，直接点击了升级按钮，叮，升级成功。他呆住了，此刻的身体不仅不难受，而且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恭喜您升级到了人类体质极限段位。他看向了身旁的石头，一拳砸了上去，无比坚硬的石头直接粉碎一片，好强，而且手上一点伤痕都没有。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哭了起来，可能是劫后余生喜悦吧，活着真好，回去得好好谢谢赵希月。突然系统报警提示响起，距离游戏第2阶段开启还剩10天，丧尸和变异生物的压制将会解除，请玩家做好准备。所有人都收到了提示，完了，我们到现在武器都没有丧尸更强了，人类要完蛋了。大家别灰心，我们队伍已经壮大了起来，大家继续齐心协力，一定能够度过难关的。领头的转头看向众人，明天我们进攻超市，抓紧时间找物资。众人中也有着几位强者，他们斗志昂扬。而男人结束升级后，第一时间便联系到了赵希月。为了感谢赵希月的救命药剂，他给了赵希月一些食物和水。谁知赵希月竟然跟没吃过饭一样狼吞虎咽，直接干了800瓶水。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没想到你还真活下来了，我的药没有白费，这次真的谢谢你了，要不我就死定了。人命关天，正常人都会这么做的。可男人回想起之前经历的事情，正常人？这个世界还有几个正常人了？是啊，这个世界还有几个正常人呢？你一直在桌子下面是被困住了吗？要不告诉我位置，我去救你。可赵希月听到男人问他位置，脸色淡眼，当即就伸手要挂断通话。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我有总统套房，很舒服很安全的，想邀请你来我这里，谢谢你的好意，也谢谢你的食物和水。吧唧，通话中断。还是不相信我？你有什么苦衷可以和我说吗？而赵希月这边还蜷缩在桌子下面，如果真的能离开就好了。你们外面的人对真正的危险一无所知。突然窗户外面沙沙作响，他的眼神中充满着惊恐，一只巨大的爪子猛然伸出。那赵希月所说的真正危险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小女孩每天上街都不穿内衣，更是抱着一把500公斤的小铁锤，在这末日世界中本以为她是用来防身的，可没想到小女孩竟是用来抢劫的。当男主与赵希月结束通话后，便匆匆要回到自己的总统套房，终于在夜晚时分赶回到了总统套房。可当他推开门的那一刻却惊呆了，窗户破裂，窗帘在风中摇曳，冰箱里储存的水也不翼而飞。糟糕，有入侵者！他立马举起了枪，巡视着房间每一个角落，可下一秒又重重地松了一口气。钢化玻璃都能破开，战力一定很猛，这人要还在系统早提示了。可突然间他神情再次紧张，他身后的卧室门传出来一声异响，出来，再不出来我开枪了。随着房门的打开，一位娇小的女孩瑟瑟发抖地站在那里，男人也是一阵错愕，可随后就厉声质问道：你个小耗子，是你搬空了我的冰箱吗？不是，窗户不是我打破的，我也没有偷吃。可男人却看着小女孩手里的锤子，说谎前至少把作案工具收起来吧。小女孩见谎话被识破，小脸一红，那还能再给我一瓶水吗？我靠，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你拿了那么多水还想让我爆贴？可下一秒，原本看似柔弱的小女孩竟突然蹲下身子，一锤砸向了男人的脚。此刻男人直接就被砸得哭了出来，不料小女孩起身又是一拳，男人直接喷出2到82年的鼻血向后倒去。等他再回过神来，小女孩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门外传来的一句话：拜拜了老大哥，谢谢你的储物戒。丢雷老母，我的戒指！男人恨得咬牙切齿，丫的隐藏系统提示怎么失灵了？死耗子，我抓不住你，我暴力吃屎！他骂骂咧咧，正要出门去追小女孩，嗖的一声，小女孩又闪现而出。大哥，你还有枪哈？男人赶忙闪避，干嘛？连吃带喝的不够，还要抢我的枪啊！突然小女孩关紧房门，快关灯，有丧尸来了，少耍花样，快还我戒指，不然丧尸和你一块崩。可下一秒，男人脑海中红色提示强烈提醒，小心窗户。紧接着一只派大星丧尸就张着大嘴朝男人飞来，男人第一次见到这么猛的丧尸，一时间有些失神。可正当丧尸即将咬住男人的时候，小女孩飞身就是一锤，竟直接把丧尸锤在一边。我靠，这是天生神力吗？不过确实是为我争取了时间。男人捋的丧尸直接就是一枪，丧尸应声倒下，吓死老子了，丧尸应该死了吧。随后又看向小女孩，现在到你了小耗子。突然身后的丧尸竟然又站了起，竟然还活着，快把戒指给我，枪里没子弹了，弹夹在戒指里。而此时小女孩竟还在打男人枪的注意，你把枪丢给我也一样啊。两人争执时刻，丧尸趁虚而入，直逼男人脑袋而来。男人向后一仰，紧接着一记无影脚踢飞丧尸。趁丧尸被踢到了一边的时候，小女孩趁机将戒指还给了男人。男人一把抓住戒指，随后大步一撤，与丧尸拉开距离。戒指里的子弹召唤而出，咔咔咔，子弹飞速装入枪中。
对准丧尸就是一顿泯灭的射击。然而丧尸并没有受到一丝伤害，竟知道躲子弹。这丧尸有智力，见男人有枪，丧尸忽然调准方向朝女孩飞来。救命啊！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唰，男人劈刀而出，吴家刀法再现世间。然后男人对准丧尸的尸体一挥，成功回收丧尸尸体。恭喜获得能量金盒15个，你走吧。看在你刚才出手的份上，我放你一马。我不走，你物资多又厉害，你当我老大好不好？男人举起刀吓唬女孩，不料女孩惊叫：“老大，你被怪物抓伤了！”随后更是嚣张至极，仰天大笑：“哈哈，你完了！2小时后你就会变成丧尸。你要是现在把物资送给我，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前1秒还在乖乖认大哥，后1秒就要给大哥一个痛快。你个反骨仔，我死也要拉你垫背！喂，你要干什么？当然是临死前拉你垫背了。谁跟你一起死啊？我先走，等你尸变后回来敲爆你的头。”就这么，小女孩终于被男人吓走了。末世虽然坏人多，可这明目张胆坏的还真少见。哎，惹不起啊！可到了第2天，城市中突然响起了一阵惊天的哭声。我才离开1个晚上，丧尸老大，你带着我满身的物资去哪里了呀？多亏了赵希月的地图，我才找到这么好的地方。这里没有丧尸，是个完美的据点。男人缓缓地推开房门，这里安静的连脚步声都清晰可见。他环顾着四周，在排查一切有可能发生的危险。突然一声异响传出，他神情紧张，猛个准头，很快在沙发下面发现了动静所在。原来是一只异化的狼崽子躲在这。异化能量兽，笑月狼王幼崽，战斗天赋 S 级，可喂食肉类进行驯服。太好了，笑月狼王竟然还是 S 级！哇哦，小家伙此时非常的暴躁，来吃肉。小家伙非常谨慎，并未上前，在嗅了多次后方才靠近。吃了，他终于吃了。异化兽能量幼崽，好感度1，好感度达到100后将永不背弃。当前其战斗力相当于手持武器的人类异常强壮者。当看到系统提示后，男人非常惊讶，这么小不点竟然可以和王继然战力相当了，真是捡到宝了。于是片刻后，男人终于是将自己的储物戒掏空，这是最后1块肉了。二胖啊，你争点气，只剩下1点好感度了。很快，二胖在吃完最后1块肉后，系统发出了提示：恭喜你成功驯服战斗宠物笑月狼王。驯化后，系统给出了更多的信息。男人发现这小家伙竟然还能够吃丧尸。来，二胖喝点水。可当水流出来后，男人呆住了。水龙头里流出了大量的绿色物质。随着第2阶段的临近，除了各种怪物开始出现，现在连水都不干净了。到了第2天，男人散步时突然脚步一停，他发现了一些这个世界的食物种子。于是到了晚上，就出现了一人一狗在海边刨坑的画面。由于自来水被污染了，男人只能用自己储存的矿泉水来浇灌着整门。这么整也不是办法呀，的想办法搞一套净水系统，而且到了第2阶段还要加装一套防护网。望着被黑暗笼罩的城市，男人打算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于是他叮嘱二胖后就要暂时离开小岛，去城市里找寻物资了。而此时公共频道也开始讨论着最近发生的变化，可其中一条让男人很是无语。有谁在售楼中心看到过一只拿散弹枪的丧尸啊？那是我走失的大哥。当男人刚想关闭频道时，又看到一则消息，最近有一伙人在抢劫落单者，大家小心。男人出门遛弯被土匪抢劫，可他却感到很开心。半小时前，一对夫妇正在开心地收取丧尸掉落的物资，可突然间女人就被飞来的箭矢贯穿脖颈。然而没等男人刚反应过来，又是一支箭矢飞来，不期二人双双倒地。不是让你别杀那个女人吗？杀了就杀了，有我伺候你还觉得不够吗？说完，女人就要跳下去舔包收取战利品，男人却突然将她制止。等等，有人来了！只见一位扛刀的男人缓缓散步而来，小心3楼窗户，那里有2个拿弓箭的劫匪，用远程武器来伏击，看来有不少人栽了吧。楼上女人正要拉弓射击楼下的男人，可她身边的男人却再一次制止了她。先别动，那小子从丧尸集聚地方向过来的。随后男人点开通讯界面，老三，你们向我这里靠拢，有硬货。殊不知楼下的男人早已洞察了一切，呵呵，还挺谨慎，那我就陪你们玩玩。紧接着不到1分钟，男人就被几个黑影拦住道，交出身上的物资，我们饶你不死。这句话我原样奉还给你。缩着男人背后就突然跳出一个彪形大汉，楼上的女人也趁机射出了箭矢，男人一把抓住箭矢，可身后却被大汉击中，直接摔倒在地。老大，你们可以下来了。黑老大依旧很谨慎，想要制止女人，可女人再也按耐不住，直接朝下方跳去，男人也只好随她跳了下来。胆子那么小，怎么当老大？我看以后大家都听我的吧。突然昏倒的男人再次发出响声，不好，老四快躲开！不料男人已经迅速起身，直接一刀劈死了土匪老四。演了这么久，总算人都到齐了，还我弟弟命来！唰，又是一刀，把山直接就被劈成了2半。突然男人脑海响起了红色警报，小心手雷！轰，地声爆炸响起，火海瞬间弥漫四处。老大救命！土匪头子却不管兄弟，立马拉住女人就跑，快走，我们碰上黑吃黑了。这时男人早已躲避火海，跳上了高墙，真他妈狠，连自己兄弟都不管。还好我跑得快，你兜里不是有手雷吗？我们用不着这么逃吧。看那人的出刀速度和力量，8成是体质极限者。该死，他追上来了！小老鼠们别跑啊！突然间土匪停下了脚步，一头巨大的丧尸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身后的男人也紧随其后追了上来。前有丧尸大军堵住去路，后有男人提刀追赶，他们穷途末路，我们愿意1半的物资都送给你，还请放我们一马。当我是乞丐吗？我要8成，8成，你也太黑了吧，别得寸进尺，等巨型丧尸来了你也跑不了。好啊，
那我们一起等看谁先死，尽量远离巨型丧尸，他能将你秒杀。土匪看向巨型丧尸，被吓得直冒冷汗。八成就八成，不过你得先放下你手里的刀。哈！男人果断丢下了自己的包。嘿嘿，他上当了。等丧尸再靠近点，我把手雷丢过去，你就去捡地上的刀。好，没了武器的体质极限者算个屁啊！呵呵，跟我斗，老子还有枪！轰轰轰！巨型丧尸腹部逼近，可偏偏这个时候男人的手雷不见了。女人更是趁机撸下了男人的储物戒。小慧，你在干嘛？女人不仅不予理会，更是抬起手臂，直接就将男人推向了丧尸群中。很快，土匪男就被丧尸一拳打飞在了万米高空。即便是被打飞在天，男人依旧想不通女人为什么这么躲。你不是说爱我吗？那就替我挡丧尸吧。说这话，女人一个转身就拉开了手雷的拉环，轰隆一声巨响，烟雾淹没了整个现场，女人逃之夭夭。好狠的女人啊！土匪男的头颅被丧尸无情咀嚼，男人偷偷看着丧尸的动静，准备捡起丧尸脚下的刀和储物戒，可突然间丧尸猛地转头看向了男人，直接一个大手就朝男人抓来。此刻男人满脸惊骇，立即远离巨型丧尸，追杀女匪或是更好的选择。他果断逃离此处，算了，回头再来拿回我的旁刀吧。这边安全据点的那群人也来到了这里，这肯定是那伙劫匪干的。奇怪，他们身上的物资怎么没有被收集掉？突然又有人惊叫：郑老大，这有一具劫匪的尸体，不好，这是黑吃黑，尸体是诱饵。瞬间这群人就组成了戒备姿态，环望着四周。很快一个女人就从角落飞出：你有病啊，不去捡储物戒，你追我干嘛呀？哼！女匪被打倒在地，男人端着自己的大宝贝走了出来，人群被吓得惊慌失措，大家都别动。男人招手一挥，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出击水质净化图纸。可安全据点的人就不淡定了，真欲快把地上的戒指给大佬送去，并解释道：我们只是路过，无意冒犯。随后一个女人妩媚的蹲下身子捡起了戒指，很显然面对强者她动起了歪心思。男人提起大宝贝，咔咔作响，女人被吓得小脸发抖，气氛顿时变得无比紧张。人不是我杀的，戒指既然是你们发现，那自然就归您了。说着就将戒指又丢了过来，转身就走。谢谢你，能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吗？叫我雷锋吗？片刻后，男人回到了刚才大战的地方，找了好几圈都没看见唐刀和戒指，难道被人捡了？殊不知此刻一个小女孩正在角落欣赏着自己的收获。栽栽栽，真是好刀啊，今年走大运了。小女孩只是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睡觉，她的体温就烧到了70度，更是引起了全球性的灾变。恭喜你成功晋升觉醒者段位。觉醒者，我只是睡了个懒觉就变成了觉醒者。而反观另一边，男人还在带着自己的战宠疯狂打怪升级。后，箭矢飞快射出，远处的丧尸直接就被爆头。男人拿着刚获得的弓箭疯狂的射击，呼呼呼，越来越多的丧尸头颅爆炸。二胖也拍起了战斗形态，对着丧尸疯狂撕咬。小家伙新形态战斗力还不错，看来我也要抓紧时间升级了。您回收13具丧尸尸体，收获变异肥料5能量晶核19，距离升级觉醒者段位还需要203个能量晶核。可随着不停的战斗，男人感觉到了一丝不安，越来越多的匍匐怪朝着他这边聚集。他赶忙招呼着二胖就要离开这里，可还没走了2步就被匍匐怪拦住了去路。这也太多了吧，怎么想都觉得不正常，难道是什么灾变要来了？让男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引起这场异变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女孩。分头逃，先离开这里再说。很快男人激烈的战斗就引起了旁人的注意，快看，有人被匍匐怪包围了。我靠，一刀一个，这哪里是被包围啊，是他，是昨天那个帅哥。刷，男人已经杀红了眼，突然背后又跳出2只匍匐怪，小心背后。男人转身就是一刀，紧接着掏出了自己的大宝贝儿，对着皮出怪直接就是一阳金爆头。突然出现那么多的匍匐怪太诡异，今天计划取消，我们先回去休息吧。而男人在那里疯狂的逃窜，特么的追了6条街了，不累吗？就在这时，街道上的怪物突然间静止不动了，怎么回事？突然都停了。检测当前游戏世界有幸存者非法晋升为觉醒者，游戏第2阶段将提前开启，距离游戏刷新还有59秒。非法觉醒，这是哪个王八羔子开挂了？阿奇，谁在骂我呀？游戏第2阶段幼体匍匐者将进化为成熟体，建议当前击杀，确实是个好机会。就近寻找驻地，快！男人把卡住的怪物消灭后，也赶忙寻找着出路，可面前突然出现了一群的丧尸虚影。我去，这么多的丧尸我还怎么走啊？系统还有别的路吗？康波巧巷有辆卡车即将刷新，我擦，老子不会开车。眼看着只剩下15秒的时间，男人也顾不了那么多，直接就奔着狮群虚影跑去。可跑了几百米依旧还在狮群，完了要来不及了，距离游戏刷新还有8秒。终于在最后5秒，男人看到了卡车，可下一秒男人不淡定了。卡车上趴着一只成年的匍匐怪，隐藏提示：这是你的赠品吗？我这根本没机会开门了。于是男人看向车底，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到车底躲躲吧。于是一个贴地滑行就朝车底飞去，往往这时不出意外就是要出意外了。男人滑到半中间，直接踢到了一块坚硬的石头。狗屎的，哪里冒出来的石头啊？游戏第2阶段正式刷新，发，车顶的匍匐怪猛地飞起朝男人袭来，男人急速闪现，擦，个头变大了，速度却没变慢。不等男人站稳，匍匐怪又是一记攻击袭来，好险，我的速度有点跟不上，久站下去必死，而且我的唐刀不在，根本没法打呀。随后他不再恋战，慌忙的跑向大卡车，匍匐怪紧随其后。下一秒男人乐了，他惊喜的发现车里竟然有一把火箭筒，紧接着男人转身朝车外扭去，嘿嘿，让你嚣张。
一记火箭弹发射而出，轰隆隆，匍匐怪直接被炸得粉碎。可另外的一群人就没有男人这么幸运，他们被密密麻麻的丧尸团团包围。坚持住，只要团结，我们一定能杀出重围。刷刷刷，他们在艰苦的与丧尸奋战。我不想死啊，我还没娶老婆。就在这时，咚咚咚，一只山一般的大脚从天而降，人们抬头望去，一个巨人丧尸映入眼帘。完了，这还怎么打？我们完了！别慌，我们边打边后退，寻找薄弱处突围。不行的，得有东西吸引主巨型丧尸的注意，可以牺牲几个兄弟吸引火力。住口！那样绝对不行，这本身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你性格太软，根本不适合当领队。两人争执不休，别吵了，巨型丧尸要过来了，都跟我往下水道井盖那里撤。可突然间，下水道井盖竟然飞向了空中，一只成年的匍匐怪从井口爬了出来，看着眼前的一幕，郑浩惊呆了。完了完了，这下彻底完了！正当众人绝望之时，一辆卡车奔袭而来。哈哈哈，爽啊，真他妈刺激！车轮下碾压着一具又一具的丧尸，能量金核刷刷刷的爆出。很快，男人竟搜集够了升级觉醒者的能量金核，他果断地按下了升级按钮。恭喜您晋升觉醒者初级阶段，天赋系统成功开启。卡车向我们过来了，我们有救了！男人直接端出火箭筒，咻！一支火箭弹飞快地朝狮群飞去，轰！远处的狮群直接就被火海吞没。太酷了，我们得救了！果然是他，我的男神，我的大宝贝！见卡车冲出了一条生路，郑浩赶忙招呼大家快走，大家都跟上。面对丧尸的围攻，他们终于艰难地逃了出来。可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却在丧尸群中玩得不亦乐乎。原来他觉醒一个能变成丧尸的天赋。可就在这时，一只小狗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小狗正是二胖。摆脱丧尸后的张晨开着卡车回到了别墅，此时二胖也回来了，在外面迎接张晨的回来。张晨蹲下身子抚摸着二胖的脑袋，担心地询问道：二胖，你回来了呀？可把我担心死了，你身上的伤怎么好吧？而二胖则汪汪汪地叫道：你说是有个客人救的你，还治好了你的伤。可不料下一秒系统发出威胁，小心头顶。只见马尾小萝莉握着刀从天而降，朝着张晨的脑袋插去，然而却被张晨插兜轻松躲了过去。紧接着一把推开他，拔起插在地上的唐刀。可他还装作一脸担心张晨的模样，询问张晨为什么还没有变成丧尸。但张晨却回答道：看你这样才是要尸变了。对了，你叫什么？而小萝莉却拍着胸脯炫耀道：我叫小西，这可是我觉醒的技能。可不料下一瞬，张晨拿起唐刀朝他的脑袋砍了过去。没办法，面对张晨的攻击，小西只好使用技能来进行抵挡。紧接着张晨便被四面而来的绿色事物所包围，预级失误，属实化天赋系统，可在30秒内将包裹的异常强者释化。面对着发怒的小西，张晨只好举起手来投降，称我就是想要试探你，没别的意思。谁能想到眼前这个楚楚可怜的女孩，实际上却是一个丧尸小萝莉。就在刚刚，为了表达对小西的歉意以及感谢对二胖的帮助，张晨提出可以让小西扫空自家冰箱，但转眼间又变化成另一副嘴脸，拿起喇叭就让他2分半后滚蛋。面对着张晨的无比绝情，小西双手合十央求道：我有很多技能书和图纸，还有20个戒指碎片，都可以给你抵消伙食，求你就让我留下了吧。然而张晨可不吃小西这一套，然后化身成恶魔抓起他的马尾就要把他扔出去。可小西的下一句话却引起了张晨的注意：我知道军火库的位置在哪里，说吧，军火库在哪？1周之后再告诉你，万一我说完你就赶我走，我可就亏大发了。无奈之下，张晨只好答应了小西，并吩咐二胖贴身盯紧他，有任何异动立马向张晨报告。闻言，小西转身就要回去休息，可张晨却打了个机灵：慢着，你是不是还有技能书和图纸给我吗？小西却装作一脸疑惑道：什么技能书？我哪有什么技能书？听错了吧？只见张晨顿时眼冒红光，我的火箭弹好像还挺充足的。见情况不对，小西立马展示出所有技能书来。随后张晨拿过技能书，仅用了2秒半就学会了所有技能，还收获了30戒指碎片。回到房子，张晨查看起了觉醒后获得的天赋，不料却觉醒了罕见的双天赋，分别为基因进化天赋强体、能量进化天赋启蒙。只见觉醒后的张晨周身环绕蓝色能量，有了这能量护盾，再加上锐化唐刀，对付近战巨型丧尸也不成问题。当末世丧尸降临，你知道被尸潮围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而此刻郑队长一伙人正面临着被丧尸包围，只能一边又一遍地加固着门窗。就在这时，一个榔头突然掉落到地下，原来是有人已经开始精神崩溃了，抱怨到丧尸进不来，我们也出不去，迟早是个死。现在营地就是我们的坟墓。即使士气低落，可一旁的真玉还是鼓励着队友，可队友却不自觉地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他的眼睛也瞬间变得通红起来。下一秒，他便变成了丧尸，朝真玉冲了过去。这时候看到情况不对劲的郑队长连忙喊道：真玉，小心他被咬了！就在这危急时刻，洪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丧尸背后一刀把他砍成了2半。此时的真玉早已被吓得尿了裤子，可洪达管不了他这么多，旋即阴冷地朝众人说道：受伤的现在站出来，我给你们腾个地方安安心心活到尸化，要是人我检查出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闻言，众人都立马开始议论了起来。不久后，一个身材瘦弱的小孩颤抖地走了出来。很好，下一瞬洪达的刀便架到了男孩的脖子。洪达，你别这样！郑队长握着刀喊道。而真玉也在此时站出来，你要干什么？就当刀快要划在男孩的脑袋时，关键时刻郑队长已同时出刀，可郑队长还是低估了洪达的速度，男孩还是被打掉。你不是答应过我让他活到最后吗？
郑队长面目狰狞道。而甄玉也眼含泪珠，刚才干活就属他最认真，他一直是个很乖巧的男孩。旋即甄玉指着戚宏达幕后，戚宏达那个混蛋，说罢便要弯弓搭箭，但还是被郑队长给拦了下来，劝说道：现在我们被狮群包围，绝不能起内讧。没办法，甄玉只好咬牙收回了弓箭。可不料下一瞬，戚宏达拿着刀朝甄玉冲了过去。郑队长见状，朝戚宏达快速丢出火药，戚宏达赶忙拿刀进行抵挡，可腹部还是被炸伤，动手吧，嘎了我。戚宏达捂着伤口说道。而郑队长却朝手下摆了摆手，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宏达扶下去疗伤！转瞬又露出一副阴狠的面容，朝众人沉声道：今天发生的事以后谁都不许再提，都给我忘掉。降临在末世的第4天，当其他生存者还在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不仅拥有一座湖岛，还在岛上种起了农作物。此时二胖正在卖力刨挖已经成熟的肉薯，看着手中的肉薯，小西露出满足的笑容，挖一株就这么多肉薯，够我们3个吃1个星期了。而张晨则躺在地上十分悠闲，指挥着他们，别光想着吃，记得收集种子，然后找时间把它们都种上。可小西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张晨顿时黑了眼，老大，肉薯水分很大，感觉不易保存嘛，要不我用我的失误给他们干燥一下。闻言张晨被吓得弹了起来，你丫是不是故意想气死我呀？想让我们变成2人1狗3丧尸吗？小西则撇了撇嘴，这么凶弹吗？我只是想试试嘛，不放就不放。好家伙，试试就试试。张晨立马查看起了被失误干燥后的肉薯，绿级失误感染的果实可使其具备尸毒，且不破坏其原本的外观与味道。看到有如此效果，张晨立马让小西去试验一株肉薯看看效果。只见小西抬手释放出绿级失误，覆盖到肉薯植株表面，可等了许久，小西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张晨则在一旁告诉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简直就是阴人神器。更让张晨吃惊的是，在回收肉薯时就连系统提示明度不变，除此之外还收获了165单位的木料。随后张晨消耗110木材和13能量晶核，制作出10把精整的长弓和30剑士，把它们都交给小西，让他去商城换取一些汽油、食物、水以及晶核，还摆出一副奸商的样子传授小西销售秘诀。小西则拍拍胸脯表示保证能大卖特卖。然而就在这时，赵西月发来了交易申请，可当张晨点击确定后，直接获得了一大堆物资。张晨顿时意识到不对劲，赶忙联系起赵西月来，可映入眼帘却是赵西月狼狈不堪的模样。张晨急着问道：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情况？赵西月眼含泪光，他要来了，小哥哥很高兴认识你，希望这些东西对你有用。还没等张晨开口询问他地址，视频就被切断了。然而在一旁的小西则告诉张晨，那里好像就是我上次到过的军火库。张晨一把提起小西，快告诉我位置，快，那就是这。但上次我只敢在外围溜达，没敢深入。随后张晨朝小西说道，现在全体出发军火库，已知道在末世当女孩遭遇危险，未见男孩最后一面，而发来最后的深情告别。可当男孩得知后，却义无反顾地前去营救。原来就在刚刚，张晨得知赵西月有危险后，踏上了拯救之日。此时小西正坐在车上松了口气，幸好尸潮总算退了，昨天这座城得死多少人呀？而张晨则一脸担忧，赵西月你一定要坚持住。就在这时，小西发现有人在单挑匍匐者，原来是郑队长。只见郑队长朝匍匐者释放出3柄飞剑，可却被匍匐者一个后仰躲过2柄飞剑。但郑队长这闪身来到匍匐者面前，抓起另外一把飞剑，一剑将匍匐者的脑袋砍了下来。看着他们的战斗，张晨开启洞察之眼，查看起郑队长的信息，启智极限者肾上腺素效果作用中，升级觉醒者还需300金核。这哥们是刚升的级，以异常强者的段位就敢一个人出来，比我那个时候还狠。随后郑队长还不忘给匍匐者的脑袋补上一剑，而张晨也开着重卡在此时路过了他的身边。此刻郑队长脸上充满个震惊，我才直接用重卡碾压丧尸，这差距也太大了吧。当他们来到一段空旷的路段时，张晨对着小西说道，坐稳了。霎时间卡车以每秒1昆里的速度撞在了丧尸上，不断收获着金核。看着眼前不断到账的金核，小西满心欢喜，我也得到能量金核了，好像是平均分配的，果然还是跟着老大有享福。还没等他高兴完，一个巨人丧尸朝他们前面走了过来。小西提醒到小心有巨人丧尸，张晨毫不在意，直接撞了上去，刹那间就将巨人丧尸撞得粉碎。我这可是加固版的重卡，再来几个巨人丧尸也不惧。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一只匍匐者突然趴在了车窗前，糟糕，是匍匐者。张晨一个抛一绑匍匐者甩了下来，可匍匐者依然紧追着不放，你来开车，我去外面打了他。随后张晨和二胖站在车门前，二胖你先下去，在后面偷偷跟着。匍匐者有些智力，瞅准时机再出手。握完二胖后，张晨旋即跳上车底，可接下来他将面临着一群匍匐者的围攻。他们是号称极致之速的匍匐者，可即便拥有再快的速度，在张晨的刀下也被砍掉一条手臂。就在刚刚，张晨在去拯救赵西月的路上遭遇了匍匐者的包围，面对即将到来的攻击，张晨立即打开护盾进行迎战。启蒙护盾已启动，有效时长15分钟，可匍匐者库蒋武德既然两面夹击，没办法，张晨只好先用唐刀抵挡面前匍匐者的攻击。而在后面那只匍匐者的攻击快要到来时，一个侧身让他扑了个空，随后一招斩击打了另外一只匍匐者，他还是大意被刚刚那只匍匐者给咬住了肩膀。好在有启蒙护盾的保护，张晨一拳轰在了他脸上，
就这点能耐吗？回去再好好进化进化吧。旋即张晨唰的一刀斩断了他的手臂。随后张晨看着眼前的匍匐者轻蔑道：还和人类比战术，你们还是太嫩了点，再练习个2年半也还是一样，现在换我主动出击了。意想不到的是，张晨却突然改变方向，砍向了另外一只匍匐者，这才叫声东击西。见同伴被嘎，另外一只匍匐者只好开溜，终于走了，再不走手不要抬不起来了。还好护盾挡住10%的伤害，此时肩膀上的伤口也被基因强体天赋效果给开始修复。可下一瞬，一只匍匐者突然冒了出来，趁张晨不注意，把他扑倒在了车顶的边缘。只见张晨用轻蔑的眼神看向匍匐者，跟我玩以退为进，你会死很难看。就在这时，二胖赶到，朝匍匐者扑了上去。张晨趁机脱身，然后一刀砍在他脑袋上，嘎了他。随后张晨抚摸着二胖的脑袋，夸奖道：你是懂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干得漂亮。然而在车里驾驶的小西却慌张地叫道：老大快进来！原来是前面有大量的巨人丧尸聚集，这是一种拥有巨人般大小的丧尸，即便在平常也难得一见。可张晨却遇到了一大群巨人丧尸聚集，面对迎面来袭的巨人丧尸，张晨从车顶上一跃而下，还愣着干什么？快让位置！接下来重砍在张晨的操控下，摆脱了巨人丧尸的阻拦，眼看就要撞上了桥墩。好在凭借着张晨练习时长2年半的驾驶技术，改变方向撞向了一只巨人丧尸，可重卡却同样遭到了严重的损伤。此时小西流着泪双手祷告：老大，你觉不觉得我们的车好像要爆？也就在这时，系统传来提示，卡车距离爆炸还剩40秒。然而车头已经开始冒火，但张晨依旧高速冲刺着，小西被烟熏得睁不开眼，而二胖也被吓得丢了魂。老大能不能减个速？我想下车吐一会。张晨大喊不能。好在他们总算撑到了目的地，我数到3一起跳车，3、2、1，跳！在最后时刻，他们还是安全跳离了卡车。卡车爆炸的力量，就连周围的丧尸也不能幸免。随后张晨带着小西朝军火库里前进。老大，我们就这样进去吗？不然呢，在这里等狮群过来更好玩啊。可就在这时，系统提示框突然弹了出来，地堡内有一只实力堪比觉醒者2阶段的大蜥蜴，请谨慎禁语。看到提示，张晨顿时如遭雷劈，可接下来大蜥蜴也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前。你见过这么大一只蜥蜴？就算阿三哥来了也得爬着出去。此刻小西就差一点被他给咬住，好在张晨一把推开了小西，但自己却被吞了进去。而二胖见张晨被吃掉，疯狂攻击蜥蜴的爪子。此时小西已经瘫倒在地，眼含泪水喃喃道：该不会我们这次都要死在这里了吧？可下一瞬，张晨却扛着火箭筒从大蜥蜴嘴里跳了出来。见张晨没事，小西顿时喜极而泣：老大，我就知道你命硬死不了。而张晨并没有理会，继续朝蜥蜴发生火箭弹，嘲讽道：什么都吃只会害了自己。接下来在系统的提示下，张晨得要速战速决，趁大蜥蜴伤口还没完全恢复之前解决掉它。旋即张晨开始蓄力，然后奋力一跃举起唐刀砍向他。火料大蜥蜴却突然伸出舌头击中了张晨，而张晨顿时被震得吐出一口老血。随后张晨痛苦地捂着胸口，该死，肋骨好像断了，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正当张晨一筹莫展之际，系统提示道：眼睛为大蜥蜴的脆弱部分，可进行杀伤，它的致命弱点在脊椎。随后张晨便想到了计策，小西用失误攻击那家伙的眼睛。好，失误笼罩，失误顿时飘向大蜥蜴的眼睛，趁着大蜥蜴被致盲的瞬间，张晨再次崩向他的脊椎。现在就送你上路。大蜥蜴被刺得无能狂怒，可他还在苦苦支撑着。见他还没倒下，商臣再次用力狠狠地刺了进去，给老子死！原本还在挣扎的大蜥蜴，最终还是倒在了张晨的刀下。看着倒在自己脚下的大蜥蜴，张晨笑逐颜开，总算结束了。少年实力强大，更是拥有一把神刀，即便是比他高阶的变异生物，也成了他的刀下亡魂。见张晨击败大蜥蜴后，小西连忙跑过去关心询问：老大，你没事吧？张晨捂着胸口回答：我没事，快去找找看赵希月在不在附近。而断裂的胸毒语带开始慢慢修复，可小西却遇事不慌，调出系统界面拍照，等一下我先自拍一个，晚上发去公共频道，这个我吹1年的了。张晨见状立马训斥起了小西，小西只能哭着去寻找起了赵希月。随后张晨开始采集起了大蜥蜴的尸体来，收获能量晶核60，加速肥料10，进化者血液1，坚韧的皮革20，锋利的爪子10。系统提示：进化者血液，珍贵的药剂原料，坚韧的皮革可用于制作能量防具，锋利的爪子是制作能量武器的稀有材料。随后张晨便和小西呼喊起了赵希月来。然而张晨突然意识不对，难道赵希月已经死了？不可能，一定不会的。就在这时，小西好像发现了什么，老大快过来看，是窗户没错，就是这里。张晨搬开堵住的巨石，果然赵希月就在里面，可他却被感染。好在小西的天赋可以消除他体内的尸毒，只是尸毒感染得很深，消除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张晨则盯着系统提示的房门说道：没事，你安心给他治疗，我在旁边守着。盯房间里面有大量的热武器和弹药。背后张晨欢喜地推开门，我靠，这是装甲车。接下来张晨便回收起了里面的武器来，有了这些武器，即便是刚才大蜥蜴，我也能轻松解决掉它。可下一瞬，突然而来的声音打断了张晨的思绪。这是什么声音？你别动，我过去看看。待张晨来到声音传来的地方时，却意外发现了一个黄金宝箱。然而还没等张晨过去，宝箱身后的井里却伸出了一条巨手。少年历经磨难一路闯关，
从开始的巧斗匍匐者，再到勇闯巨人丧尸林，最后力战变异大蜥蜴，终于来到了宝藏的面前。本以为已经顺利通关，可没想到的是宝箱背后的锦鲤固然伸出一只巨手来。此时的张晨开始不受控制的全身发抖，下一瞬一个长着牛角的脑袋也随之出现。意识到不对的张晨立马呼唤起了小西，小耗子快去铁门房间内开车快。小西闻言跑了过来，老大怎么了？治疗还没完成呢。我的妈呀，这是什么怪物啊？面对着已经露出全貌的巨坦丧尸，张晨只能使用火箭筒来拖延时间，还不忘回头嘱咐小西，耗子你快带赵西月先走，我来拦住他。可令人吃惊的是，火箭弹居然对他毫发无伤。此时系统对他展开了介绍，变异3型丧尸巨坦，拥有超强的力量、速度、反应和抗击打能力，能够施展音波攻击。看着系统的介绍，张晨顿时感到了无语，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这特么还算是丧尸吗？好在这时巨坦的眼睛被绿色雾气给遮到，原来是小西释放出了失误。趁着巨坦被干扰期间，张晨纵身一跃，举刀劈向了巨坦的后背，但下一瞬，张晨连人带刀都被震飞了出去，连皮都没有刮破。反应过来的巨坦扭过头来，深吸一口气，随后朝张晨重重的释放了一次音波攻击。好在张晨身手敏捷躲过去，转身跳上了装甲车。但此刻巨坦被张晨气得发怒，然后蓄力重重的锤击在了地面，地面顿时被锤得四分五裂，而装甲车的位置也开始坍塌下去，紧接着掉下了一个地洞。此时的张晨还在车里郁闷，为什么巨坦出现时没有弹出隐藏提示警告？难道系统就是想让我掉下？啷当一声，装甲车终于落到了地面，但可怕的是，他们居然出现在了怪物的呼化巢穴。这个男人异常小气，只因这个巨坦丧尸吐了他一身口水，怕这代人偷偷把人家的老巢给烧了。可不料被回家的巨坦丧尸给发现，只能开车落荒而逃。逃跑时还不忘继续添油加醋，完次后还赏给他一个大嘴巴子，最后还掏出火箭筒，给他急切的来了一发小飞棍。感受到来自张晨的关爱，巨坦丧尸只能感动摆手送他们离开。此时系统传来提示，成功烧毁天阳市怪物孕育巢穴 11% 念基，特此奖励2级宝箱一个，请注意查收。可张晨看着系统面板却惊讶道，居然才烧了 11%， 这孕育巢未免也太大了吧。然而就在这时，张晨注意到了一个绿色的身影，该不会又是一种新型怪物吧？系统隐藏提示，变异2型丧尸，毒液孕育者，能吐出极高腐蚀性的毒液，极其危险。啊呸！毒液丧尸不讲武德，朝装甲车吐了一口毒液，装甲车的外壳瞬间就被腐蚀掉。可没想到的是，又不知从哪里冒出2只毒液丧尸，一起朝装甲车喷射毒液。看着即将被腐蚀掉的装甲车，张晨一把抢过小西的方向盘，然后一脚油门冲了过去。许久后终于逃出了洞穴，此刻他们2人相拥而哭，终于逃出来了，下次咱们再也别来这个鬼地方了。可还没等他们来得及高兴，地堡那边的丧尸也紧跟而来。面对如此多的丧尸，张晨咬紧牙关全力加速，得绕道走了，不然天阳市就要混了。然而最难缠的还属那些匍匐者，眼看有一只匍匐者就要进来，商臣一刀刺穿了他的脑盖。可就在这时，赵希月的尸毒突然发作，赵希月的尸毒还没有清除干净，再不治疗就要尸变了。你放心去给他治疗，丧尸我来处理。随后他们便分开行动。只见张晨一手 AK 一手火箭筒，在张晨的火力压制下，丧尸们都成为了物资。来吧来吧，老子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火力倾泻。可面对巨坦丧尸，普通武器对他造成不了一点伤害。于是张晨扛起超级火箭筒，自信道：我就不信几千吨的立交桥还压不死你。只听轰的一声，立交桥开始向下方的巨坦丧尸压去。在几千吨重的压力下，巨坦丧尸发出痛苦的怒吼。他是丧尸中的王者，拥有众多的丧尸醒地，但如今他却被张晨火力吊打，被困于河道中苦苦支撑。摆脱后的张晨安全回到天阳市。此刻在天阳市的街道内，郑队长等人在此清理着周边的丧尸。张晨的路过让他们原地猛一，随后引起众人的羡慕。快看，居然有人开上装甲车了！回到别墅，张晨把赵希月放到床上。此时的小西和二胖已经累成狗，坐到地上倒头就睡。可下一秒，张晨的一句“今天幸亏有你小西，辛苦你了”，让他顿时睁大了眼，紧接着抱着张晨的大腿痛哭流涕。老大，你终于不叫我小耗子了，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好久了。张晨拍拍他的头安慰，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带小西回去睡觉后，张晨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查看起收获，打开今天所得到的2级宝箱，除了获得一些户外工具，还得到了1天赋水晶、1初级能量铠甲设计图，以及1份高级宠物口粮。天赋水晶可以加顶天赋，能量铠甲可以减少 25% 的伤害，宠物口粮会加速宠物成长速度。随后张晨便进行了天赋加顶，在4个天赋点上选了巨能打击和狂怒，恭喜你成功点亮狂怒和巨能打击2大天赋。紧接着张晨身体呈现出拱满2股能量流动，眼睛也分别显现出2朵红蓝火焰，而手臂也出现红蓝火焰印记，这就是巨能打击。第二天清晨，正躺在沙发上睡觉的张晨被一股肉香给馋醒，原来是已经痊愈的赵希月端着肉薯走过来，谢谢你救了我，今后这条命就是你们。闻言张晨摆了摆手，别这么说，上次不是你的药，我都活不到今天，咱俩算是扯平吗？可在一旁的小西却被迫吃着狗粮，顿时就黑了脸，你们就别腻腻歪歪的了，赶紧吃烤肉薯吧，都快凉了。可他们却依旧你侬我侬的。
受不了的小西指着窗户：“老大，快看，巨坦丧尸来了！”张弛润势警惕在哪，却发现窗户啥都没有。好底的小耗子，居然敢耍我！看着他们在打闹，一旁的赵希月只能笑着劝了。吃过早饭后，张晨他们开始给肉鼠施加起肥料。赵希月趁此把身上的技能书交给张晨，然而张晨却发现了一本名叫《染血》的日记。在这个丧尸横行的末世世界里，男人却享受着御姐为他做饭的生活，就连小萝莉也主动投怀送抱。就在刚刚，张晨从赵希月那里得到了一本染血的日记，从中知道了这个世界丧尸由来的真相，而丧尸还只是小菜，变异昆虫和植物才是人类的噩梦。但令张晨没想到的是，这个世界居然有武装机甲。为了尽快提升实力，张晨等人出来猎杀丧尸。二胖发生肖月狼王在狮群中乱杀，赵希月站在楼里朝着丧尸发射火箭弹，小西墨迹鱼带两把机枪横子，在强大的火力面前，丧尸都化成了灰烬。而张晨一个抬手释放巨能打击，红蓝两股能量交替贯穿了整个街道。施法结束后的张晨手掌被烧得通红，看来这招以后只能作为压箱底的杀手锏来用了。接下来张晨开始回收掉落的物品，此刻升级觉醒者初期2阶的条件也达到了要求，旋即张晨毫不犹豫地点击升级，成功晋级觉醒者初期2阶，获得4点天赋，升级3阶段需要能量金和6000，伴随的还有巨能打击也得到了强化。紧接着开始进行天赋加点，掌握了灵猫反射和腹甲一方2种天赋。随后张晨便试了一下灵猫反射，哇，老大你居然会瞬远，这只是我的天赋，你还差多少金和升级？面对突如其来的询问，小西摆了摆手转换话题，对了，老大那些匍匐者怎么一只也没见着？对啊，让我来看看他们在哪。旋即张晨发动洞察之眼，周围的大楼变得透明起来，原来在这里。此时赵希月也成为了异常强壮者，无错，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清剿天阳市所有的匍匐者，那些还在啃食的匍匐者还不知道危险即将降临。下一刻，一颗爆炸弹划过，瞬间在匍匐者群中爆炸开来。只见张晨出现在墙洞处嘲讽道：“以为学会放哨了就逃得了吗？小西，等会我把匍匐者赶到陷阱里，一口气用弹药弄死他们。”收到。在另一边，戚宏达与郑队长发生争执，因意见不合带领其他人今晚去商贸区站。看着他们离去，郑队长担心道：“丧尸没来，人祸却要来了。”到了晚上，此刻张晨他们已经回到别墅，吃起了丰盛的晚饭。最后一道压轴菜金玉满堂来了，而小西早已馋得双眼冒光，这些都是我的，谁也别和我抢。看来你不止在这个世界饿得很，没穿越之前你家很穷吗？见张晨询问，小西又开始立马转换话题。其实小西并不是穿越者，而是这个世界的人。吃完晚饭后，张晨宣布明天的计划。现在城里的丧尸已经不够杀了，在下个游戏阶段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去地榜达到日记里的武装机甲。你敢相信，眼前这坨答辩居然是一份高级宠物口粮，就连狗见了都嫌弃，可他那个不靠谱的主人却将其投喂给他。下一瞬，二胖顿时瞪大了眼，紧接着一股蒙蒙的飞烟从他的身体散发，把他笼罩在其中。过了许久，一只爪子从中探了出来，只见二胖发生肖月狼王霸气登场，不仅体型变大，身边还伴随着2道分身。张晨见状马上查看起了二胖的鉴定，此时的二胖已经成长为少年期阶段，还获得了一个背化战斗和野性呼唤。背化战斗可以提升自身综合能力，野性呼唤则可以召唤2只校月狼崽出来战斗。随后张晨抚摸着二胖的脑袋夸奖道：“不愧为 S 级战宠，以后家就交给你了，不能让任何能动的活物进入小岛，一切都听从赵希月安排。接下来我们一起出发去地堡。”与此同时，在另一边，戚宏达带领着小弟在商贸区猎杀其他营地的人，其中一个胖子指着戚宏达指责道：“这就是你们体育馆营地的作风吗？骗我们来这里搜刮物资，还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可戚宏达却把锅甩给郑队长：“别怪我，都是我们老大郑浩的命令，我们也没办。”随后戚宏达又摆出一副大发慈悲的心态，把他们都给放了。待他们离开后，戚宏达立即露出一副猥琐的笑容：“郑浩，你不是一直想要给营地塑造好形象吗？我偏要让你们恶名远扬。”还没他高兴完，可不料下一瞬，他便被子弹射中倒飞了出去。原来是另一个营地的人做的。而在地堡这边，小西遇到了一只毒液丧尸，被吓得马尾都竖了起来。好在小西现在是丧尸状态，壮起胆子向他发问：“看什么看？我问你知道武装机甲在哪吗？”无业丧尸摇了摇头，好像能听懂小西的话，见问不出来。小西又换个角度询问，最后毒液丧尸只在了地下。但另一边，张晨靠着巨能打击拖延着巨坦丧尸。小西怎么还没有找到机甲？老子快要撑不住了。而小西顺着毒液丧尸所指的方向向地下走去，来到了机甲的存放的。太好了，终于找到武装机甲了。萝莉小西凭借着她那可爱呆萌的外表，就连充满浑身毒液的毒液丧尸也忍不住回头多看一眼。就在刚刚，小西按照毒液丧尸的指引，找到了武装机甲的存放。从头的数量来看，仅有4架机甲，而且只有1架是完整的，其他的只能算作为零件。不过完整的那架看起来也坏掉。随后小西开始联系起张晨，告诉了张晨机甲的位置和机甲的损坏度，以及附近有5只巨坦丧尸。此时的张晨早已伤痕累累，富贵险中求，待会我先去引开巨坦丧尸，你做好准备战斗。还没等小西答应，张晨便挂断了通话。下一瞬，5只巨坦丧尸被突如其来的火箭弹给轰炸吸引了出去。随后张晨一个瞬移出现在了小西的面前，
小西顿时被惊掉了下巴，这都是老大干的吗？怎么就突然出现了？张晨没有理会旋即开始修复起了机甲。别废话，快用尸物把这里围起来，巨坦很快就会回来了。维修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张晨的机械维修禁令下，机甲开始进入维修状态，预计需要30分钟。而打工人小西只能含泪去拖延。张晨不放心小西，转手又给了他100颗手雷。面对过来的巨坦，小西抬手释放出尸物，扛着火箭筒冲了上去。在尸物和火箭筒的配合下，小西在巨坦中游刃有余。紧接着拿出手雷，随后地堡中传出阵阵风靡。轰炸过后，小西也已经弹尽粮绝，精疲力尽，可巨坦还是没有倒下。接下来小西该怎么对付即将而来的巨坦丧尸？糟了，小西即将葬送在巨坦丧尸口中。此刻的小西早已没有了力气，眼看巨坦丧尸就要靠近。就在这时，洞口处传来了动静。下一射，张晨驾驶着机甲飞了出来，随后快速绕步巨坦丧尸群，降落到小西面前。快，你先把机甲开回家，我去把巨坦丧尸引开。交代好小西后，张晨跳出机甲迎向巨坦丧尸，而小西则驾驶机甲飞回别墅。面对巨坦丧尸猛烈的攻势，张晨打出一发巨能打击，霎时间巨坦丧尸群被打得动弹不得。与此同时，在别墅，真玉来找张晨帮忙对付外国人，可却被守家的二胖当作为入侵者，遭到二胖的攻击。画面一转来到戚宏达被绑架的地方，此时的郑浩独自一人带着物资赶来营救戚宏达，但那黄毛老外不仅拿了物资还不放人，还要送郑浩他们去西北。而郑浩早已预料到他们不守信用，下一瞬拨开衣服亮出绑在身上的炸弹。黄毛老外见状，二话不说立马就放他们离开了。待郑浩他们远离爆炸范围后，黄毛老外紧接着吩咐一旁的光头沈下前去截杀郑浩他们。面对拦截的光头，戚宏达却在这时指责起了郑浩，为什么不把兄弟们都叫过来？正当他们还在争吵之际，下一秒二胖却突然出现在了光头的背后。看着眼前出现的二胖，戚宏达还以为是郑浩找来的帮手，可紧随而来的真玉在他们背后呼喊道让他们赶紧离开。郑浩见情况不对劲，丢出一颗烟雾弹掩护逃离，而一旁的光头已然葬送在二胖囊口。在另一边，黄毛老外还在疑惑光头这么久怎么还没有回来，殊不知二胖早已杀到他们这。面对扑袭而上的二胖，防毛他们纷纷开枪射击，然而这对二胖根本造成不了一点伤害。随后二胖召唤出2具分身，在分身的配合下，黄毛等人也葬送在了二胖口中。逃出来后的戚宏达他们却因为真玉的出现开始分道扬镳。此时的戚宏达心想的迟早把郑浩给代替掉。过了许久以后，此刻的戚宏达正趴在一副草丛中，而他前面正集结着一伙樱花国的幸存者。为首的秃头是来天阳市为他死去的弟弟报仇的。随后他吩咐手下把宝箱放到视野开阔的地方，用来吸引更多人过来击杀。就在这时，天空传来阵阵轰鸣，小西驾驶着机甲回到了天阳市。下方樱花国的幸存者纷纷抬头望向空中，小西看到下方的樱花国幸存者埋着不善，旋即操作着机甲假装朝他们开火，打算吓一吓他。在准备开火之际，随后紧接着一个华丽的飘逸飞走了。趁樱花国人还在纷纷躲避，一旁的戚宏达悄悄向宝箱走去，打开宝箱居然得到了一瓶终极体质增强剂。这一次我一定要比你郑浩先一步成为觉醒者。而在别墅这边，二胖带着黄毛他们的空间戒指和武器回到了别墅，紧随回来的还有小西，而张晨还在开着装甲车在赶回来的路上。看着眼前赵希月他们打来的视频通话，张晨得知了小西误打误撞拯救了天阳市。为了防止他们的报，张晨安排赵希月在附近设好埋伏，等怕挡回来，正好就拿他们这群人的物资来修复机甲。过了2分半后，赵希月和小西扛着火箭筒在高楼等待他们的到来。见他们进入到了射程，赵希月一发火箭弹轰在了他们的坦克上，不过也因此暴露了位置，被他们给火力空袭。无奈之下只好慌忙逃离。末世之下，除了要面对可怕的丧尸外，还要防备阴险狡诈的幸存者。就在刚刚，小西驾驶机甲回来，无料却被樱花国的幸存者给惦记上。此刻的他们正遭到秃头等人的火力围攻，楼下的秃头在楼下喊话，只要赵希月他们交出机甲就放过他们。可即便如此，小西还是强忍着能咽，也绝对不会把机甲交出来。而赵希月则是希望守在另一个路口的二胖能够及时赶过来支援。眼见赵希月他们不肯交出机甲，秃头驾驶的柳哥朝他们这边喷射出一道剧烈的火焰。面对即将而来的火焰，赵希月赶忙让小西趴下。就在这时，小西听到一声汪汪汪的叫声，这声音是二胖来救我们了，趁现在我们赶紧跑。只见二胖从天而降，一爪拍在了坦克的发射管上。樱花国等人见状，纷纷改变射击方向，对着二胖攻击。而在坦克内的秃头则是操作着瞄准镜，对准在人群中厮杀的二胖。下一秒，来不及反应过来的二胖被火灭弹，周身产生剧烈的火焰燃烧。还在逃跑的小西见二胖被灼烧，悲痛的要跑去营救二胖，却被一旁的赵希月给拽了回来。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活下去才能给二胖复仇。随后赵希月带着小西快速逃离，可没过多久就被追了上了，眼看就要被抓住。下一瞬，张晨开着装甲车出现在了他们身边。老大二胖他搭了。小西悲痛的对张晨哭诉。张晨得知二胖被送去了西北，整个人都失了神。什么二胖他敢，我一定要这群小日子付出代价。不过以现在的武器还对付不了坦克，我们把他们引去巨坦丧尸那，
旋即张晨开着装甲车把他们带进了山洞，在山洞的巨坦丧尸见女龙不轻，重重的朝地面锤了下去，地面顿时被锤得四分五裂。紧接着又是蓄力一击，刚探出身子的秃头还在惊讶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时，下一秒就被巨坦丧尸锤得灰飞烟灭，而巨坦丧尸也因蓄力一击陷入了僵直状态。张晨得到系统提示后，不仅大仇的报，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趁着巨坦丧尸还在僵直，张晨飞速跃上他的眼睛，紧接着一刀插了进去。没过多久，巨坦丧尸便因流血过多去了西北。并恭喜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击杀巨坦丧尸的幸存者，奖励3级宝箱1个。可不料张晨却因为旧伤复发吐了一口血。小西他们见状赶忙跑去，张晨你怎么？眼前这个拥有巨人般大小的丧尸是丧尸中的王者巨坦丧尸，抬手便可让地面4分5并，可即便如此，也还是倒在了这个男人的刀下。就在刚刚，张晨以自身重伤代价击杀巨坦丧尸。待张晨离开后，躲在暗处的幸存者出来搜刮战场，然而却被另一伙赶来的人当场击毙。此人名叫赵龙川，是狼牙幸存者营地的队长，而击毙刚才那2人的是这名蒋晨晨的女狙击手。严厉属于狼牙幸存者营地，此刻的他们正在找寻张晨，想把他拉入营地。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此时张晨他们正寻找二胖的下落，可下一瞬，系统传来危险警告，有5只匍匐者逼近，介于玩家的伤势，建议宿主快速撤离。系统提示刚落，张晨的背后就出现了1只匍匐者，紧接着剩下的4只从四周陆陆续续朝张晨他们包围。一旁的小西见状有些担心，这么多匍匐者还是2型的，老大的伤还没好，这样下去不行啊。张晨安慰道，这都是小意思，你们小心一些。言罢，张晨他们各自迎上了袭来的匍匐者。只见张晨一刀洞穿1只匍匐者的脑袋，随后又是一击横扫解决另外1只。可就在这时，地面传来砰的一声，惊得张晨赶忙扭过头去，只见1只眼冒红光、满嘴獠牙的凶兽出现在了张晨的面前。面对袭来的凶兽，张晨还在埋怨系统为什么没有提示这个危险。就当他就要靠近张晨时，却突然一个急转弯绕到了张晨身后，扑上背后的匍匐者。张晨有些疑惑，他为什么没有攻击我，只顾着吃丧尸？等等，吃丧尸？还有这个声音该不会是……而在小西他们这边，此刻的他们正在火力击杀周围的丧尸，下一步就要去跟张晨会合。然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远处的角落中正有一名女子盯着他们。就在这时，张晨击杀着丧尸发现了女子，女子被吓得目光呆滞，连忙跪下求饶。张晨眼神一凌，沉声说道，你是樱花国的人，不好好在江北待着，到我龙国这边干什么？恰好这时赵希月和小西也赶了过来。张晨发生什么事了？而眼尖的小西却注意到张晨怀里抱了一个东西。老大，你怀里的是啥？张晨微微一笑，你们看这是谁？咦，这是什么呀？黑乎乎的，简直丑爆了。小西一脸嫌弃，一旁的赵希月惊呼，他难道是二胖？没错，他就是二胖。随后小西和赵希月喜极而泣朝二胖抱去，可还在地上的小日子趁张晨不注意时欲想逃跑，砰的一声，一把刀竖立在了他面前。想逃？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张晨阴冷道，我叫小美，不是樱花国人，是龙国人。小美瑟瑟发抖，北打。紧接着他又使用出美人计，想要诱惑张晨。张晨脸色顿时一黑，连一旁的小西二女都看淡，已改相信狼牙营地队长赵龙川居然是赵希月的哥哥。而赵龙川得知张晨这头猪拱了他妹妹这颗好白菜，将会如何对待张晨这位妹夫。就在刚才，张晨面对小日子的美人计依旧不为所动，女人只会影响他的拔刀速度，于是他将计就计，让小日子交出储物戒，把他带在身边陪他演戏。当他们路过一座大桥时，被前方堵桥的地刺戳爆了车胎，好在张晨控制着装甲车撞到桥边停了下。待车停稳后，交代好赵希月他们好好待在车内，张晨纵身跃出车外查看。可下一瞬，系统提示张晨已进入射击范围，需尽快寻找掩体。紧接着便是突如其来的子弹，张晨急忙向后飞撤，同时根据枪声锁定在桥梁上方。原来偷袭张晨的是狼牙营地的蒋晨晨，而且在张晨的前方，一个人影正向他靠近。此人正是狼牙营地的队长赵龙川，你就是清空军火库的人吧？可以出来聊聊吗？张晨躲在装甲车后面警惕道，我刚才差一点被你们爆头，就是为了跟我谈谈。而在车内的赵希月看着赵龙川，热泪盈眶，高兴道，是他错不了。言罢，他飞快地跳出车外。张晨见状连忙喊住赵希月，希月危险跌过去，见张晨欲要跟着过去，桥上的蒋晨晨已哒哒哒来到张晨头顶，随后纵身一跃跳到张晨面前。可出乎意料的是，蒋晨晨却把手上的狙击枪扔到了地下，别冒这么重的杀气，我道歉还不行吗？张晨被他这一举动弄得有些懵。而在这时，背后的赵希月出声道，陈哥等一下，这都是误会，这位是我的哥哥，奶妮这是你哥哥。赵龙川面带微笑介绍自己，你好，我是狼牙营地的队长赵龙川，也是赵希月的哥哥，很高兴认识你。随后他们坐了下来，讲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并向张晨发出邀请，加入狼牙，一起对抗即将到来10万以上的丧尸潮。张晨和赵希月闻言顿时愣住，什么10万以上的丧尸潮？是的，没错，面对这种规模的尸潮，我们龙国人一定要团结起来，这也是我招募强者和搜集军火物资的原因。而且我们在南部建立了幸存者基地，已经有许多龙国人到那里了。
张晨，你会跟我们一起走吗？赵龙川向张晨发出邀约。张晨低头沉思片刻，随后吐了一口气，我是不会和你们一起走。如果真的有尸潮来袭，我会把他们都通通拦在天阳市外。赵龙川和蒋晨晨闻言，被张晨这番话震惊的瞪大脸，而赵希月听闻急得开口劝解，陈哥你一个人怎么能，却被赵龙川抬手打断。接下来张晨让赵希月选择跟他还是哥哥，他不会强求他的去留。赵希月还想挽留张晨，让一旁的哥哥再好好劝劝张晨，可赵龙川摇了摇头，向他诉说，以他击败巨坦丧尸的实力，说不定真的能够抵挡住丧尸潮，至少他是一定能在这个崩坏的世界活下来的那一部分人。听到哥哥这样说，赵希月似乎知道他该怎么选择。我不是很早就选择好吗？一边是疼爱他的哥哥，另一边是他喜欢的男人，最终赵希月还是选择了张晨。为了庆祝赵希月归队，张晨和小希为他准备了一桌好吃的饭菜，可饭桌上小日子装出一副绿茶样子，时不时在赵希月面前摆弄自己的茶艺，但这一切在张晨眼里不过是陪他逢场作戏吧。晚饭过后，张晨偷偷叫来二胖，让他晚上盯紧小日子的一举一动，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回到卧室，张晨调出系统面，俄制营地系统已开放，是否要创建属于自己的营地？营地有3种类型，分别是避难所、幸存者营地、神秘组织。鉴于当前张晨的实力水平，系统建议张晨选择建立神秘组织，而创建者的实力需在世界前1000名内，成员加入最低要求也要在100万名以内。一旦加入组织，成员将会永远效忠首领，永不背叛。建立还需要消耗1000能量晶核。随后张晨听从系统的建议，创建了一个神秘组织，名为梦影。丁公喜明成立梦魇组织，因即是组织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首领。虽然现在张晨已经创建了组织，但他还是一个光杆司令。小希和赵希月战斗力还没有进世界前100万，没达到加入的最低要求。就在这时，小日子突然出现在张晨卧室，给张晨吓了一跳，还卡抚为成猫耳娘的样子，问张晨需不需要他帮忙。张晨看着他嘿嘿一笑，哦，原来你是过来帮忙啊。到了第二天早上，小希和赵希月做好早餐，等待张晨下来吃饭。只见张晨一脸疲惫，和小日子一起走下楼。实际上昨晚张晨让小日子打扫了一网别墅，给他气得咬牙切齿。吃过早餐后，张晨他们一如既往出来清扫丧尸。相比于上次清扫丧尸，这一次丧尸明显变少了，收集到的物资也少得可怜。此时张晨心里思索着，小日子说不定知道丧尸聚集地，于是他开口询问，小美，你知道之前那些匍匐者是从哪里来的吗？小日子回答道，是一处防空洞，哥哥你要去吗？可他心里却是计划着把张晨引到防空洞给嘎掉。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西宏达利用对眼来吸引周围的丧尸到布置好的陷阱，待丧尸到达范围后，正好把一块巨石推了下去，把丧尸都送去了西北。此刻张晨正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切，系统提示张晨发现世界前100万名，符合加入统治。而此时郑浩也因为刚才的动静吸引来了一大波丧尸，正当他要被匍匐着吃掉时，一把刀刺穿了匍匐者的脑袋，救了郑浩一命。而救他的正是张晨。看着来人是张晨，郑浩和张晨含蓄一会，感谢张晨的帮助，便带着人离开了。过了一会，张晨在小日子的带路下来到防空洞，见防空洞居然被堵住，张晨毫不犹豫拔出手雷丢了进去，轰的一声，洞口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待爆炸过后，张晨和小日子走了进去，然而小日子在其背后露出了阴险的嘴角。眼前这个大波浪妹子名叫小美，别看她长得俏皮可爱，实际上却是臭名昭著的小日子。她隐藏身份跟在张晨身边，伺机把张晨打掉，可最后却被张晨给送去了西北。就在刚才，张晨在小美的带领下来到防空洞，一进去便迎来了不少的丧尸，一电如烫。在张晨凌冽的刀光下，他们还是如此不堪一击。下一瞬，通风口传来沙沙作响，张晨一刀挥了过去，原来是一只匍匐者想要偷袭张晨，解决完周围的丧尸。而一旁的小美趁机向张晨拍起马屁，好厉害呀哥哥，这么多怪物都被你一下解决了。可张晨并没有理会，而是收集周围掉落的物资，随后招呼他继续往前带路。殊不知此时的小日子偷偷从储物界拿出了一把小刀。过了一会，当他们路过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时，系统提示张晨下方困着一只饥饿的巨坦丧尸。紧接着系统再次提示道，小心身后，不出意外你2秒半后将会掉入深坑。下一瞬，小日子举起小刀向张晨刺去，张晨躲闪不及掉了下去。小日子见张晨掉入深坑，随后放肆大笑起来。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张晨在掉落的过程中用刀插进墙壁内，掉在了半空中，望着下方的巨坦丧尸，看来先要解决这家伙才能过去。让我看看有什么好对付卡，有了就是这个刚才收集的汽油。黑二傻看这里，张晨朝巨坦丧尸喊道，紧接着一桶桶汽油从上方朝他砸了下来。巨坦丧尸见阵，一拳拳轰在了汽油桶，汽油瞬间洒在了他身上。见已经死差不多了，张晨立马将其点燃，随后借助燃烧产生的气流一脚跃了上去。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小日子在实验室翻找资料，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于是他打开视频通讯，联系上另外一个小日子，询问他是不是情报有误，还不停在他面前搔首弄姿。下一秒，他被一刀刺穿了胸口。只见张晨缓缓出现在他身后，开口道，要不是你急着告诉他我的住所，
兴许你还能多活一会儿。随后小日子带着惊恐的目光倒下去。接下来张晨拿出很早之前得到的染血日记翻看，一样的标记，他们难道是想找这个？这群小日子到底想干什么？正当张晨还在思索之际，小西打来视频通话，老大跟你想的一样，那个女人就是樱花果，我们装作难民，我真遇到一群小日子出来抢物资，他们还绑架了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什么？那赵希月没事吧？张晨急忙询问小西，小西被他这话气的，没事，我们都没事。接下来在小西推断下，让张晨去看一个叫吴今日的直播，他似乎和那些小日子有关系。张晨找到那个人的直播间，一打开便看见他在大块底一边吃还一边在不停夸奖小日子的好。然而他吃着吃着却突然摆出一副呕吐的手势，下一瞬直播间突然关闭。而在另一边，小胖子忍不住吐了出来。此时的他再也吃不下去，一名小日子走到他面前威胁道，要么继续吃下去，要么就跟他们一样被嘎掉。与此同时，张晨找到实验室的密道，在系统提示前得知密道的通关秘密，而密道的后面等待张晨的将会是什么？少年穿越来到丧尸横行的末日世界，靠着获得被隐藏提示系统多字化潜唯一绝处逢生，隐藏物资更是拿到手软。当他还在为眼前的密室开门发愁时，隐藏提示系统直接告诉了他密码，打开密室大门，没想到里面全是武器弹药，给张晨整个人都看呆，其中不乏有对抗巨坦丧尸的强力腐蚀炸弹，以及全球唯一的趋同药剂图纸，对段位低于自己的玩家使用趋同药剂，玩家被洗脑成使用者的忠诚仆从，可以随意指挥差遣。看着手中的趋同药剂图纸，张晨喃喃道，要是这东西落到小日子手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就在这时，张晨发现柜子有些不对劲，一这后面好像有个洞，随后他用力推开柜子，蹲下身来钻了进去。咦，这不是之前军火库的保安室吗？原来这里居然连接到了防空洞。看墙壁上的字，那些小日子居然也到过这里。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郑浩他们一行人跟着人群来到江北小日子的基地，一名黑帽男发动洞察之眼，打量起郑浩他们的战斗力，这群人实力不错，把他们送去实验室，上山一定会很高兴的。一旁的黄毛嘿嘿一笑，但下一瞬黑帽男似乎发现了什么，不过巡视一周也没发现，原来是赵希月和小西偷偷跟了过来。黑帽和黄毛见没什么异样，便朝众人走了过来，随后他们拿出物资放在地上，这些都是我樱花国的小小心意，还请你们不要客气。众人也不废话，连忙冲了上去抢拿物资。然而当其中一人打开箱子后，里面居然放着一枚定时炸弹，下一瞬倒计时归零，炸弹爆炸开来，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便通通倒在了地上。来人把他们都抬进营地。躲在角落的小西见状不禁恼怒道，呸，我就知道这群小日子没安好心，天下哪有免费午餐这等好事。而一旁的赵希月忍不住流泪，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们抓这么多的龙国人干什么？与此同时，在别墅，张晨已经从防空洞回来，一回到家里，二胖就屁颠屁颠的摇着尾巴跑了过来。一赵希月他们还没有回来吗？对，二胖，我给你带回来一样好东西，这是我刚得到的高级宠物口粮，上次你受了伤得好好补补。二胖看着眼前这口奥利给，顿时黑了脸，流着泪发出汪汪汪的抗议。张晨还误以为二胖是被他感动的痛哭流涕。就在这时，小西突然打来视频电话，老大不好了，希月姐要去小日子基地，我拦都拦不住，你快想想办法。事情是这样的，龙国人被抓，希月姐说没办法坐视不理。张晨捂着脑袋感到有些头痛，我知道了，你们注意安全，我这就过去。随后他吩咐好二胖看好家，留下一大堆高级宠物口粮便赶了过去。而在另一边，此时被迷晕的众人已经醒了过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黑暗中数不清的猩红双眼，以及来自小日子冷漠的凝视。面对蜂拥而出的匍匐者，即便是逃跑也无济于事，唯一能做的只有正面对抗。而小日子上山看着他们，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意思，于是从空间中取出一堆武器，把他们都丢了下去。想活命的话就努力加油吧，我已经准备好和牛果果给最后的幸存者了。小日子上山一脸坏笑的对着众人调侃。此时的戚宏达早已把小日子怒骂一个遍，然而下一瞬，一只匍匐者朝他扑了过来，没办法的戚宏达只好拿起地上的苦头，硬着头皮朝匍匐者一斧劈了上去。而另一边，赵希月假装投降来到地下通道，见赵希月长得好看且没有危险，于是小日子幸存者纷纷向他靠拢。但这一切都是赵希月使出的美人计。待小日子欲要下手之际，趴在上方的小西出声道，小八个看上面。下一瞬，小西从嘴里吐出一大口尸物，小日子来不及反命，便被尸物感染成了丧尸。怎么样，希月姐，我这招厉害了，这都是老大教我。小西眼冒金光看向赵希月，赵希月夸奖道，这招声东击西是挺好的，但下次别再找我当诱饵了，这次不得已才这样做，你先过去救人吧。随后小西来到众人被关的铁笼前，用失误打开了铁锁，紧接着又解开捆在郑浩身上的铁链。可做完这一切，换来的不是感谢，而是来自众人的指责，你们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把那些小日子嘎掉，害得我们被抓了起来。一旁的郑浩看不下去，怒吼道，够了，要不是他们来救我们，我们早就去了西北。接下来赵希月朝郑浩交代了一些话后，让他带着其他人离开，便和小西赶去了下一处地方。画面一转，此刻的戚宏达凭借着异常强壮者的实力活到了最后，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突破了人体极限。杨子，你下去会他，
上山朝一旁的杨子吩咐了，随后杨子砰的一声跳了下去，二话不说朝着戚宏达用力踢去。戚宏达心里一惊，好强，这个娘们实力至少是觉醒者。说吧，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需要你带路帮我干掉湖心岛的那个男人。小日子上山一脸阴森的回忆。愤怒了，愤怒了，老好人郑浩这次是真的愤怒了，即便他有着再好的脾气，也忍受不了这群圣母的道德绑架。就在刚刚，郑浩按照赵希月的指示，准备带领这群幸存者逃离小日子的营地，怎料他们却赖在原地不打算离开，还不停地说着赵希月他们的坏话。那两个女人一看就没安好心，只给了我们武器没留食物，就算出去也是恶嘎，还不如在这里算了。闻言郑浩怒视道，够了，你们难道还对小日子抱有幻想吗？话音刚落，他们就纷纷开始指责，什么叫幻想？他们也没对我们做什么，就是你攻击那个樱花国女人，才连累我们被关起来的。听着耳边传来的不断谩骂和指责，此刻的郑浩心中已然开始升腾怒火，口中时不时发出冷冷的嬉笑。下一瞬，但也忍受不了，发出面目狰狞的放肆狂笑。原本还在指责的众人当场停了下来，真是讽刺啊！我那么拼命的保护你们和营地，换来的却是你们的指责和甩锅。或许从一开始，你们根本就不值得被保护，因为你们就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也许我早就该听戚宏达的话，猎嘎人类得到的经验比猎倒丧尸来得多。随后原本幽暗的地道散发出暗红的气息，传来阵阵惨叫和救命声，而刚才还在指责的众人都通通倒在了地上，只剩下最后一人站着。别嘎我是一场强壮者，我可以帮你的。小卡拉米浑身颤抖的哀声求饶。闻言郑浩冷冷暗笑道，你既然这么厉害，为什么还想投靠小日子？在这个末世里，懦弱、无能、胆怯、自私都可以被原谅，唯独叛徒不可以。只听扑哧一声，最后一人也跟着倒了下去。接下来郑浩便开始收集掉落的物资，随着系统不断传来获得金盒的提醒，丁，你已满足升级条件，是否升级为觉醒者？郑浩没有丝毫犹豫，下一瞬一股能量缠绕着他，此刻的他已然成为了一名觉醒者。画面一转，此时的张晨来到了小日子营地门前，在询问赵希月他们现在的情况后，正准备潜入进去会合，不料这时营地大门突然打开，只见一辆辆车驾驶而出，那是郑浩的跟班，差点就把他误杀了。不过听他们之间的对话，要实验体是吧？我来陪你们玩玩。黑帽男被突然出现的张晨吓了一跳，杨子我的洞察之眼看不到他的等级，他至少是个觉醒者，此人不好对付。巧了，我也是觉醒者。还没等他们动手，张晨早已举起唐刀朝他们劈了过去，但下一瞬反应过来，杨子抬手释放出能量护盾进行抵挡，紧接着他的手臂变化成钻头，朝张晨刺了上去。好在张晨侧身躲开，趁着他们还在战斗，黑帽男则是偷偷离开回去搬救兵。然而在张晨强大的攻势下，始终破不开他的护盾。看样子你是基因改良方向吧？我是能量改良方向，你是打不过我。不过你要是肯配合我，我不仅不嘎你，还给你樱花国最高的待遇，如何？张晨闻言嘿嘿一笑，小日子逼逼完了，我这玩意跟你比哪边更强？话音刚落，只听轰的一声，小日子发出阵阵的惨叫，不是很能挡吗？我这里还有，来，我看看你有多厉害。我连巨坦丧尸都不怕，还怕你个樱花国的娘们？气急败坏的杨子不再进行防守，转为进攻姿态朝张晨刺去。就当他要靠近张晨身前时，却被张晨双手抓住他的两个钻头，伴随的还有钻头的破裂声。你说的没错，我不是能量改良方向，我是双天赋觉醒者，而且等级比你高。言罢下一瞬，杨子被张晨一拳重重地捶在了地上。只见原本还充满生机的杨子已然没有了生命气息。切垃圾，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张晨朝他吐了一口唾沫。然而就在这时，系统传来隐藏提示，请继续探索樱花国基地，寻找世界的真相，速度要快，不要错失。眼前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一度冷静下来的郑浩如此惊慌失措，并且再度开始愤怒红了眼。就在刚才，郑浩吸收完所有的能量晶核后，由觉醒者初期1阶再度升级为了觉醒者初期2阶。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此时他队友给他打来了一则视频通话，询问他那边还好吗，需不需要过去支援。原来是赵希月和小希过去解救了他们，这才有了机会打给郑浩。不过接下来郑浩小弟的下一句话让他顿时感到害怕和担忧，老大真玉姐之前被小日子的人单独带走了，她不在我们这边。闻言郑浩立马动身前去寻找真玉，并嘱咐好小弟带着同伴安全撤离，自己去把真玉带回来。还有要是队伍里有拖后腿，直接丢下他们。随后郑浩挂断通话，紧接着又开始联系起真玉，在着急的等待了2分半后，终于是接通了通话。太好了，真玉，总算是联系上你了，你身边有危险吗？我这就马上过去救你。然而当郑浩满心欢喜的赶到他那，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脸色苍白。只见此刻的真玉满是伤痕的躺在地上，手里拿着空间戒指，流着泪笑着。郑哥你来了，这是咱们营地的戒指，我替你给守住了。郑浩闻言眼睛瞬间通红，止不住的开始流泪满面，一股愤怒之气已然升起。画面一转，黑帽男回到基地找到黄毛，不好了，基地有一个觉醒者闯入，杨子秘书在外面拦着他。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下一瞬他背后火光四起，那些被关在牢笼的丧尸通通都被放了出来。不可能，那可是强化牢笼，炸药都炸不开的。黑帽男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冷汗直流，
正当他们想要放弃这里准备撤离时，王毛被一发火箭弹瞬间命中，送去了西北。只见张晨扛着火箭筒缓缓出现，想跑门都没有，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黑帽男见状朝一旁的上山喊道，不好是那个龙国人。紧接着他战战兢兢地往后退去，他既然出现在这里，说明杨子秘书已经嘎了。话音刚落，便一个转身向后逃离。然而上山丝毫没把张晨放在眼里，旋即命令手下朝张晨射击。可到达了觉醒者初期3阶的张晨，普通的热武器对他而言杀伤力更小了，加上他快到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很快他就来到了这些人面前，一刀就解决掉了他们，皆被又是同样的方步，气得上山无可奈何。当张晨解决掉他所有手下之后，张晨面露寒光，手拿唐刀，一步一步向他靠近。接下来就是你了。不死心的上山不知从哪掏出一支药剂，毫不犹豫的就往自己脖子扎去。下一瞬，只见他眼冒红光，浑身的肌肉在不停扭曲变化膨胀。望着眼前的上山，张晨紧握唐刀警惕，他注射的就不是身体强化药剂，他现在的模样根本就是个丧尸。看过新闻的都知道核污水的危害究竟有多大。小日子上山仅仅只是注入了一点，就把自己变成了面目狰狞的巨坦丧尸。看着眼前的巨坦丧尸，张晨不自觉咽了咽口水。这群小日子果然是疯了，竟想用核污水把自己变成丧尸。然而令张晨没想到的是，他还保留人类的意识，居然开口反驳，也应该称他为伟大的成就。话音刚落，只见张晨一个闪身来到了他身后，对着他的后背一刀刺了下去。不知道他的强度如何，变成丧尸保留意识的他还会有痛觉吗？带着这些疑惑，张晨随后握紧唐刀用力一划，紧接着一道巨大的口子从丧尸背后撕裂开来。果然他防御很强，这家伙应该处于觉醒者初期3阶段，多半是基因改良方向，但是他好弱呀，真正的丧尸比他都强，不知道他靠着皮糙肉厚是怎么变成觉醒者的。面对着张晨的不停嘲讽，再也忍受不了的他开口回忆，这当然是多亏了你们龙国人，你们是靠打丧尸升级，而我们升级靠的是打龙国人，你们就是我们升级的经验和实验体。嘿嘿嘿，闻言张晨恨得咬牙切齿，你们真是一群不得好嘎的畜生。就在此时，郑浩抱着真玉来到张晨附近的楼顶，看着下方的张晨，真玉询问郑浩需不需要下去帮忙。虽然郑浩此刻很想下去嘎掉这个畜生，但为了保护真玉的安全，只能先带着他离开和队友回合。而在下方，张晨和上山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趁着上山被打得处于僵直状态，张晨取出一大堆手雷，扒开他的嘴就往里面塞，紧接着一个跳跃远离，只听轰的一声，上山瞬间被炸得支离破碎。杂鸡，让你就这么嘎了，倒是便宜你了。随后张晨拾取掉落的物资，细孔再次告知张晨，他已经再次接近了世界的真相，注意查看精心保存的地图。当张晨准备查看地图时，郑浩忽然冒了出来，喂张晨，你快点上楼顶，在北边的跨江大桥的桥头有一座尸墙。你说什么？张晨疑惑地看向郑浩，随后在郑浩的带领下来到了桥头处的楼顶，看着前方的大桥，张晨展开精心保存的地图，用尸体来做出一道防御城墙。这群小日子真是畜生，你们快撤离吧，我去那边看到。知道了，那你小心点。正当郑浩扶起真玉就要离开时，张晨又叫住了他。对了，刚刚基地里面的爆炸是你干的吧？在那之前幸存的龙国人都救出来了吗？面对张晨的询问，郑浩沉声回答，当然都救出来了。那就好，抱歉叫住了你。言罢，张晨便唰的一下离去，途中还在疑惑，郑浩之前明明还是体能极限者，现在已是初期觉醒者2阶了，怎么升级这么快？忽然一道救命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只见一名男子被绑在了柱子上，背后是即将到来的匍匐者。正当那些匍匐者要靠近之际，张晨手持唐刀一击就解决掉了他们。果然跟我想的一样，这尸墙就是小日子的手笔。从高度和小日子的丧心病狂来看，离赵龙川所说的10万丧尸潮应该不远了。就在这时，小西打来电话，老大不好了，有人闯到我们家了。无人机拍摄到有几辆重型卡车开到了别墅前。养过狗狗的人都知道，狗狗的宠物口粮都是颗粒状的。可在此之前，张晨就给二胖拿过一份高级宠物口粮，不过那次是黑色奥利给的模样，而这次张晨给二胖的高级宠物口粮却换成了黄金奥利给的样子。二胖心里那叫一个无语，主人虽然我不是真的人，但你却是真的狗啊。就在这时，二胖察觉到屋外有人的声音，原来是齐宏达这个叛徒带着小日子闯入了湖心斗。只见为首的杀马特一脚踹开别墅大门，嚣张地对一旁的小弟比划道，进去后马上弄嘎里面的人。可待他们进去后，却没发现赵希月和小希的身影。而二胖听闻外面的动静走了出来，一阵哪来的小狗，说着便快步向前。一旁的小弟附和道，应该是他们养来看家的吧。随后杀马特提起不停摇着尾巴的二胖嘲笑，哈哈哈，他们是真的蠢，留这么好的一只小土狗来看家护院，不拿来吃掉，真对不起他这一身鲜嫩多汁的肉。说着说着便从空间戒指拿出了小刀，可此时的他在二胖眼里，高级宠物口粮简直就是依托达币，杀马特才是真正的宠物口粮。而杀马特还不知危险已经悄然接近，还在跟小弟探讨二胖的烹饪方法。忽然他感觉背后冷意重重，下意识扭过头去，只听他的一声，众人被一阵惨叫声吸引住。只见二胖此时化身成为笑月狼王，
小日子被突然冒出的笑月狼王吓得惊慌失措，拿起武器对着二胖就是一段扫射，快攻击！趁现在他还在吃东西弄耷他。话音刚落，下一射二胖一个闪身过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已葬送在二胖口中。他的同伙见状，快速对准二胖射击，不过这些攻击打在二胖身上却是毫发无伤。就在这时，一道人影从他身边掠过，只见祁宏达手持匕首跃向二胖头顶，去嘎巴怪物。可当匕首落到二胖身上时，却是咔的一声断成了两段。怎么会这样？此刻的祁宏达感到一脸惊恐，还没等他反应，二胖就上去一口咬断了他的手臂，紧接着一把将他甩飞出去。祁宏达痛苦地跪在地上，此时他的右手破烂得不成样子，而二胖不打算就此放牧，嗖的一下朝他冲了上去，不过却被祁宏达翻墙扑了个空。见祁宏达逃离，还在一旁丧尸的小日子纷纷指责暗骂。接下来二胖调准目标，释放出2只分身清理剩下的小日子。过了2分半后，赵希月和小西拿着武器从房子冲了出来。我跟你们拼了，敢欺负我家二胖！可此时周围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小狗躺在地上打着饱嗝。时间又过了2分半，张晨拿着武器赶了回来，看门被破坏的痕迹，真的进来了人。然而当他推开房间门时，却看到了不得了的一幕。究竟是看到了什么让张晨感到如此震惊？完了完了，张晨究竟是对赵希月干了什么，惹得赵龙川这位大舅子如此面色难看？就在刚刚，当张晨得知赵希月和小西有危险，便以每秒2昆里的速度赶了回来。当他推开浴室门后，只见赵希月和小西穿着一身单薄的白衣，正在给二胖洗澡。张晨见状赶忙闭上眼睛，冷汗直流。你们在洗澡啊？我们想给二胖洗洗，可他一点都不配合，你看都弄湿了。赵希月说着说着呀，抓过衣角拧起水来，在湿透了几乎透明的衣服下，身上的肌肤被衬托得隐隐若现。下一秒，再也忍受不住的张晨几乎鼻血都要喷了出来。正当张晨转身要逃离这男人梦寐以求的天堂时，赵希月忽然叫住了他：陈哥，你没事吧？我没事，你们继续。说着张晨就要离开。就在这时，还在洗澡的二胖似乎有些不对劲，下一瞬他就开始呕吐了起来。这应该是刚才被二胖吃掉的装备。陈哥，你快过来看吧！赵希月一脸兴奋地朝张晨喊道。然而此时的张晨却紧盯着赵希月的某个地方看，一血止不住地往下流。反应过来的张晨还想辩解：希月，你听我狡辩。话一刚落，就要夺门而出，却被一脸娇羞的赵希月一个肥皂击中了脑袋。坏蛋你在往哪里看呀？然而在张晨逃回卧室后的不久，紧接着赵龙川打来了视频通话。喂，张晨，希月在你身边吗？我给他打电话，他一直没回我。哦，你说希月啊？刚才我们在忙，他现在正洗澡呢。闻言赵龙川脸上青筋暴起，想干了张晨的心都有了。你说你们在忙，现在在洗澡。意识到说错话了的张晨赶忙辩解：不，你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随后在张晨3寸不烂之舌的解释下，赵龙川才肯相信他的话。好了，言归正传，我给你一些东西，你接收一下。旋即张晨就把在防空洞得到的大量武器转给了赵龙川，随后又向他要了大量的腐蚀原液、耐腐蚀皮革、钢材以及冰凝花。在交代了几句照顾好赵希月的话后，便结束了视频通话。可一回想起刚才的画面，张晨又开始沦陷了，止住不能再想了。当务之急是对抗丧尸潮，那么接下来就开始制作强力腐蚀炸弹吧。时间来到第2天，张晨带着小西他们来到桥头，布置了一大堆密密麻麻的红外线炸弹。然而让赵希月不解的是，陈哥，为什么我们不把桥炸？丧尸又不会游泳，这样一来丧尸就过不来了。看着一脸疑惑的他，张晨解释道：我们要面对的是10万丧尸，河流根本就阻挡不了，还不如留下一个缺口把他们都吸引过来。原来如此，看来是我想的太少了。赵希月感到有些懊恼，而张晨则拍了拍他的头安慰。到了晚上，夜幕降临，还在车里熟睡的他们突然被外面的巨大的动静吵醒。只见一只只匍匐着从地里蜂拥而出，霎时间地面犹如地震般疯狂震。系统此时提示道：10万丧尸潮还有3分钟抵达战场，请做好战斗准备。来了！降临末世后的第一波丧尸潮，3人1狗小队能否守住天阳市的安危？在布置好周边的陷阱后，他们首先迎来的就是以狡诈著称的匍匐者。听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赵希月指着开口，声音是从石墙那边传来的。意识到不对的张晨急忙吼道：很有可能是尸潮，快按计划行事。闻言，小西立马坐到二胖背后，赵希月赶忙跳进驾驶室操纵机甲，在张晨的指挥下，各自来到自己的作战点，等待尸潮的袭来。待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后，尸潮也如约而至降临。而在另一边，真玉正在询问郑浩意见：浩哥，那个丧尸小妹没有骗咱们，尸潮真的来了，我们是过去帮忙还是撤离？在真玉的催促下，郑浩则沉默不语，犹豫不决。画面一转回到桥头这边，面对前方源源不断扑来的普空丧尸，在机甲强大的火力输出下，先有几只漏网之鱼绕到了机甲后母，不过也被后方的小西一枪爆口，紧接着被二胖的分身砍食殆尽。看着被自己爆头的丧尸，小西呸呸一笑：老大就是聪明，这样根本没有丧尸可以通过麻。
尸潮也就这么回事。画面来到张晨这边，看着眼前迎面袭来的匍匐者，张晨使出一个踏前斩丝滑突进，随后加上云际狂风绝息斩把他砍成18段。还没完的张晨紧接着开始蓄力终极闪荒，却被一只手抓住脚打断了施法，气得张晨不得不使用一发佛怒果莲。阿弥你个 DJ 佛的，打断我施法，怕我不火化了你们。就这样，匍匐者们在佛怒火莲中化作了张晨的物资，割韭菜都没张晨这样来得快。尝到甜头的张晨继续加大火力，让火焰来得更猛烈一些了。然而正当张晨玩得不亦乐乎时，一只巨坦丧尸迈着厚重的脚护绳朝张晨冲了上来。嘿嘿嘿，我就知道尸潮没这么简单，原来大太在后面。可他看了一眼尸墙下方，也不免有些担忧，这数量未免太多了吧。张晨一边喃喃一边填装强力腐蚀炸弹，待巨坦丧尸靠近射头，张晨连续打出几发强力腐蚀炸弹在其身上。在强力腐蚀炸弹的作用下，巨坦丧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消融。就在这时，一只匍匐的越过尸墙扑向张晨，眼看就要来到岭上，张晨瞬间做出反应，丢出几颗铝热剂，抛出武器打在铝热剂上。下一瞬，铝热剂爆炸开来，匍匐者瞬间被爆炸分尸。然而尸墙下方的丧尸越来越多，赵希月驾驶的机甲就要快驶不住。无奈之下，张晨只能吩咐赵希月和小希他们开始撤离尸墙，只能用铝热剂制造出来的火墙暂时阻挡丧尸的攻势。此时张晨的升级进度也快达到了升级的要求，虽然火墙能阻挡大部分丧尸，但大概率会有巨坦丧尸可以冲过来。强力腐蚀弹应该足够支撑30分钟哦。果然怕什么来着，巨坦丧尸撕开火墙冲了过来。不仅如此，居然还有不怕补的。那些匍匐者用自身分泌的粘液把火给压灭了，火墙的阻挡的优势瞬间没了一半。张晨只好吩咐赵希月先用机甲火力拖延一下，自己则是到一边填装强力腐蚀炸弹。随后在赵希月的配合下，强力腐蚀炸弹精准打在巨坦丧尸身上。而小希趁机假扮成丧尸，把那些匍匐者叫来另一边，然后启动事先准备好的陷阱，给他们来了电击处理。看着被电击的匍匐者，小希嘲讽道：活该，谁让你们连人和丧尸都分不清楚。就这样，小希又接着使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匍匐者。不幸的是，赵希月这边机甲没有弹药。不好了，陈哥，机甲没有弹药，我这还有一些，我马上转给你，坚持住。这第二波尸潮已经被压制住。就当张晨要给他转过去一些弹药时，张晨注意到在不远处的一只巨坦丧尸行为举止怪异，还没等马反应，下一瞬，巨坦丧尸突然一发能量打击轰在了机甲过张晨上。然而最糟糕的是，周围那些匍匐者趁着张晨被轰得无法动弹期间，砰砰扑到了张晨身上。张晨又能否顺利躲过这次危机？你敢相信丧尸中居然有身材如此火辣的女丧尸？然而让你绝对想不到的是，她居然是个背影杀手，只是看上一眼，你绝对为她怦然心动。就在刚刚，一只巨坦丧尸抓起地上的匍匐者揉作一团，然后用力一扔，化作2道红光飞向赵希月和张晨，瞬间就将他们击飞出数十米远。张晨也因此陷入僵尸动弹不得，被周围的匍匐者趁机扑了上来。眼看张晨就要命丧匍匐者口中，关键时刻，张晨利用能量晶核成功晋级为觉醒者中期一阶段。晋级后的张晨还获得了基因、能量进化方向各一点天赋点，以及新的基因、能量进化天赋，分别是基因进化方向的狂暴斩杀、脱胎换骨，能量进化方向的晶核共振、能量屏障。看着眼前的4个选项，张晨现在没有过多的时间考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升级脱胎换骨、晶核共振，才能解决现在遭遇的困境。下一瞬，只见那由匍匐者包裹成的球体迸发出6道蓝色激光，在晶核共振的力量下，张晨终于得以脱困，随后依靠脱胎换骨的治疗修复被匍匐者感染的伤口。可就在这时，张晨注意到赵希月驾驶的机甲因为损坏，同样也陷入了丧尸的围攻。见此，张晨迅速取出唐刀，赶忙跑了过去。希月，坚持住，我来了！忽然一声枪响，只见趴在机甲上的一只匍匐者被瞬间爆头。还在赶来的张晨见状，闻声看向声音传出的方向，原来是郑浩和真玉前来支援张晨他们。有郑浩他们在高楼打掩护，张晨势如破竹来到了赵希月那里。希月乖，别哭了，我来了。可呜呜的哭声还在不停从机甲传出，张晨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这不是希月的哭声，那哭声究竟是什么玩意？还在感到疑惑的张晨，耳畔传来系统的声音：丁系统隐藏提示，小心，发现新型变异3型感染者痛哭者。他的尖叫声不但能吸引附近的丧尸，同时还能强化他们，让他们发狂。什么下面那个东西是3型的？然而当张晨还在感到惊讶时，不知不觉周围的丧尸已经聚集了过来。而在高楼上面的真玉见张晨呆愣在原地，不由得为他感到着急。可郑浩通过放大镜观察到情况有些不对劲，让真玉先别着急攻击，再等等。画面回到张晨这边，张晨正打算先救出赵希月，可赵希月却说道：陈哥，这群丧尸是那个会哭的丧尸招来的，他有智商小心。话音刚落，就有几只匍匐者扑向了张晨。张晨见状只能发动晶核共振，将周围的丧尸先清理掉。可在解决掉周围的丧尸后，机甲下方突然伸出一只手来，趁着张晨没反应过来期间，只见一名长发女子一跃而起。赵希月见此赶忙提醒张晨：陈哥不好了，他要逃跑吧？
看着在半空中的痛哭者，怪不得突然听不见哭声了。原来这玩意居然会用瞳火打掩护，让自己有机会逃脱。这么着急离开，说明连金河共振的触发条件都猜到了。这么聪明就更加不能留你了。言罢，张晨掏出武器就要对他进行攻击，却被他召唤过来的小弟用来为他挡刀。见此，张晨暗自思索，连巨坦丧尸都被他拿下，那个痛哭者难不成还是丧尸中的万人迷？身材这么火辣，倒也不是没有说服力。可当痛哭者转过脸时，张晨被他的外貌震惊的大喊了一句：“阿弥你个 DJ 佛！”随后赏了几发强力腐蚀炸弹给巨坦丧尸，以告慰自己那弱小的心灵。可没想到的是，受到痛哭者能力的加持，巨坦丧尸生命力增强了400%，目前只受损了28%。巨坦丧尸似乎很不满意张晨的表情，二话不说就举起拳头朝张晨砸来。好，这么完事吧，就让你们看看我和你们这群靠女人增幅的死舔狗谁更厉害。乱了一臂的祁宏达再度现身，想要通过蛊惑郑浩嘎掉张晨。而面对祁宏达的蛊惑，郑浩又是否会对张晨动手？就在刚刚，巨坦丧尸和痛哭者的撒狗粮行为彻底激怒了张晨这个万年单身狗。吃了满嘴狗粮的张晨再也看不下去，旋即给他们来了一发金河共振。而巨坦丧尸也不甘示弱，带着他的小女友一起朝张晨重重的轰下一拳。这给张晨气，立马提起自己那80米长的唐刀，当场就迎面砍过去。怎料两者就要碰撞在一起时，张晨一个滑铲迅速躲开，然后改变攻击方向朝痛哭者砍去。痛哭者见情况不妙，果断抛弃了他的巨坦丧尸小男友，留下巨坦丧尸独自一尸，承受来自张晨的制裁。一个人哭，真爱无敌，叫你们给我撒狗粮，给我去领盒饭去。这操作让还在楼顶上的郑浩和真玉都看得一阵后怕，以后我们可千万不要在他面前秀恩爱呀。回过神后的郑浩注意到下方不能动的机甲又被丧尸围了起来，于是打算和真玉下去营救赵希月。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都什么时候？你还这么圣母心吗？郑浩，你就不想变得和那个张晨一样强大吗？”看见来人是祁宏达，郑浩则是让真玉先下去等他，而祁宏达也没有过多走，快步向郑浩走去。但莫是摸爬滚打这么久了，即便我不说，你也很清楚，想要快速变强的方法根本就不是嘎丧尸，而是嘎人。那个张晨能有这样的实力，身上不知背了多少条人命。浩哥，收起你的圣母心吧，趁着他正跟巨坦丧尸纠缠，又很信任你，嘎了他，夺走他身上的金河，你就是最强的。而且你不是一直想要保护我们的阵营吗？那你就要变强啊，浩哥别再犹豫了。闻言，郑浩一把抓住祁宏达的手，对着他兴奋地回答：“宏达，你说的对，我确实不该圣母心，我要变强。”见郑浩终于想通，祁宏达拍了拍郑浩的肩膀，可心里却是暗想：我如今想要生存下去，只能暂时依靠强者。若那个强者是郑浩这个蠢爸，我以后就有翻身的机会。然而上一秒还在暗自窃喜的祁宏达，下一秒却被郑浩一刀捅进了腹部。只见郑浩一脸阴沉地说道：“嘎，你不是比巴张晨要容易多了？我当时都看到，你投靠了小日子，对不对？你早就抛弃了我们的阵营，还指望我继续庇护你？你让我去巴张晨，也有报仇的成分在吧？因为他干掉了你的主部们，让你只能灰溜溜地逃回来。你的手是不是也和他有关？”郑浩话音刚落，耳畔就传来了系统声音：“回收极限体能尸体，获得能量金河892，升级为双天赋初级觉醒者3阶段。”画面来到赵希月这边，此刻的他正奋力抵抗袭来的匍匐者，眼看周围聚集的丧尸越来越多，怎么办？该怎么办？陈哥那边一定比我压力更大，不能给他添麻烦。危急时刻，好在这时郑浩赶了过来：“喂，你没事吗？”看着来人是郑浩，赵希月感到有些惊讶：“我没事，谢谢。”而在张晨这边，痛哭者已经被张晨逼得走投无路，府算是只剩下你这个渣女了，给我也去领盒饭吧。可当刀落在他那20斤的2颗大西瓜时，却被他反弹了回来，这给张晨气得咬牙切齿。可恶，这大西瓜真是变态。面对还想再次逃跑的痛哭者，张晨一个闪身来到他身后嘲笑道：“以我们的关系，你觉得你逃得了吗？乖乖的给我去领盒饭吧，金河共振，给我熄灭。”她是丧尸中身材性感火辣的御姐，拥有一张甜美可爱的脸蛋，就连巨坦丧尸也败在了她的石榴裙下。可直男张晨却毫不客气，扛起大炮上去就是给他来了一发火箭弹，携带着魔鬼热浪爆炸开来，果然还是强效腐蚀炸弹给力。不过眼下还得是先去救出希月要紧。而在赵希月这边，郑浩和真玉正奋力抵抗迎面袭来的丧尸，眼看他们就要顶不住了。就在这关键时刻，张晨及时赶来，见来人是张晨，赵希月一脸兴奋的小跑了上去，在对赵希月进行安抚和感谢郑浩一番后，张晨指着远处说道：“现在还不是撤退的时候，那两边还有好多陷阱都没有用上，西边有小西和二胖手，你们去东边把守，别让狮群涌入。”然而就在这时，赵希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猛然打断了张晨的指挥：“不好了，陈哥，你快看那边！”只见身后不远处的一只巨坦丧尸身上正匍匐着5只鬼扑狼嚎的痛哭者，看得张晨瞳孔猛然一缩，一只就够难缠了，现在又来了5只，你们快去东边，他们交给我处理。分别之际，张晨和赵希月两人四目相对，微红的脸蛋和加快的心跳声都预示着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可赵希月却不按套路出牌，而是突然转身挥手告别：“陈哥，我先走了，
东边我们一定会守住。剩下张晨一人在原地尴尬。待他们离去后，张晨查看起升级进度，距离下次升级还需几十颗能量金火，眼下还不是和他们交锋的时候，得先去找个地方猎打一些丧尸，获得金和升级。随后张晨头顶着2个喇叭来到一处空地，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鲜嫩多汁小鲜肉1枚，数量有限，快来抢购。不多时，陆陆续续的丧尸被声音吸引过来，在他们的期待的目光下，只见张晨大手一挥，金河共振以张晨为中心，爆发出蓝白光芒向四周扩散开来。靠着金河共振如此恐怖的收割能力，张晨也如愿以偿成功升级为终极觉醒者2阶段。此刻的张晨感觉就一个字：爽。那么接下来就该对付妮妮。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小西和二胖正一脸兴奋地朝前方施行攻击。来来来，再来多一点的，我们老大给我留下的武器可多了。然而一滴水滴滴答落在小西头顶，小西一脸嫌弃抬头，什么东西，黏糊糊的好恶心。还没等他吐槽完，一只匍匐者张开血盆大口从天而降，吓得小西连忙喊妈妈。就当匍匐者距离头顶还剩2泥半时，匍匐者却突然停止不动，远处传来呜呜的扑鸣声，在场的丧尸都被那道声音吸引了过去。意识到不对的小西连忙招呼二胖一起跟了上去。画面来到张晨这边，在升级成为终极觉醒者2阶段后，张晨解锁了能量屏障和狂暴斩杀这2大技能，耗着这2大技能，巨坦丧尸很快就被张晨解决掉，只剩5只痛哭者在巨坦丧尸身上碰舞。然而有2只痛哭者还想趁着张晨处于技能空档期偷袭，却被张晨大手一抓，一发巨能打击迎面解决掉。随后张晨目光又放在剩下的3只痛哭者上，一击狂暴斩杀又解决2只，正丧还要解决最后1只时，究竟是看到了什么让他感到如此恐惧？小西遭遇危机，被一只痛哭者匍匐在身上，掏供起身体释放出失误朝张晨攻击。张全为了不误伤到小西，只好边躲边撤离再做打算。该死，小西被控制了，痛哭者怎么连人也能控制？难道是因为小西的施化技能吗？此时张晨耳畔传来隐藏系统声音，宿主猜的没错。张晨感到一阵无语，都什么时候了，系统你还跟我贫嘴？况且系统你什么时候成互动提示了？快来点有用的提示啊！话音刚落，隐藏系统再次提示道，施化技能会让人体特征无限接近丧尸，但脑部受到的影响最弱。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张晨有些疑惑地询问道，这么说小西应该还保有意识，所以痛哭者只有接触到小西才能控制他。在大概了解痛哭者的操控手段后，张晨把小西吸引到一处废弃建筑，趁着他还在寻找张晨，张晨抓住时机，立马指挥二胖朝痛哭者扑了上去。可不料被反应过来的痛哭者发现，旋即操控起小西取出武器，给二胖当面来了一发爆炸。趁着爆炸视线被遮挡期间，张晨再次抓住机会，闪身绕到痛哭者前面，欲要释放金河共振给予痛哭者致命一击，但奈何距离过近会波及到小西，张晨只好改变攻击方式，手握唐刀朝痛哭者脑袋劈去。然而狡诈的痛哭者却拿小西作为挡箭牌护在身前，害得张晨只能慌忙改变攻击方向劈向旁边。可不曾想，在张晨转身之际，小西从袖口取出一把匕首，一击刺到了张晨的腰子上。只见张晨痛苦地捂着腰子跪倒在地上，耳畔传来系统警告，宿主被强力湿毒匕首所伤，伤口愈合速度减少 500%， 身体麻痹加 300%， 建议使用金河共振消除危险。眼看痛哭者再次操控小西落刀，当岑突然一个转身撞到在了小西脑袋，而小西经过张晨这么一撞，顿时陷入了往事的回忆之中。画面里，一只丧尸被压在巨石下，一个身影出现在他面前，举起一块石头朝他砸了下去。而那道身影不是别人，正是小西。只见他抓起地上的丧尸肉，大口大口的啃食，脸上布满的红血丝，看起来十分狰狞可怕。忽然他停顿了下来，他感觉身后似乎有人在呼唤着他，魏小浩，还愣着干什么？快过来吃饭了，不一起吃饭就不算一家人了。听着那再也熟悉不过的声音，小西眼眶微微发红，泪珠不断充斥在眼角两侧，再也忍不住的他，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淌。家人，吃饭，原来我不再是一个人了，我还有了老大、西月姐、二胖这些家人。下一瞬，还在被操控的小西双眼猛然一睁，完了完了！张晨放着赵西月不要，欲按让痛哭者给他暖床。就在刚刚，张晨揉了揉有些头晕的脑袋，缓缓坐起身来，随后眼神迷离看向面前的小西。此时的他动作显得不再僵硬，口中断断续续发出轻声细语。下一瞬一句老大，让还在迷离的张晨瞬间变得清醒起来。耗子，你认得我吧？小西眼含泪珠看向张晨，哽咽开口，老大你怎么伤成这副模样？话音刚落，小西脑袋感到一阵恍惚，他立马抬起头来惊慌道，妈呀，这是什么鬼东西？只见一只痛哭者站在他肩膀上，单手握住他脑袋，试图想再次控制住他。小西见状慌忙晃动身体，试图将痛哭者甩下去。张晨见此赶忙出声应援，小西坚持住，千万别再被他控制住，只要你不完全丧尸化，我的金河共振就不会伤害到你。然而小西的眼睛逐渐变得通红，痛哭者试图让小西逃离这里。张晨见状立马追了上去，可脑袋传来的疼痛感让小西再度清醒。见小西再次脱离控制，痛哭者俯下呢，试图加大精神力把小西彻底控制。小西奋力抵抗，
双眼红血丝充斥脸上，青筋暴起。下一瞬，小西一把抓住痛哭者手臂，周身绿色能量气流环绕，身上的气息在不断攀升。此时小西的等级不知不觉来到了觉醒者2阶段。随后他用力一数，痛哭者瞬间被重重的甩入了土里。还不解气的他握紧拳头嘲讽道：“我就是吃丧尸肉长大的，你居然敢在我身体里注入丧尸毒素！”紧接着，小西恶狠狠一口朝痛哭者脖子咬了下去。就在这时，张晨也赶了过来，看着小西一把扯下了痛哭者脖子的一大块肉，张晨心中暗暗惊讶，这咬合力升级的太恐怖了吧！我的唐刀都砍不穿他的皮肤。而被咬了一块肉的痛哭者口中的呜鸣声瞬间变大次了，感受到周围传来的阵阵轰鸣声，张晨大感不妙，这是什么声音？与之前尸潮来袭时好像，可尸潮已经分散，并且至少死亡大半，不可能这么大响动。正当张晨还在感到疑惑时，隐藏系统光幕出现，痛哭者垂死挣扎，整个天阳市的丧尸都在朝这里赶来，并在逐渐形成新尸潮，宿主正面对抗生存概率为 2%。 此时丧尸正从四面八方向张晨这里汇聚，但张晨却不着急逃离，而是不慌不忙把痛哭者绑了起来，保定。没想到之前在小日子那里搞来的东西还真是派上了用场。这一幕被小西看在眼里，误以为张晨想要捉回去满床。老大，你这也太饥不择食了吧，犯不着找丧尸满床，身边不就有现成的吗？见此，张晨当头给了小西一个脑瓜灯，满脑子都是黄色颜料，就你废话最多。接下来张晨让小西把痛哭者移出角落，自己则是来到高楼准备。随后他拨通赵希月的视频通话，希月停止对丧尸的攻击，我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你们抓紧躲好。过了2分半后，看着楼下的丧尸聚集的差不多了，张晨旋即双手汇聚蓝色能量，一发巨能打击轰了下去。此刻的丧尸抬头看着即将到来的巨能打击，头顶浮现出一堆问号。而在角落的小西眼看巨能打击就要波及到他，一边埋怨一边慌忙逃离。老大，我不就是调侃了一下你吗？用不着杀人灭口吧？算了算了，谁叫你是我老大呢？紧接着小西从空间中取出一大堆爆炸武器，连带着痛哭者一脚踢到了火焰中，而周围丧尸也跟着一起纷纷朝痛哭者扑去。见时机差不多了，张晨淡淡一笑，给他们来了一波端。火海熊熊燃烧，尸潮在张晨的埋伏下已然歼灭，化作物质被系统自动采集。见天阳市的丧尸群正在退去，张晨悬着的心终于松了口气，收获不错，这样继续下去马上又要升级了。楼下的小希望向张晨的身影满是花痴，我的妈呀，老大这波操作实在是太酷啦！这群丧尸少说也得有几万吧。可就在这时，火海中突然窜出一只匍匐者，口中发出呜吼呜吼的声音，给小希吓得赶忙后跳，吓死我！咦，你这是想让我救你？这是不可能的，你可是丧尸啊，你乖乖去死吧，快回去快回去！闻言，匍匐者好似听懂了小希的命令，随后他纵身一跃扑向火海。见此，小希都被他迷之操作给整得十分疑惑，这么坏，他真的跳进去是因为听了我的命令吗？还没等他再次思考，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咦，希月姐你们也来了？赵希月回答道，对啊，那边零散的丧尸都散了，尸潮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来会合。可小希你这模样是发生了什么？小希抱起二胖得意说道，我升级了，现在的模样叫走丧尸的路，让丧尸无路可走。随后赵希月又看了看四周，陈哥是在这附近吗？话音刚落，张晨从楼顶一跃而下，出现在赵希月身旁。赵希月见张晨平安无事，激动的一把抱住张晨，太好了陈哥，我们终于挺过来。是啊，我们挺过来了。可小希的一声尖叫却打断了这温馨的画面，把只有你们抱抱真狡猾，来来来，我们都在一起抱抱。一旁的真玉见此感叹道，他们的感情可真好啊，对吧郑哥？郑浩轻声回了一声是啊，心里暗自思索，才这么点时间，这个男人有变强了，之后他会是伙伴还是敌人呢？画面一转，此刻的他们已经回到别墅开启庆功宴。张晨举起酒杯说道，大家辛苦，都好好犒劳犒劳自己吧。真玉喝得脸颊微红，看向郑浩，郑哥你怎么不吃？末世当前居然还能吃上这样的美食，简直就是奇迹。郑浩有些尴尬回话，是啊，有点被吓到了，只能说这个世界不负强者。随后郑浩举起酒杯看向张晨，张晨你真的太强了，以你的能力一定可以拯救这个末世。闻言张晨眉头微微皱起，拯救末世？我可不是救世主。郑浩回应道，可你至少能护住天阳市的龙国人安全。张晨起身往郑浩夹去一块肉，咱们刚从尸潮里解脱出来，爷在餐桌上说这么沉重的话，我吃好了先回房间休息。其实郑浩这个人品行还不错，如果实力过关的话，或许能把他收为己用。随后张晨调出系统光幕查看起郑浩的实力排名，发现郑浩的实力已经进入了世界45632名。张晨以其惊讶，他的排名提前了郑波，我上次看时不过是刚刚过前10万的强者吧，看来这人确实能收，不过是否会跟着我也要看他的选择。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系统查看物品。看着眼前光幕数不胜数的物资，张晨内心十分高兴，尤其是这把稀有千古刀，比唐刀还要强和帅气。除此之外，最让张晨在意的是红小日子基地找到的那张还没来得及看的地。过世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丧尸和怪物的由来。张晨距离谜团越来越接近，水落石出。别墅外，
郑浩蹲在外面摆弄花草，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见郑浩心事重重，真玉缓缓走向前询问：“浩哥，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了？”听声音来人是真玉，郑浩并没有转身回答，而是反问起真玉：“真玉，你有没有想，我们还能回到从前的世界吗？”面对郑浩的反问，真玉支支吾吾说道：“我没有想过。”闻言，郑浩起身：“是啊，我们可能一辈子都回不去了，但我们可以在这个该死的世界重新建立秩序，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随后，郑浩神情激动，扭头看向真玉，猛然一把抓住真玉的手臂：“我在张晨身上看到了希望，真玉，我们或许真的可以做到，你相信我吗？”闻言，真玉感到有些惊讶，但还是选择相信了郑浩。“浩哥，我相信你，只要是你相信的，我都相信。”见真玉都认可了自己的想法，郑浩感到有些欣慰。“好，我们需要一个救世主，那真玉，你替我办一件事，我要让张晨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也必须拯救这个世界。”还在学习技能书的张晨还不知道一个为他打造的救世主计正悄然开始进行。到了第二天清晨，张晨顶着2个熊猫眼，打着哈欠来到庭院。赵希月见此，抱着一筐衣物走向张晨，关切询问：“晨得早了，你昨晚是不是没有睡好？”见来人是赵希月，张晨一脸困意回答：“哦，是希月，我是完全没有睡，但问题不大。”随后张晨从空间拿出一瓶超强功能性饮料，在赵希月面前咕咚咕咚就灌了下去。“怎么样，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精神奕奕？我一个只身元批，熬个通宵不算什么，但昨晚一直在整理这阵子的物资储备，发现后续还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闻言，赵希月担心询问：“难道还会有尸潮来袭？”张晨回应道：“那倒不是，我只是觉得而已。”时间回到昨天晚上，张晨打开精心保存的地图，系统告知张晨，全科技蓝图一共有27个，拼凑完整可以获得蓝水星所有高级科技，同时能够开启灯牌，目前拥有数量4。画面一转回到现在，张晨只感觉自己离这个世界的泥团越来越接近水落石出了。听到张晨这样解释，赵希月带着疑惑说道：“2012年5月11日，我记得之前给你的日记本中有提到，这是病毒出现的日期。”张晨淡淡回答道：“没错，所以我猜测那个病毒与陨石有着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可能就是陨石带来的病。”赵希月又问道：“那灯塔又是什么呢？”张晨指着系统光幕上的卫星说道：“灯塔就是这样近水蓝星轨道飞行的大型人造空间站，上面可为100万人提供自给自足的生态系。既然存在这朵东西，那就说明早在丧尸病毒肆虐之前，这里的原住民就已经开始自救，甚至已经找到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只是因为某些原因失败。只要集齐全科技蓝图启动灯塔，说不定所有幸存者就都能得救。”“怎么了？干嘛这个表情看我？”赵希月面色微微潮红回忆：“就是觉得陈哥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明明差不多是一起行动的，你却已经掌握到了这么多信息，或许你真的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张晨被赵希月夸的，顿时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随后他同样面色潮红看向赵希月，可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张晨早上好啊。”然而当郑浩看到张晨他们手牵着手，顿时感到有些尴尬，二话不说掉头就跑：“对不起，我太没眼色了，不用管我，你们继续。”张晨还想解释：“等一下，你别跑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刚好有些事要问你。”“什么？”郑浩愣了愣：“郑浩，你要不要加入我的组织，做我的手下？”他们是以速度和狡诈著称的匍匐者，可如今在张晨手上却如同小狗般牵在手里。就在刚刚，张晨向郑浩发出神秘组织梦魇的邀请。郑浩面露惊讶看向张晨：“你居然成立了组织？”神秘组织要求创建者必须为当前游戏进程战力前1000名的存在，成员战斗力最低要求也要进入世界前100万。张晨淡淡一笑，向郑浩发出邀请。成立是早就成立了，只是一直没有成员。郑浩看着眼前张晨发来的邀请函，心里暗自感叹：我还在拼尽全力地维系着营地的运转，可张晨竟然已经构建了神秘组织，而且面对天文数字一样的金河投入，也丝毫没有耽误他升级的进程。他这个人是妖孽了。见郑浩还在犹豫不决，张晨出声说道：“你的人品和实力都让我非常认可，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比起做别人的手下，当营地管理者似乎更有面子，你可以多考虑考虑。”话音刚落，郑浩二话不说，立马同意加入梦影。旋即他点击接收选项，朝张晨宣誓效忠誓言：“我愿意加入组织，成为你的手下，奉你为领袖，永不背叛。”见此，张晨顿时喜笑颜开：“欢迎加入梦影。”接下来，张晨给郑浩安排了一些任务。尸潮刚过，我要去清扫一下市区，你们抓紧寻找一下之前营地的人吧。待张晨走后，真玉一脸兴奋看向郑浩询问：“浩哥，你真的加入梦魇？但是不是表示以后我们的营地能得到张晨的庇护了？”郑浩点了点头：“太好了，还有20天这个世界就会刷新，到时候丧尸和动植物变异的程度又会提升，有了张晨的庇护，我们的营地就能存活下来。”然而郑浩可不仅仅要的是庇护，而是要打造出一个救世主，以刚晨为跳板，在这个世界建立起新的秩序。画面来到张晨这边，张晨一路过来都不见一只丧尸的身影，就算刚刚清理完尸潮，也不至于一只丧尸也没有。正当张晨还在为找不到丧尸而发愁时，一处角落突然冒出2只匍匐者。然而当他们看到二胖的身影时，顿时被吓得惊慌失措，转身撒腿就跑。张晨见此真是奇了个怪，
铁头看向二胖，随后抱起二胖，查看起二胖的属性面本，原来是二胖升级了，得到了一个狼王威慑的技能，对比他弱的生物具有威慑效果。对此，张晨赶紧让二胖把技能收起来。下一瞬，二胖猛然深吸一口气，只听砰的一声，二胖变身成笑月狼王，狼王威慑也被收了起来。可狼王威慑一收，原本那些躲起来的丧尸顿时冒了出来，袭向张晨。张晨不慌不忙摆出一副射箭姿态，凝聚出一根能量锁链和一把能量唐刀，朝狮群冲了上去。可这一切被躲在远处石头后面的一名女子看见星星，这么多丧尸，他们死定，要不要叫人来帮他？还不等女子要不要考虑救他们？张晨在二胖的配合下，砍丧尸如同砍瓜切菜般解决。张晨还用能量锁链抓住了几只匍匐者，随后张晨一个金河共振下去，瞬间清理完了周围所有丧尸。接下来张晨联系郑浩，让他把营地的人集中在体育馆，给他们准备了一份见面礼。而趴在石头后面的女子被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出声。此刻在他眼，张晨就如同神明一般，做到了那些根本不是人能做到的事，他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他们的神。在末世，他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匍匐者，如今却成了张晨的教学器材。待刚才两只匍匐者被张晨五花大绑扔到地上，众人见状吓得欲要四散逃离。见此，郑浩赶忙把众人护在身后，随后对着张晨大声呵斥：张晨，你这是做什么？虽然我加入了你的组织，但不代表能纵容你胡来。闻言，张晨乐呵一笑，还有你干嘛那么紧张干嘛？下一瞬，张晨脸色顿时变得阴沉，不是我说救你营地里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有实力的，你能护得了他们一时，护得了一世吗？我的组织下容不得闲人，更容不得拖后腿的人，面对末世他们要学会自保。张晨指着一旁的众人说道。听此，郑浩当即反驳：那你也不能把丧尸带来啊，你这样做跟小日子那帮畜生有什么区别？我那可不一样，我这属于零风险教学。随后张晨朝众人招手，示意让他们过来，指着匍匐者后背的脊柱，看好了，这个位置就是他们的弱，聊对其破坏，就算是弱者也能解决掉他，怎么样，很简单吧？可众人看了张晨这熟练的操作，被震惊到哆哆嗦嗦，这家伙还是人吗？杀匍匐者如同捏死虫子那般简单。接下来在张晨的监督下，众人轮流尝试按照张晨的方法操作，然而张晨却注意到一个小男孩在攻击时紧闭着眼睛，浑身止不住的发抖，就连脚下匍匐者都砍歪了。见此，张晨当即大喝：睁开眼睛啊，别砍歪了！郑浩也在这时来到张晨身后，为刚才对张晨的怀疑进行道歉。而张晨则表示：我这样做只是让你可以更好的为我效力，真正在梦魇的只有你一人而已。随后张晨从空间取出一些种子交给郑浩，让他带着营地的人寻找合适的土壤种植。就在这时，系统告诉张晨宝箱刷新的时间已经来到顶峰，让他赶紧去寻找收集。在系统的催促下，张晨把自己的唐刀送给郑浩后，一溜烟的就飞速离开了。待张晨离去后，郑浩打量起手中的唐刀，可世界频道的一则消息却引起了他的注意。画面一转，之前躲在石头后面偷看张晨的那名女子正大肆向旁人宣扬张晨是上天派来拯救他们的真神，可周围的人却像看傻子一样把他推到了地上，滚滚滚！像你这种疯婆子我见多了，装神弄鬼不就是想添物资吗？可粉发女子依旧坚持她的说法，忍无可忍的小黑子一把抓住她的马尾，把她提了起来。听好了，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只有杀戮和生存，怀抱希望才是最大的绝望。可粉饭女子仍然不死心。就在这时，天空中出现张晨与尸潮对抗的画面，众人见状纷纷抬头望向空中，顿时感到尤为震惊。这人到底是谁？真是太强了！难道真的如他所说那般，是上天派来拯救他们的神明？而粉饭女子早已跪地对张晨膜拜。见此，众人欲要纷纷效仿，可小黑子却大声呵斥道：拜什么拜，都给老子通通起来，这只是一段不知真假的录像而已。然而他话音刚落，郑浩带着真玉不知不觉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这段录像当然是真的，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神，否则你见过那个人类有这样逆天的实力？小黑子见状当即怒喝：你又是哪根葱？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郑浩唰的一下来到他面前：我自然是神的使者，真神让我给你们带来了可以在末世生长的种子，这便是我们重启文明的开端。当众人接过种子，其中不乏前世是农民的人，一眼就看出了这些种子真的可以在末世种植。正当他们还在感到高兴时，下一瞬，郑浩手握唐刀，周身散发出阵阵蓝色能量波动。来吧，在这比真神之刃面前，宣誓你们是否愿意忠于真神？众人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跪地对其膜拜：我们愿成为真神的忠诚信徒，请真神保佑我们。而一旁的小黑子也不得不跟着跪了下去。看着眼前众人的反应，郑浩对此十分满意。携带能量和病毒的陨石，长相酷似小溪的女子，渡鸦实验室的秘密，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了最后的真相。此时，粉发女正虔诚朝郑浩膜拜诉求：使者，我叫李冰玉，求你带我去见真神，我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郑浩被他这一举动弄得不知所措，只好无奈看向一旁的真玉。随后他咳了咳嗓子：李冰玉是吧？你见到真神要如何奉献自己呢？面对郑浩的询问，李冰玉扯开胸口的衣脸，露出那粉红的山沟，一脸痴狂的回答：当然是肉体和灵魂，
我身上的每一个器官，只要真神愿意，我的一切都可以是真神的祭品。闻言，郑浩一把抓起他的手臂，当场大声呵斥道：“你真是够了！你把真神当成什么？真神不是邪神，他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和性命。你作为他的传道者，应该为他树立起完美的形象，而不是诋毁染黑他，懂吗？”李冰玉点了点头，懂吗？既然懂了，那就去做吧，让我看到千万、亿万的信徒匍匐在真神的面前。郑浩一脸阴森朝他说道，而李冰玉依旧是一脸病娇的样子，失笑回答：“是。”待李冰玉离开后，真玉不解地问道：“浩哥，你知道张晨他不是真神？”面对真玉的询问，郑浩转过头诡异：“你说的对，但现在这个世界需要一个神，一个能站在我们这边的神。人类必须团结才能对抗丧尸，可走到现在，我们看见最多的却是恐惧。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声音，让所有人凝聚到一起，而这个声音就是信仰。我们要建立起最强大的幸存者营地，在这片废土上建立起一座全新的人类王朝。”此时的郑浩显得有些癫狂，画面一转，此时独自寻找宝箱的张晨不由得打了一个喷嚏，心想该不会是小西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打开宝箱后，不仅得到了大量物资，还得到了一个电脑维修天赋。可张晨却一脸嫌弃，还2级宝箱吗？也就能量结晶勉强够开，下面直接开3级宝箱好了。不过吐槽归吐槽，系统告诉他，学习电脑维修天赋可以获得渡鸦实验室电脑中的秘密。随后张晨按照系统的提示学习了电脑维修天赋，在电脑维修天赋的辅助下，张晨只用了2分半就修好了。画面里，一个长相酷似小西的女子正介绍自己，女子名叫徐瑞娜，是渡鸦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这是她第101次际遇。在2012年5月21日，毕克带着未知能量的陨石撞击到了水蓝星城，通过研究，他们在陨石碎片上发现陨石的能量居然可以被生物直接吸收，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除了碳水化合物以外唯一一种可以被生物直接利用的鱼。人类的发展有了新的进展。2012年7月10日，振奋人心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一观察室出现生化泄漏，那时候的他们还没意识，噩梦已经开始了。陨石上不仅有未知的能量，更携带被陨石能量感染的变异病毒，生命体一旦感染，大多数人会因无法负荷能量而死亡，幸存者则会变得嗜血、狂暴、同类相食，失去一切现有的生物特征。2012年8月12日，面对大规模的病毒肆意，提出群体免疫已经很蠢，他们居然对陨石进行核攻击，妄图用能量消灭能量。恒祥国第一时间建立起高墙，保住了人类的最后进度，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人类的进化。2012年9月12日，通过解剖变异生物发现能量晶体，但人类的进化完全追不上变异生物的速度。新一轮生物圈大洗牌开始，我要时代没落。2012年11月7日，体质药剂诞生，但目前只有高级体质药剂不稳定。最后徐瑞娜告诉张晨，请务必找到7号休眠舱，那里是人类最后的希望。说完，电脑画面戛然而止，系统提示张晨，7号休眠舱位于山南市中心医院地下7层。以为他开启地图，看着面前的地图，张晨心中暗自思考，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毁掉陨石，或许就可以终结末世，那最后的希望又是什么呢？看来无论如何都要走一趟了。而且小西和徐瑞奈长得那么像，我有郁闷，他们之间一定有着某些联系。在得知了渡鸦实验室的秘密后，前去南山市的路上，为了稳妥起见，张晨来到丧尸聚集地猎杀丧尸升级。只见张晨发动金河共振，借助金河共振带来的能量爆发，仅仅只是一刀，便将巨坦丧尸砍成了2半。这千古刀可以啊，居然能直接劈死了巨坦丧尸，比那把唐刀可强太多了。解决掉巨坦丧尸后，张晨也晋升成了高级觉醒者初期1阶段，获得了能量基因各1点天赋点，脱胎换骨被动触发，自身属性被强化2倍。在击杀高级感染者后，会一定概率爆出巨能金河，新的天赋树已经开启。看着眼前的系统光幕，张晨思考再三后，把天赋点加在了能量萃取、灵魂燃烧、闪瞬以及拓荒者上。隐藏提示系统告诉张晨，前方废弃商城检测到被遗漏的3级宝箱，以及一支被标记为丧心病狂的幸存者阵营。丧心病狂，张晨对这个阵营没有一点印象。就在这时，身后传来赵希月和小西的声音：“姨，你们怎么来了？我们见你家也没回，又突然说要去南山，心想你肯定去做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放心你就跟了过来。”见此，张晨心中感到一丝温暖，这样也好，徐瑞娜的事或许跟小西有关，他们要跟就跟吧。随后在张晨的同意下，他们一起出发前往南山市。而在另一边，2名男子拖着1名衣衫褴褛、浑身是伤痕的女子向前方楼顶边缘走去。此时的女子被针缝住了嘴巴，眼泪不停地往外流淌，愣是一声求饶也发不出。待他们来到楼顶边缘后，其中1名男子抓住她的脚踝把她提了起来。临死之前，他指着嘴巴，用尽最后一口力气发出一句：“你们不得好死。”下一瞬，女子便被他们无情扔下了楼，紧接着她便被楼下的丧尸疯狂啃食。可正当那2名人渣要转身离去时，却被吓了一跳。只见1名浑身发抖的西装男子手拿匕首欲要为刚才那名女子报仇，然而那2名人渣却丝毫没把他放在眼里，不想死的就滚蛋，他都被我们玩烂，喂给丧尸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西装男闻言，手持匕首气冲冲的就冲了上去。混蛋，我要杀了你！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那两个人渣和他们的仆武反被西装男子给追杀。不好，他追上来了！话音刚落，还没西装男子给逮到，只听哭哧一声，匕首瞬间插入了他的眼睛。他的同伙见状，被吓得赶忙加快速度逃跑。与此同时，张晨他们也来到了这附近。赵希月指着前方，快看陈哥，那边商场门口怎么聚集了一堆丧尸？护管的，目的地在那里，咱们先开路。张晨随手一挥刀就解决掉了前方的丧尸，而小希却好像发现了什么，老大快过来！这个被吃掉的女子嘴巴怎么被缝起来了？张晨猜测，八成是为了阻止她发出声音才缝上的吧。正当赵希月还在为他感到残忍时，前方大门跑过来一个男子，不停地喊着救命。而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刚才的人渣。此时的他来到张晨面前，声称后面有个人为了升级，正在四处乱杀人。张晨闻言察觉到一丝不对劲，赵希月上前安慰道：“冷静点，我们会帮你的。”还没等人渣感谢完赵希月，下一瞬，张晨眼神凌冽，出手一刀便结果了他。赵希月见此，陈哥你为什么杀了他？他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张晨解释道：“希月不要被他的可怜审骗，你翻一下他的口袋。”果然在张晨的提醒下，赵希月在他口袋找到了一副针线。见此，赵希月感到十分抱歉，不过张晨也并没有责怪他。随后他们朝商城走去，而货架后面，西装男子正躲在此。那个人太强了，就连我也看不出他的等级。那只有一种可能，他是一名高级觉醒者。他没有理会我，是没发现我，还是故意放我一马？张晨偶遇末世地下商人，不管是漂亮的女人，还是安全舒服的环境，以及干净的食物，只要你有足够的金盒，他都可以为你提供。就在刚刚，张晨按照隐藏系统的提示，很快就找到了商城下面的3级宝箱。开启宝箱后，除了一些常见的物品外，还得到了最重要的地图碎片。不错，又找到了3块全科技蓝图碎片，核心转换器以后也会有大用处。张晨对这个宝箱十分满意。除此之外，张晨还学习了新的技能，初级窥视之眼。窥视之眼可分辨6级以下储存戒指的等级，并且能看清3级以下储存戒指内的物品。对于分辨的意思，张晨不是很理解。于是张晨把目光移向小希，只见此刻的小希在张晨眼中，外面的衣服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套十分可爱的贴身衣物，周围显现出他储存戒指里的物品。而赵希月同样如此，见张晨眼神似乎有些不对劲，赵希月出声道：“陈哥你怎么了？”闻言张晨赶忙回过神来，关闭掉窥视之眼。没什么，这是刚得到的跑车钥匙，我们差不多该启程了。二胖你回别墅去看家。听到自己要回去看家，二胖一个飞扑扑到张晨脸上表示抗议。无论张晨怎么画饼，二胖都坚持不愿，最后还得是靠赵希月，二胖才愿意乖乖回去看家。这给张晨气得脸都黑了。画面一转，张晨驾驶着跑车在马路上急速飞驰，可坐在后面的赵希月却感觉天空似乎有些不对劲。咦，刚刚那边有乌云吗？随后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张晨。与此同时，张晨也得到了隐藏系统的提示，这是被污染的云层，会腐蚀一切物品，就连幸存者也无法幸免，请加速行驶撤离。见此，张晨立马把车速调到最大档，一脚油门踩了下去。小希被这突如其来的加速吓得，老大说好的不飙车呢？将何事？此时雨已经下得越来越大，见前方有一个地下车库，张晨只能先开进去避雨，可里面居然有人。随后在众人的震惊下，张晨一个帅气漂移停车，呼总算躲过去了。你们没事吧？张晨关切地询问。看跑车的损坏情况，这与腐蚀性够强的。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张晨的思绪。只见一个小胡子带着一群小弟来到张晨面前。朋友，请问你们住店吗？画面一转，在小胡子的带领下，张晨他们来到了小胡子的艾萨克旅店，而小胡子本人就叫艾萨克。他后面的这位大胡子是他的弟弟巴泽尔。随后在小胡子的介绍下，张晨得知这里的地理位置绝佳，除了强悍的武器力量、充足的弹药之外，大胡子巴泽尔更是初级觉醒者2阶，有着和张晨一样的技能，巨能打击。在这里还存在一些末世规则，只要你有足够多的金盒，不管是漂亮的女人，还是安全舒服的环境和干净的食物，甚至武器，他都可以提供出去。随后小胡子伸出手来看向张晨，外面这么大的雨，你们已经是无处可去了。避难每人1金盒，睡沙床每人2金盒，独立房间的话10金盒起步。如果没金盒的话，我也可以提供工作机会，尤其是这2位小姐，一定能赚得不少。说完，赵希月和小希眼神顿时变得阴沉，小希欲要丧尸化。张晨见状，赶忙上前拦住他们，紧接着拿出一袋100金盒扔了过去。你们小店就是这么待客的吗？安不安全不说，服务态度可有待加强吗？小胡子接过金盒，赶忙进行道歉，随后一脸谄媚，让人领着张晨他们前往豪华套房。待张晨他们离开后，小胡子掂量手中的金盒，询问大胡子张晨是什么实力，而大胡子则表示，以他的洞察之眼都看不出来，加上他认为不可能存在高出他3个等级的人，所以张晨一定是个弱鸡，要不要吃掉这块肥肉？闻言，小胡子则是告诫他不要试图打破这里的规则。而在他们身后，一个人正鬼鬼祟祟躲在角落，偷听他们的对话。真是蠢货呀，到嘴的肥肉居然放过不吃。没想到在这末世之下，居然还存在如此豪华的房间，
就连平时住惯了别墅的张晨他们，也被房间的布置给深深吸引住了。一旁的服务生出声介绍，这里是规格最高的房间，也是安全系数最高的。小西将信将疑，你可别骗我们。而张晨却是心想，这里的房间没有窗户，说明附近经常下能量雨，也就是说离陨石越近，周围环境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可就在这时，如无声的一句话引起了张晨的注意，这是梦幻菇包子，吸上一口保证你快乐上天，要不要试试哥哥请？见状，张晨一把抓住服务生的手臂，大声怒骂道，吸你奶奶个锤子啊，没事就快给滚蛋。小西见张晨怒气冲冲的样子，小心翼翼询问道，老大你干嘛如此生气？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张晨没好气地戳了戳小西脑袋瓜，大人的事情以后少打听，记住不要再拿陌生人的东西，快点进去。还没等张晨把话说完，小西就立马跑进了房间。而就在这时，张晨耳畔响起一道声音，孩子保护得太好也不是好事，很多人都知道那梦幻菇包子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好，我是泡菜国的朴长乐。可当张晨和朴长乐握手之际，又有一道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一名护士小姐姐和一名红衣小姑娘正被几个大汉团团围住。护士小姐姐泪流满面诉说，他们是好不容易才逃到这里，恳请各位能救救他们，她可以什么都愿意做。然而她的话音刚落，就被一只大手给扯住了衣领，让我们救女，总得先言验货吧。可就当大胡子欲要进行下一步时，红衣小姑娘猛地一口咬住了大胡子的手臂，借给大胡子疼的，反手就是一巴掌扇飞了红衣小姑娘。护士小姐姐见红衣小姑娘被扇飞，着急地爬了过去，米秀，米秀！反观大胡子被气的旋即解开了身上的裤腰带，紧接着一把扯烂了护士小姐姐胸口处的布料。护士小姐姐害怕地抓住小胡子的手，店长求求你救救我。小胡子摊了摊手表示，只要你现在能拿出4金盒来，一切都好办。话音刚落，就有4枚金盒落到了他手上。原来朴先生喜欢这款啊，可这位小姐未必会愿意跟你。听到小胡子这样说，护士小姐姐赶忙出声，生怕朴长乐下一秒反悔。我愿意，只要不是那个大胡子就行。而一旁的大胡子闻言，欲要接着动手，臭娘们你敢看不起我？朴长乐见状，给了大胡子一个警告的眼神，随后扶起护士小姐姐往房间走去，要和她进行一场深入浅出的探讨。途中把敏秀交给张晨，让他帮忙看一下。待朴长乐他们进去后，赵希月对此有些愤愤不平。就在这时，房间中传出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吓得赵希月和张晨赶忙捂住小希和敏秀的耳朵。然而时间不到2分半，房间门就打开了，只见护士小姐姐脸颊微红的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张晨红着脸震惊道，我靠，2分半不到这就完事了，泡菜国男人的腰子是真的虚啊。拥有赵希月陪伴的张晨还不曾变成真男人的他，只因嫉妒3秒真男人的朴长乐居然对他大打出手。刚朴长乐气愤的一脚踹开房门，你究竟给秀敏吃了什么？张晨他们被朴长乐这话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看着秀敏痛苦的样子，赵希月赶忙上前查看，确定了秀敏的确是中毒了。此时护士小姐捂着脸哭诉，秀敏有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她只在张晨他们这里吃过东西。小希闻言，拿起一瓶喝过的纯净水说道，撒谎，你们明明喝了水。面对小希的质问，护士小姐赶忙解释，那瓶水没有问题，我和秀敏都喝了。听此，小胡子也趁机勒索张晨，迪兰是没有用的，你们的行为损坏了本店的声誉，赶紧赔钱。此刻的张晨顿时豁然开朗，我就说这2人怎么也跟来了，原来是跟着玩仙人跳啊。而就在这时，朴长乐拿出一瓶抗生素，声称只要护士小姐把自己卖给他，就可以不用支付抗生素的费用，还承诺会真心照顾他的。见此，张晨开启窥视之眼，隐藏系统也在此时告诉张晨，那是一瓶掺杂梦幻菇包子的劣质维生素，此人靠诱骗少女、贩卖小饰品赚取金盒生计，目前受骗人数126人。看来这朴长乐也不是什么好人。不过令张晨没想到的是，他储存戒指里居然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当张晨还在思考要怎么把他的直升飞机弄到手时，大脖子突然一把抓住张晨的衣领，臭小子在想什么呢？赶紧赔钱，否则我就弄死你。张晨不愿把事闹得太大，只好假装同意赔钱。下一瞬，只见张晨一把搂住朴长乐，朴先生，我会负责这件事的，等下店主索赔时，你可要替我说说好话。随后张晨向朴长乐承诺，拿出高于市价 30% 的价格，收购他的所有物资作为赔偿。听到高于 30% 的价格，朴长乐毫不犹豫立马摘下戒指，可心里却打着另外的算盘，待拿到金盒生计后，再把张晨和小胡子他们干掉，届时所有东西都将会是他的。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张晨这波早已处在大气层，只因张晨觉得一巴掌拍死他都没意思，让朴长乐变得强一些才有趣。朴长乐拿过金盒后，就开始迫不及待的吸收。张晨对此并不在意，而是取出1粒抗生素交给护士小姐，还告诉了她，朴长乐刚才给他的并不是抗生素，而是梦幻菇包子。而在另一旁的小胡子正悄悄地吩咐大胡子，等一下找机会干掉朴长乐。可大胡子却说，哥你不是说不能破坏旅店的规矩吗？闻言，小胡子立马给了他一个大逼兜。与此同时，朴长乐也在这时升级到了觉醒者初期2级。小胡子见状，当即让大胡子上去解决掉他。等到大胡子的拳头快要落到他身上时，意想不到的是，朴长乐如同幽灵般瞬间消失不见，见鬼了！他是瞬移离开了，
还是隐身了。无奈之下，大胡子只能强忍着恐惧，向四周不断挥拳。下一刻，朴长乐突然出现在他后背，一刀刺穿了他的腹部。小胡子见状，立马跑上前扶住大胡子。可就当朴长乐要接着对小胡子出手时，关键时刻，张晨一把抓住了朴长乐的手臂。你能看见我？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便被张晨一击击飞，死死地嵌入墙壁。以你居然扮猪吃老！张晨晃了晃手表示，第一你实在是太欠揍，第二我一直是老虎，只是你这只猪看不出来而已，第三我真好奇你这呆瓜能有多抗揍。扮猪吃老虎的张晨只用了一拳就把朴长乐做成了猪头。面对朴长乐的不停求饶，张晨不为所动，一拳接一拳打在他脸上。情急之下，朴长乐放出狠话，我是 F13 的成员，识相的话就快松开我，否则我们组织不会放过你的。闻言，张晨一把揪起他， F13 是那个小可爱组织，虽然没听说过，但你们泡菜国可真懂取名字。 F13 组织是由末世13个人组成的团体，我今天要是死了，组织的人会源源不断的找你复仇。朴长乐试图唬住张晨，下一秒，张晨快要落下的手悬在了半空。见张晨一动不动，朴长乐开口嘲讽道，怕了吧？怕了就赶紧松手。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张晨心里却是在想，真的是太好了，杀了他就会又有13个小可爱送上门，这可比杀丧尸升级来得快。趁着张晨还在愣神之际，朴长乐一把挣脱束缚，疯狂向外逃窜。为了防止张晨追过来，他用大量梦幻菇孢子作为条件，命令小卡拉咪上去围剿拦截张晨。下一瞬，小卡拉咪发了疯似的冲向张晨。面对小卡拉咪的围攻，张晨取出千骨刀，嘿嘿一笑，对付这群人就应该用打丧尸的方法来打，你们照顾好自己。言罢，张晨闪身上前就是一刀挥了过去，紧接着一拳轰在一个小卡拉咪身上。见这么多人都奈何不了张晨，朴长乐大骂一声，全都是废物。就当他要趁乱隐身逃走时，张晨一眼识破了他的诡计，到手的韭菜还想跑，给我去死吧！解决掉朴长乐后，见主事人都死了，那些小卡拉咪顿时都萌生了退意。而张晨在朴长乐的戒指中发现了一种迷惑之谷的东西，也不知道以后的用途大不大。在另一边，大胡子在小胡子的照料下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而张晨也在此时来到了他们这里。说吧，朴长乐已经被我杀了，你们想怎样继续活下去？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刚刚有人说我恶意投毒来着。张晨擦了擦手中的千骨刀，下一瞬，千骨刀突然指向他们，可我怎么想不起来我是怎么投毒了呢？你们帮我回忆回忆。张晨冷冷地说道。见张晨要对他们起杀心，小胡子慌忙狡辩，误会误果，我们也是被朴长乐骗了。哦，是吗？我这是从朴长乐手里买的纯净水，你喝一喝我就信你。张晨拿起水就要往小胡子嘴里灌，见谎言最终瞒不住了，小胡子只好老实交代了他们和朴长乐的犯罪过程，那小姑娘就是喝了朴长乐的污水才中毒的。随后张晨看向护士小姐姐，听到了没？以后可别再随随便便相信人。紧接着张晨撇过头，让小胡子赔偿他的精神损失费，小胡子只好乖乖照做。而在清点物资时，张晨发现里面居然有他要找的冰凌花。面对张晨的友好询问，小胡子表示这是以前一位客人拿来抵房费的，需要的话可以帮张晨弄来。闻言，张晨伸出3根手指，3天后看不见冰凌花，就用你的脑花抵押，还有好好安顿好护士小姐姐他们。说完，张晨回去叫上赵希月和小希他们，继续启程出发前往山南市。路上，赵希月告诉张晨，他让护士小姐姐他们去了他哥哥的南方幸存者基地，还把身上所有物资都给了他，会不会觉得他这样做很圣母？张晨表示，善良和圣母不一样，他们那么努力的想要活下去，不能总是看不见希望吧。生气了，生气了，张晨这次真的生气了。就在刚刚安顿好护士小姐姐和敏秀后，张晨来到一块空旷的草坪，从空间戒指中取出直升飞机，看着眼前的飞机，小希两眼顿时发光，老大这飞机真是太酷啦。不过在出发之前，张晨需要学习通用驾驶技能。就当他们要上飞机时，背后有一道声音叫住了他们，小叔叔，你们等一下。听到被叫叔叔，张晨顿时就不乐意了，可谁让敏秀她还只是个孩子嘛。张晨只好不跟他一般见识，打量着敏秀送来的卡片，张晨顿时被他的笑博给震惊到了。初级幸运卡片，使用后正在进行的概率性事件必定会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对采集丧尸掉落开物资箱无效，持续时间10分钟。虽然张晨此时很想收下它，但他还是再次向他们确定，比起我来，你们不是更需要这个？面对张晨的询问，护士小姐姐微微一笑，实在是拿不出别的东西感谢你们，只希望这个能帮得到你们。张晨不再推辞，把卡片收了起来，知道我会善用它的。而在离别之际，敏秀害羞地告诉张晨，他也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他，当他低下头一遍。可当张晨低下头时，敏秀突然一把抱住张晨的脑袋，给他来了一个准子。见此，身后的赵希月和小希瞬间不淡定了，而护士小姐姐见状，也是赶忙拽回敏秀。可敏秀却接着对张晨说，她长大后要嫁给张晨，给他生一大堆小猴子。闻言，张晨顿时黑了脸，小孩子一天到晚不学好，在瞎想什么呢？以后可不要再说胡话。随后张晨便挥手告别了他们，看着飞离的直升飞机，就当他们要回去时，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一个人，而此人正是之前的那名西装男子。怎么会这样？
他们连直升飞机都有，这还让我怎么追啊？画面一转，此刻的张晨他们已经飞到山南市的中心医院，下面有许多丧尸正注视着他们。看着下方的丧尸，张晨叮嘱赵希月和小希下去时要小心下方的丧尸，可赵希月和小希却一脸阴阳怪气在调侃：陈哥对女人这么贴心，真是个好男人呢。听此，张晨回头立马说道：敏秀还只是个孩子，你们不要无理取闹好吗？可他们还是依旧不听张晨辩解。你居然说我们无理取闹，这可是典型的渣男语录。而张晨也不再多说些什么，操作飞机安稳降落。飞机落地的一瞬间，张晨就释放出金河共振开路，随后他飞快地跳出驾驶室，把心中的不满全都发泄在了丧尸身上。丧尸是吧？就让我这个好男人陪你们玩个痛快。而在后方火力支援的两人也被张晨这拼命的姿态给吓到。赵希月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说的有些过分，接下来在张晨的带领下，他们很快就把周边的丧尸都清理干净。可就在这时，小希似乎感觉有一丝不对劲，他好像记得还有一只大家伙没解决，可张晨却并没有发现小希所说的大家伙。随后小希指了指前方的大厦，就在那边。话音刚落，周围突然震动起，张晨大惊失色，这声音难不成伴随着一声怒吼，一只巨坦丧尸破开大厦而出。看着前方的巨坦丧尸，张晨不禁疑惑，果然是巨坦。不过小希是怎么知道的？尘封已久的研究科室，遍地扭曲诡异的怪物尸体，究竟是遇到了什么，向张晨感到如此惊讶？就在刚才，巨坦丧尸再度出现，张晨手持千古刀纵身一跃，刹那间就已然出现在巨坦丧尸脑门。下一瞬，只听咔嚓一声巨响，仅仅只是一刀，巨坦丧尸便被张晨砍成了两半。伴随着巨坦丧尸的倒下，张晨也总算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赵希月突然喊道：陈哥不好了！小希他……闻言，张晨急忙赶了回来。此刻的小希脑袋感到异常疼痛，张晨上前扶住小希询问：小希你现在头疼，跟你知道那里会出现巨坦丧尸有关吗？小希摇了摇头回答：我不清楚，但我就是知道那里会有危险。听此，张晨更加坚定了，小希与徐瑞娜的外表那么像，看来真的不是巧合，这里的秘密或许比他想象的还要大。随后在系统的提示下，张晨他们来到医院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张晨在门口布置了4枚自动警戒哨塔。可出乎意料的是，医院里面只有遍地的尸体，却没看到一只丧尸的身影。就当张晨还在纳闷时，隐藏提示系统告诉他，大楼里面有5只匍匐者，1只毒虫孕育者，他们对张晨构不成任何威胁。可当他们越深入里面，周围的尸体就越不对劲。一开始是已经干化的人类，然后是半人半尸，还有没见过的怪物，他们扭曲诡异的模样，跟那个嗑了药的小日子倒是有些像，难不成是药物刺激下的半成品产物？张晨低头暗自思索，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小日子药剂研究的源头就是这里了。进入到研究科室后，为了能更快找到7号休眠舱的入口位置，张晨他们打算分头寻找。然而小希却指向一边，让张晨跟他来。张晨对此感到有些疑惑，小希你怎么对这里那么熟悉？是不是以前来过这里？小希回答道，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可我就是知道休眠舱的位置，这边应该好像有部电梯。然而当电梯打开门时，张晨他们被里面的东西吓得汗毛直立。只见一只身穿科研服装的痛哭者正蹲在电梯里面痛哭吼叫。见状，张晨他们赶忙后撤。可令张晨感到纳闷的是，隐藏提示系统为什么没有提示里面有痛哭者？一想到有可能是狗系统爽了他，张晨顿时就觉得十分气愤，举起千古刀就要上前解决掉痛哭者。可一旁的小希似乎心有所感，急忙一个飞扑拦下了张晨。老大刀下留尸，他是人，他是人！闻言，还没来得及发火的张晨脸色顿时就转变为了震惊。看着躲在墙角瑟瑟发抖的痛哭者，张晨有些难以置信。他是人，但他这个模样……小希揉了揉脑袋解释道：怎么说呢？他拥有丧尸的模样，但他还保留人类的意识。听到这，张晨瞬间就明白了刚才系统为什么没有提示危险。随后张晨上前一把抓起他的衣领，警告道：给我老实点，否则我就弄死你。然而张晨这一举动却误打误撞，把他胸前的身份牌暴露了出来。你居然是徐瑞娜！张晨感到有些难以置信，没想到徐瑞娜居然变成了痛哭者。张晨心中猜测，他应该是用自己做实验了。可他实验的目的和动机又是什么？为什么他还保留人类的意志？保留的意志又有多少？过了2分半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地下最底层，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停车场，并没有看到休眠舱。难道小希的记忆是错的？小希表示，他感觉就是这里了。正当他们还在为找不见休眠舱发愁时，身后传来一阵阵金属的抓挠声。只见徐瑞娜不断的抓挠电梯地面。见此，小希想起了休眠舱好像就在电梯下面。随后张晨让他们躲好。下一瞬，只听轰的一声，电梯地面被张晨一刀破开，隐藏在电梯下面的楼道也随之露了出来。完了，完了！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小希变得如此狰狞可怕？就在刚才，张晨总算找到了隐藏在地下的入口。地道下面漆黑无比，张晨取出手电筒，顺着楼道小心翼翼地走在前头。你们都小心点，不要着急。过了2分半后，他们终于是走到了楼道的尽头。只见大门上方的门牌赫然写着4056实验室，看来就是这里了。可这漫天灰尘的灯的开关在哪？寻找片刻，张晨率先找到了开关的位置。
灯光一开，映入眼帘的便是几个插着导管的罐子，其中最醒目的是那个写着7的7号休眠舱。看来这里的确就是徐瑞娜的实验地，没跑了。可就在这时，徐瑞娜来到一处办公桌，正发了疯似的在翻找着什么东西。张晨见状，立即大声呵斥：“徐瑞娜，你在搞什么鬼？”听到张晨的声音，他手中举起一沓资料，示意张晨过来。见此，张晨心领神会，立马上前拿过他手中的资料：“这是特意找出来给我看的吗？”徐瑞内点了点头，打量着手上的资料。张晨心中暗想，看来徐瑞娜的意识相对清楚，只是没办法控制身体像人类一样行动。而资料上记载的内容是一个叫莫林写的实验记录，上面记载着生物能量和微生物结合失败的实验。可当张晨看到最后一页时，他本已经十分接近的谜团又离他更加远了。永恒奥秘，真让人一头雾水啊！张晨看着手上的资料，不由得感叹道。就在这时，赵希月突然打断了张晨的思绪：“陈哥，快过来看，这个休眠舱里面什么都没有，舱体好像很久以前就坏掉了。”闻言，张晨咻的一下来到赵希月身旁，看着空空如也的休眠舱，犹如蟒蛇缠绕般的窒息感瞬间萦绕在他的心头。是我们来晚了，还是徐瑞娜本身就判断错误了？难道说人类已经没有希望了吗？正当张晨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一声尖叫声响起，突然吓了他们一跳。只见此刻小希捂着脑袋，一脸痛苦的不断发出吼叫，周身散发出灰白色的光辉。下一瞬，他原本橘黄色的头发瞬间变成了银白色，就连瞳孔也成了白色，面部有些许血管暴起，看上去显得十分狰狞可怕。见状，张晨和赵希月立马跑了过去。小希，你怎么了？张晨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命危机，眼看就要命丧于小希手中。就在刚刚，此刻的小希周身散发出阵阵恐怖气息，隐藏提示系统告诉张晨，小希就是7号休眠舱觉醒的实验体，现阶段已触发原始状态。赵希月试图通过呼喊唤醒小希，可小希却并没有理会他，而是左顾右盼，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张晨告诉赵希月，小希其实就是7号休眠舱的实验体。闻言，赵希月顿时面露震惊之色。紧接着，隐藏系统再次提示张晨，小希是 X 型的生化人，拥有一个新生代被动技能，无需基因强化图纸，就可对基因进行自动优化。看到系统如此介绍小希这个技能，如果小希真的失去理智对张晨进行攻击，他都没有完全把握能够压制住小希。下一刻，小希猛然冲向张晨，欲要对张晨进行攻击。可出乎意料的是，小希却一脚踢向了另一旁的徐瑞娜。徐瑞娜躲闪不及，被重重的踢在了墙上，只剩下 19% 的生命值。而小希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旋即凝聚出一把绿色刀刃，纵身一跃劈向徐瑞娜。好在徐瑞娜及时反应躲了过去。看着眼前的战斗画面，张晨也是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只靠物理攻击就对3型丧尸的徐瑞娜造成了 11% 的伤害，这也太夸张了吧。可就当小希要一击结果徐瑞娜时，张晨一个顺闪过去，及时出手挡住了他的攻击。紧接着，张晨一把抓住小希，试图唤醒小希的人性，然而小希却反手挣脱开来，看样子这是杀疯了，六亲不认的节奏，凡是个能动弹的他都攻击。就在这时，张晨突然觉察到身后的徐瑞娜似乎有些不对劲，下一瞬，徐瑞娜突然仰天大吼，吼叫声犹如地震般迅速扩散开。而在与张晨交手的小希也是第一时间绕过张晨，再度向徐瑞娜出手。在得知了徐瑞娜已经失去人类理智，转化为痛哭者，并正在召唤丧尸群后，张晨也是顿时感到头大，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为了保住徐瑞娜，他还是不得不顺闪过去帮忙。可小希的力量实在是太强了，一击就干碎了他的能量屏障，只能尽量拖延，让徐瑞娜躲好。临时还不忘命令徐瑞娜不准离开研究室，乖乖躲好恢复正常。与此同时，赵希月正马不停蹄地找寻着解决小希狂暴状态的资料。陈哥坚持住，如果小希是实验体，这里一定会有克制他的方法。闻言，张晨扭头回应，那你快点找，我坚持不了多久的。过了2分半后，功夫不负有心人，赵希月终于找到了资料。可当他满心欢喜翻阅查询，就是这个，若是生化体出现暴力倾向的话，意想不到的是，记载解决方法的那一页被烧毁了。什么被烧毁了？张晨难以置信。趁张晨还在愣神之际，一颗由无数绿色电流汇聚而成的能量球出现在小希手中。下一瞬，能量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在了张晨胸口，能量屏障顿时被轰得支离破碎，张晨也倒飞了出去。别看小希长得娇小可爱，平时总是拖张晨后腿，可发起疯来，就连身为高阶觉醒者的张晨也不是他的对手。就在刚才，张晨被小希偷袭击中，犹如炮弹发射般，携带着滚滚烟浪倒飞出去，一口老血顿时从他口中咳出。还不等张晨反应过来，刹那间，小希就已然闪身到了张晨眼前。小耗子，你真的下死手啊！正当张晨感到绝望之际，就在这时，赵希月突然出现，猛然冲向小希，一把将他搂在怀中。小希，你快醒醒，我们是家人嘛，不可以对家人大打出手。话音刚落，不知是不是赵希月的话起到了作用，让小希陷入了短暂的呆滞之中。张晨见状，立马取出之前得到的驱虫药剂，好机会就是现在。紧接着，张晨强行撬开小希的嘴巴，一股脑的将驱虫药剂灌了下去。下一瞬，小希周身散发出一阵刺眼的白光。过了2分半后，
小溪原本那白色的瞳孔逐渐恢复成了红色，头发也跟着变了回来。见此，赵希月顿时喜笑颜开，真的是太好了，小溪恢复正常了。可张晨却告诉赵希月，这只是暂时的，趋同药剂只能短暂压制住它，等药效一过，小溪又会变回狂暴状态。不过要是有大量趋同药剂，或许可以完全压制住。话音刚落，实验室突然不停晃动，伴随的还有丧尸的吼叫，听着声音好像是尸潮。随后张晨嘱咐好赵希月照顾好小溪，自己先去外面看看。果然，此时的医院外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丧尸。好在之前张晨在门口布置了自动警戒哨塔，丧尸才没有攻进来。而张晨正蹲在一处高楼上俯视着下方，自动警戒哨塔坚持不了多久，后面还有可能会有高阶丧尸赶来，不如将计就计，玩个大的。随后张晨从戒指中拿出了一颗巨大的烟花，下一秒，烟花被点燃在空中绽放，巨大的响声震耳欲聋，响彻天地。不出所料，半个城市的丧尸通通都朝张晨所在的高楼围了过来。见此，张晨燃烧灵魂，将自身实力提升到1档，手中的千骨刀被一团幽蓝色的火焰覆盖，就连空间都有了消融的迹象。紧接着他没有丝毫犹豫，纵身一跳，更是将实力提升到了2档。当他落地的一瞬间，幽蓝的火焰携带的滚滚热浪，以他为中心向四周爆发席卷，所到之处寸石不生。就在这时，与张晨料想的一样，巨坦丧尸和匍匐者也紧跟着出现。见此，张晨毫不客气，就是一发金河共振打了过去。巨坦丧尸瞬间被洞穿，残留的能量不断撕裂着他的身体，而张晨也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把他砍成了4分5裂。在解决掉巨坦丧尸后，周围的丧尸开始急速朝张晨这儿袭来。对此，张晨并没有将他们放在心上，而是纠结要不要将灵魂燃烧开到3档。3档的灵魂燃烧每秒消耗4枚金河，所有的消耗翻4倍，实力翻2倍，一般会用于关键时刻保命或者击杀残血的高级怪物。但对于张晨这种氪金玩家来说，就根本不缺金河。旋即张晨将灵魂燃烧开到3档，加持到金河共振上，刹那间，一股恐怖的威压从他周身迸发开来。画面一转，来到赵希月这边，此刻的他正扶着小溪寻找安全位置。可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冒出了6只匍匐者来。赵希月见状，不慌不忙将小溪放好，随后从戒指中取出一架比他人还要大的加特林。来呀，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伤到小溪的。躲藏在医院中的5只匍匐者和1只毒虫孕育者出现，这一次没有张晨在身边的赵希月又能否击败他们？只见其中2只匍匐者张开血盆大口，朝赵希月袭来。见状，赵希月立马启动加特林，对着他们就是一顿扑突。还没等他们靠近，就已经被射成了筛子。可糟糕的是，在解决掉这2只匍匐者后，赵希月的弹药也消耗完了，而他大部分的武器弹药都留给了护士小姐姐。现在的他只能靠其他武器放手一搏。旋即赵希月用力甩出一根绳子，死死将第3只匍匐者给勒住。就这样，第3只匍匐者在不断挣扎中勒死了自己。见奈何不了赵希月，狡猾的匍匐者居然兵分2路，以此来分散赵希月的注意力。而赵希月也因为担心小溪，被匍匐者趁机扑倒，按在了地上。关键时刻，赵希月及时从戒指中取出一根强力电棍，当场给他来了一手电烤腰子。而赵希月也趁着他的腰子被电麻拉了期间，挣脱开他的束缚，反手就是纵身一跳，一刀刺向了他的致命弱点脊椎处。而在小溪这边，1只匍匐者正满脸问号盯着小溪，打量着他到底是人还是丧尸。还没等他来得及想明白，下一瞬，赵希月突然出现，将他撞飞，还往他嘴里塞了一颗手雷。给我滚开，离小溪远点！只听风的一声，匍匐者瞬间爆炸开来，赵希月死死将小溪护在怀中。此时的赵希月已经是没了力气，不过好在只剩下了一个毒虫孕育者。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被加特林扫成筛子的那2只匍匐者居然还活着。看着那3道渐渐逼近的身影，此时的赵希月充满了绝望。我终究还是太弱了，虽然是同一个团队，可我却弱到连他们的背影都抓不住，没有能力等级低，不是被保护着的后方，就是被塞最安全的机甲里。可是我也想保护你们啊！随后赵希月艰难地扶起小溪，用尽全力背着小溪往电梯方向跑去。之前电梯困住了徐瑞娜，应该算是这里最安全的地方了。可就当电梯门快要关闭的时候，匍匐者也追了上来。没办法的赵希月只能将小溪扔在了电梯之中，自己独自一人冲了出去，将匍匐者拦截在外。看着电梯门关闭的那一瞬间，赵希月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小溪，你放心吧，你不会有事的，这一次由我来保护你。赵希月为了保护小溪而选择了牺牲自己。面对匍匐者的来袭，赵希月闭上双眼，等待死亡的来临。忽然，只听咔的一声，赵希月缓缓睁开双眼，只见一道手持长刀的身影冲向那毒虫孕育者。见情况不妙，毒虫孕育者撒腿就跑。可张晨哪能这么轻易放他离开，旋即将手中的千骨刀扔了过去，随后一个潇洒转身。真男人从不回头。希月，你没受伤吗？处理外面的尸潮浪费了一点时间，让你担惊受怕了。张晨蹲下身安慰。见来人是张晨，赵希月的眼泪再也绷不住，哗啦哗啦的往下流淌。紧接着一把抱住张晨，陈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对不起，我还是这么弱，就连几只匍匐者都对付不了，只会给你添麻烦。你在外面那么危险，还要回来救我。听着赵希月的哭诉，张晨打趣安慰道，看实力的话，
身体极限者现在看来的确不够强，但是你什么时候帮不上忙了？拜托，刚到你可是一个人干掉了3只匍匐者，还救了小西爱，以前我的命还是你救了。说着说着，张晨还数起了手指。还有你很聪明，不只会做家务，还会做饭。要是没有你，这个末世的食物，还有小西那家伙就能把我折磨死。况且，保护女人也是男人的责任。张晨嘿嘿一笑，听到张晨这样夸他，赵希月有些害羞的低下头。陈哥，谢谢你的安慰，我一定会变强的。那我还能继续当你的同伴吗？闻言，张晨轻轻抬起赵希月的脸颊，不是同伴，是最重要的家人。就当氛围达到了顶峰，张晨快要亲上去时，忽然电梯传来叮的一声，打断了张晨接下来的行动。只见小西迷迷糊糊地走出电梯，向他们这边缓缓走来。见此，赵希月脸蛋微红地说道：“太好了，小西你醒了。”可张晨却觉得小西似乎有问题，与对镜，小西的眼神不太正常。希月你小心点。话音刚落，和张晨猜想的一样，小西张牙舞爪地朝他们扑了过来。你呀，他刚扑到一半，就扑通一下摔在了地上。见此，张晨立马上前把小西提起，看样子他这是又睡着了。距离小耗子下次醒来大概还有4个多小时，这期间咱们得找个合适的地方落脚。随后张晨将小西背起，赵希月建议先去资料室找一找，看一下有没有有用的东西，再去医院地下的精神科病房，那里肯隐蔽。来到资料室，经过2分半的时间寻找，赵希月终于是找到了一份有用的资料。张晨取拨资料仔细打开，这是一份山南市综合地形图，看地图上的辐射标志，那里应该就是陨石掉落的地。不过在此之前，得先搞几套防辐射服来，那个山南的防疫站应该会有。随后张晨交代赵希月自己去山南的防疫站一趟，让他和小西在这里等他回来。为了防止小西中途醒来，张晨五花大绑把小西捆了起来，而赵希月更是连钢叉都用上了。在告别他们后，张晨再次出到医院外，只见外面遍地都是还没来得及采集的丧尸尸体。随后张晨开启自动采集，除了得到一些基本物资外，还收获了一个高级感染者指示器、一件内米战衣以及一套外骨骼简易装甲和损坏的防辐射服。随后张晨穿上外骨骼简易装甲，神奇的是它并不会直接改变外观，穿起来十分轻松方便。不过令张晨最头疼的还属巨能晶核的收集，这玩意爆率实在是太低了，即便有拓荒者的双倍加持，也堪堪收集了4颗，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升1级。好在这次收获有天赋水晶，随后张晨将天赋水晶加点在了死亡风暴和能量萃取上。以他现在拥有的能量晶核来看，也不足以支撑他的技能消耗，只能希望防疫所能给他带来点惊喜吧。画面一转，来到山南市防疫所这边，此时的防疫所外，周围正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丧尸，而在里面有着一道身材曼妙的身影。只见一只身穿秘书装的痛哭者正带领一群匍匐者，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而在一处柜台后面，一名短发女子正注视着他，她身后还有着另外几名女子。怎么办？他们还是不肯离开。那只女丧尸智商太高啊！张晨抵达山南市防疫所，虽然这里的丧坤看起来没多少高级货色，但好在数量还挺多的。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张晨正好也可以试试新技能死亡风暴的效果。旋即张晨激活死亡风暴，下一秒，张晨整个人迅速的旋转了起来，手中的千古刀瞬间化作数不清锯齿的轮子一般，仿佛绞肉机在丧坤群里横冲直撞。但凡被千古刀刮到的丧坤，全部都碎成了一团碎肉。张晨虽然在旋转，但是不但不眩晕，反而能清楚地控制自己行进的路线。可就在这时，一只体型肥胖的丧坤拦住了张晨的进攻路线。见状，张晨猛然高高跃起，奋力砍向了面前那只肥胖的丧坤。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这可怜的丧坤砍成了2半，更是造成了500%的伤害暴击。自动采集成功，获得能量晶核2400加1920，80%天赋加成，变异肥料11119，干净的布料7834，储物戒指碎片7。此时的张晨感觉爽极了，砍丧坤如同割韭菜般，只可惜这边全是低级韭菜，想要爆出巨能晶核，还是要巨坦和痛哭者这些高级韭菜才行。虽然张晨身上有高级韭菜指示器，但他并不打算使用，因为这玩意只能显现大区域内的高级韭菜分布情况，还不如他的隐藏提示系统好用。然而就在这时，说韭菜就到，隐藏提示系统告知张晨，他身后这栋楼里有1只痛哭者和7只匍匐者，还有6名幸存者。什么有痛哭者？听到有痛哭者，张晨顿时眼睛一亮，紧接着立马激活金河共振，兴奋地向防疫所大楼跑去。一个也不错，总好过没有。而在大楼里面的痛哭者和匍匐者似乎觉察到了外面的动静，纷纷看向窗户。蓝发妹子见此出声道：下面好像有人在杀桑坤，会不会是9队回来？要不咱们趁机逃离。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一只匍匐者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短发妹子见状及时打断了他，别出声。然而正当他们要准备撤离，黄发妹子一脸惊恐喊道：队长小心背后！只见一只匍匐者不知什么时候张牙舞爪出现在了短发妹子的身后，糟糕，被发现了。好在他及时反应过来，转身立马朝匍匐者射出弩箭，随后扭过头命令道：我来扣住他，你们赶紧离开。可不曾想，此时的妹子们被吓得瑟瑟发抖，他们的退路早已被痛哭者和匍匐者堵截。痛哭者发出嚎叫声，
命令匍匐者上前攻击。无比者收到命令，纷纷朝妹子们扑了上去，而短发妹子自己也脱不开身，只能眼睁睁看着。就在这时，一个长相帅气逼人的男子破窗而来，张晨闪亮登场，一刀就解决掉了短发妹子面前的匍匐者，紧接着又是刷刷2刀，干掉了剩下的6只。妹子们见状，纷纷流露出一抹惊讶之色，这也太厉害了吧！随后张晨将目光移向痛哭者，总算轮到你了。痛哭者感受到死亡的危机，欲要转身逃离，可就当他转身的一瞬间，张晨咻的一下瞬移到了他身后，旋即毫不犹豫一刀捅了下去，想跑门都没有，给我老老实实的爆巨能金河吧！下一瞬，只听空的一声，金河共振发动，痛哭者瞬间化作了灰飞，只可惜没爆出巨能金河，这该死的暴率！张晨眼角含泪恼怒。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哇，小哥哥好帅啊！闻言，张晨转身回忆：你们都没事吧？只见妹子们拍手上前：我们没事，多亏了你小哥哥，你真的好强啊！就当他们离张晨还有5步之远时，短发妹子突然出现，赶忙将蓝发妹子他们挡在了身后，闭脸警惕地看向张晨：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张晨被他这无理的提问弄得有些不悦，好歹我也是救了你们没错吧，不奢求你说谢谢，但也没必要这么无理吧。如果你们有防辐射符的话，可以用来当做谢礼。听此，短发妹子没好气说道：哪有一上来就管别人要谢礼的，一点也不绅士。正当他还要继续说下去时，一旁的蓝发妹子拍了拍他的肩膀，抢先一步说道：那个谢谢你救了我们，可是我们身上也没有防辐射符，其实今天我们也是来找防辐射符的，但有人比我们抢先了一步。然而张晨却注意到他脖子上挂着的蓝色吊坠，叮，痛哭者之嚎，可以吸引半径3公里以内所有未进入战斗状态的高级感染者。打量着眼前的蓝色吊坠，张晨暗自高兴，这可是个好东西啊，有了它就不用四处找怪打了。随后张晨笑了笑，指着他胸口的吊坠，知道没有防辐射符的话，你把这个给我吧，或者我付钱买也可以。蓝发妹子被张晨这一举动弄得有些发懵，短发妹子立马上前臂掌拍开张晨的手：你说什么？色狼，给我滚远点！知道他们可能误会自己了。张晨赶忙解释：我说的是那个吊坠，你在想什么呢？吊坠？两妹子闻言有些尴尬，原来是吊坠啊！你既然救了我们，这点东西当然不足挂齿。可短发妹子还想阻拦，这可是9对害我们的证据，怎么能给别人？蓝发妹子叹了口气：我知道，但只要他不承认，那我们也没办法，还不如送给小哥哥还了他人情。张晨拿过吊坠，如获至宝一般介绍自己：你们好，我叫张晨，不知该怎么称呼你们。蓝发妹子上前主动介绍：我叫关心，这是我们的队长魏红霞，我们来自4骑士天团的第8小队。说着说着，他摆出一副搔首弄姿的样子：你要的防辐射符我们营地应该还有剩余的，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碰碰运气呢？不好了，不好了！赵希月的情敌出现，面对关心的真情流露，张晨又能否把持得住？就在刚刚，关心热情邀请张晨一同前去他们的营地，我们营地就在离这不远的城堡酒店，一起去吧。张晨并没有急着答应，而是看了看系统光幕，距离小西醒来还有一段时间，应该来得及，这附近可能只有那里能搞到防辐射符了。于是张晨点了点头答应：好吧，不过我时间比较紧张。见张晨答应了，关心满心欢喜：太好了，等到了营地我再好好谢谢你。话音刚落，他一把握住张晨的手臂，张晨见状赶忙把手抽了回来，心中暗想：对于一个刚刚认识的男人，他这是不是亲密过头了？我可不想再当好男人了呀。一名粉发妹子见关心对张晨如此亲密，小声开口议论：你们看，星星好像挺喜欢那个男的。其他妹子闻言也开始纷纷附和道：我也觉得，他不会是真的想发展一下吧？那个叫张晨的其实长得真不错，跟4骑士有的一拼，人也蛮正派的。可他们的议论却传到了魏红霞耳中，魏红霞闻言当即大声呵斥他们：说什么呢？他怎么能跟4骑士比？你们给我记住，我们的爱是属于4骑士的。妹子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呵斥吓了一跳，只能敷衍的点了点头。一名红发妹子忍不住小声抱怨：吓死我了，队长反应好激烈。他一旁的妹子也跟着附和：他可是4骑士的死忠粉，现在已经攒够了1000积分，可以跟小健共进晚餐了，你说能不激动吗？画面一转，此时张晨坐着大卡车前往城堡酒店，路上张晨询问关心：你们所说的那个积分是啥？关心回答：积分这是我们营地的规矩，出门搜寻物资或者杀丧尸立功就能兑换相应的积分，如果积分攒够了，就能跟4骑士共进晚餐或者约会。听此，张晨又接着询问4骑士又是个什么东西。还没等关心回答，其他妹子就一脸娇羞地说道：就是4骑士天团嘛，能在演唱会时和他们一起穿越，简直是命中注定，他们是我们毕生的追随。张晨闻言不禁有些汗颜：所以他们就是4个软饭男呗？你们出去搜寻物资，他们只需要陪你们约会吃饭。听到张晨这么说4骑士的幻话，红发妹子当即不乐意了：他们才不是软饭男。其他妹子也立马凑到张晨面前反驳：4骑士其实比我们付出的要多得多，他们要在边境防守更加强大的辐射怪，那是比3型感染者更恐怖的存在。闻言，张晨心中暗自思索：比3型感染者还要恐怖的辐射怪，看来那4个人实力不会太弱。就在这时，车子停了下来，魏红霞抬头看向张晨：未到了下车，
可当张晨跳下车看到前面的建筑时，不禁眼前一亮。我的天啊！关心见张晨如此惊讶，怎么样，张哥，我们住的地方还行吧？闻言，张晨顿了顿，这哪是还行，简直是太行了。张晨第一次感觉湖心别墅倒是委屈赵希月和小希他们了。随后关心眼睛直勾勾看着张晨，张哥，其实有句话我刚刚就想说了，你的实力那么强，甚至可以并肩四骑士了，所以你要不要考虑成为这里的第五骑士呢？城堡酒店，这里是四骑士所在的大本营。此时的他们正泡在城堡房间里的一处泳池，议论暗杀魏红霞和关心他们小队的事。而在泳池房间外，一名女子正马不停蹄往他们这里赶来，此人是四骑士的助理娇姐，此次前来是为了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暗杀魏红霞小队。听说八队出任务被暗杀，果然是你们搞的鬼。闻言，四骑士没有把娇姐的话放在心上，而是继续嬉戏打闹，是他们实力弱，长得又丑，这也不怪我们吗？娇姐听了揉了揉脑袋，感到有些无可奈何。随后她走向旁边的一处幕布，里面时不时传出不可描述的声音，说过多少次了，再这么不知节制，要是他防了怎么办？紧接着娇姐猛然掀开幕布，只见一名男子正为一名女子辅导生物课知识。女子被突然出现的娇姐吓了一跳，来人名叫阿伦，面对娇姐的训斥，他毫不在意，而是继续辅导生物课知识。哎呦，娇姐好大的脾气啊！他什么防？我这是在给粉丝辅导生物课知识啊，何况现在也没有狗仔。对于阿伦的回答，娇姐无奈坐在床边叹了口气，狗仔是没有，但粉丝却比末世前耳聪目明太多了。我苦心经营，好不容易采用积分制把你们捧成末世强者，要是那些女孩不再去搞金河了，你们还怎么升级？外面的人吃饭都成问题，你们还能在这里开泳池派对？难道你们想失去这一切吗？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阿伦伸出一只手握住了他的肩膀，紧接着将他紧紧地抱住。娇姐，你说的都是刚到末世时的事了，那时我们的实力跟外面的妞差不多，可现在情况已经不同吗？我们已经成为了强者，作为强者拥有支配权和更多选择权，难道不对吗？话音刚落，只听噗呲一声，娇姐的胸膛被一只大手贯穿。只见阿伦阴沉着脸说道，实力压制来的更加简单，我可不想为了那可笑的积分和几个破金和委屈自己讨好那些丑妞，也包括你。说完，阿伦一把握住娇姐的心脏抽了出来。其他几名骑士见娇姐被阿伦杀掉，出声道，阿伦，你可真的下得去手啊，有娇姐在还是比较方便的吗？阿伦一把捏碎心脏，我早就看着老女人不爽了，给她面子还真的把自己当大姐头了。从现在起，四骑士说了算。其他几个骑士闻言，对阿伦的话表示认可，这我倒是不反对。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几道声音，我们是八队的队员，特意来找四骑士。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他们感到有些意外，没想到八队居然活着回来了。对此，阿伦感到有些恼怒，一群垃圾，这点事都办不好。行了，我出去看看。旁边的女子见阿伦不帮他辅导生物课知识了，立马哭了起来。阿伦，你别走啊！可他话音刚落，就被阿伦一掌给断了头，烦死了！从一开始就不该用什么暗算，垃圾就该直接杀了。张晨跟着关心等人一路来到城堡酒店大门，可他们刚想进去，却被几个女保镖伸手拦了下来。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通知，你们不可以进去。魏武家闻言，挺着胸脯朗声说道，我可是得了1000积分，而且刚刚从防疫所回来，又是立了大功的人，快让我进去见阿伦。然而一名紫发女保镖却指了指一旁的张晨，拒绝道，就算这样也不行，还有关心你旁边的男人是谁？面对紫发女保镖的盘问，关心搂住张晨开口回应，他是第5骑士张晨。听到关心这样回答，魏红霞急得都快跳起来了，紫发女保镖更是满脸不可置信。随后关心一脸义正辞严解释，他真的特别强，如果能加入营地，我们一定会更加强大。张晨闻言赶忙撇开关心，我可没答应做什么第5骑士。然而下一秒，紫发女保镖轻轻抬起张晨的下巴，冷声说道，就凭这小子，关心别以为你得到过4骑士的青睐就有多了不起，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带进来。听到别人叫阿猫阿狗，张晨顿时就不乐意了，旋即抓起紫发女保镖的手腕，别误会，我就是来找物资的路人甲。可是你说的阿猫阿狗是谁啊？紧接着张晨一把将紫发女保镖压住，恼怒笑着询问。紫发女保镖感受到手臂传来的痛感，赶忙开口求饶，对不起，我说错了，你快放手。就在这时，城堡酒店大门打开，4骑士之一的阿伦走了出来，是谁在我的地盘上撒野？还有我怎么从没听说过还有第5骑士？张晨开启洞察之眼查看他的等级，不禁有些疑惑，这就是4骑士之一，等级低到检测不出来，这种程度不说痛苦者了，匍匐者都不一定能打得过，还说和我实力差不多，开什么玩笑，这纯纯就是个软饭男。随后张晨松开紫发女保镖，淡淡开口，误会了，没什么第5骑士，是你们第8小队带我来找物资的，如果你有防辐射服，价钱随便开，拿完东西我就离开。听到张晨这样开口，魏红霞赶忙上前作证，是的是的，阿伦这次任务出了好多事，但我的积分终于够了，可以跟你共进晚餐。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下午阿伦一巴掌扇了过去，闭嘴，你这个杀人凶手！弯心见魏红霞被扇，替他感到担心，可谁料下一秒，阿伦指着魏红霞家赃嫁祸，刚刚第8小队的人闯入我们屋内杀死了娇姐，他们已经叛变了，快把他们通通抓起来。周围的女保镖闻言顿时感到吃惊，什么娇姐死了？魏红霞还想辩解，
可他们却并不相信魏红霞的解释。而在一旁的张晨却没想到，在末世居然还能看到这种狗血的剧情。趁着现在所有人都在这里，他用洞察之眼查看了一遍周围所有人的戒指，但都没有找到防辐射符。正当他想要离开之际，关心突然抱住了张晨的手臂，苦苦哀求道：“张哥，求求你救救我，我之前答应你的全都给你。”面对关心的求救，张晨冷漠反问：“可你没有给我防辐射符吧？”阿伦见关心对张晨如此亲密，此刻的他无比震怒：“关心，你这个臭女人，我就说怎么没了网眼，你还是不肯跟我，原来是找了新的男人，亏我对你这么好，都没打算把你怎么样。”然而他话音刚落，就突然朝张晨和关心打出了一发巨能打击，好在他们及时躲了过去。此时的张晨感觉很不爽，正想要教训他时，却又被关心拦在了身后，话里话外把张晨往浑水里带。就在此时，另外3名骑士出现，而此时的阿伦被气得咬牙切齿，紧接着他又朝张晨发射出了一发双向巨能弹。然而他的攻击在张晨眼里，只需轻轻抬手便能弹开，一而三再而三的挑衅，让张晨真的生气了。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吗？我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你要是再不让我走，等下可别后悔。张晨被心怀鬼胎的关心利用，与四骑士发生激战。就在刚刚，其他3名四骑士见张晨轻而易举就打飞了阿伦的双向巨能弹，心中升起一丝胆怯，开始纷纷劝说阿伦，要不就放张晨离开算了吧。可此时的阿伦已经被嫉妒冲昏了头脑，把娇姐的死权都扣在了张晨身上。走什么走？有点实力就敢在四骑士营地耍威风吗？随后他下达命令，让女保镖们上去解决掉张晨。只见他们手持不同武器，带着冷猛的杀意，朝张晨一跃而起。张晨见状，不慌不忙从戒指中取出千骨刀，3言2语就给我扣了好大一顶帽子。虽然在末世好像也不算什么，但我这个人最讨厌诬陷了。下一瞬，3道巨能打击从刀尖迸发而出，轰在了那3名袭来的女保镖，将他们重重撞在了四骑士身上。紧接着，张晨放下狠话：“今天你不把话给说清楚，我就平了你的营地。”然而他的狠话刚一放完，就察觉到了一旁的关心，嘴角稍动即逝的微微翘起。见此，张晨眉头微皱，心中暗自思索。他笑了：“我有说过让他露出终于成功了这种表情的话吗？”思索片刻后，张晨便没再多想，旋即手持千骨刀冲向正在蓄力释放技能的阿伦。阿伦见张晨杀来，赶忙拽来一旁的阿荣：“阿荣，快帮我防守！”只见阿荣左手瞬间膨胀，肌肉青筋暴起，手指变为了尖锐的利爪，朝即将到来的千骨刀猛然抓去。下一瞬，只听咔的一声，一条断臂高高飞向半空，阿荣躺在阿伦怀中，发出一阵阵惨叫。与此同时，在城堡酒店里面的一群妹子们也被外面的惨叫声纷纷引起了注意。这惨叫是怎么回事？听得好像阿荣的声音。正当他们还在议论到底出了什么事时，关心慌慌张张推门而入：“大家快去救救四骑士！”妹子见来人是关心，赶忙着急询问：“四骑士出什么事了？”关心气喘吁吁捂着胸口回应：“有个可怕的男人闯了进来，想要杀掉四骑士，大家赶快去帮忙，再不去就来不及了。”妹子们闻言顿时流露出一副紧张之色：“什么有人要害四骑士？我们绝不答应！姐妹们，咱们这就出去增援。”然而待妹子们全都离开之后，关心却露出一抹暗笑：“去吧，你们这群疯子！”画面回到城堡酒店外，另外2名骑士见阿荣被断了一臂，意识到了张晨的厉害之处，可能来源于他手上的那把刀，于是他们分开2路，闪身到张晨两侧，用能量绳索捆向张晨的双手。张晨见状，也是任由他们捆住自己的双手。现在还没意识到看不出我的等级代表了什么，还是说连基本的洞察之眼都没有？你们这几个软饭男就喜欢玩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是吧？那我也弄点好玩的吧。话音刚落，一股恐怖的能量犹如电流般从张晨手中沿着绳子流向他们，当场就将他们2人电了个麻。看着倒在了地上半死不活的2人，阿伦也是终于意识到了张晨的恐怖，2个人一起上也打不过他，我们四骑士的实力可差不多呀。此时的阿伦已经吓得汗流浃背，于是他一脸阴森地看向了怀中的阿荣：“阿荣，你这个样子已经没救了，你是我们4个中防守能力最强的，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但既然已经这样了，不如你就死在我手里，让我升级好了。”张晨遭到四骑士中的阿健和阿浩围攻，被他们用能量锁链捆住双手，可即便如此，张晨却丝毫不慌，压根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一道由巨能打击化成的恐怖电流，宛如惊雷般狠狠劈在了他们头顶。待巨能打击形成的光芒消散后，只见他们躺在地上，浑身不停的抽搐，还能隐约听见电流声滋滋作响。没过多久，他们就灵魂出窍，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处理完他们后，张晨转身看向背后的阿伦，可他却发现此时的阿伦居然升级为了终极觉醒者1阶。没想到这个阿伦竟然会杀了自己的同伴，来提升自己的等级。张晨是打心里看不起他，而那个什么娇姐，估计8成也是他杀的。看着张晨正死死盯着自己，阿伦一脸坏笑开口：“弱者成为强者的粮食，这是定律，你这么强，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就在这时，那些在城堡酒店里的妹子冲了出来，看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四骑士3人，他们发出一声尖叫：“我的小剑、小龙和小浩！”随后阿伦一脸义正言辞指向张晨：“就是这个人伤害了小剑和小浩，阿荣和娇姐已经死在他的手里了。”张晨闻言被气得咬牙切齿，看不出来他还是个演技派啊，变脸够快的。下一瞬，
那群妹子纷纷冲向张晨，我要你偿命，你这个杀人凶手！看着正朝他袭来的这群大胸妹子，张晨是真的动怒了，旋即周身爆发出恐怖威压，直接将他们逼停。你们无脑也要有个限度，我和八队刚来到这里就被人指控是凶手，好好想想我哪有作案时间，旁边的魏红霞和保镖都是证人，还要说我杀了那个娘炮，你们看看到底是谁升级了，他的物资现在在谁身上不就全清楚了，别被人当枪使了都不知道，用你们的脑子吧，我不想乱杀无辜，但你们也别逼我。可一说到被当枪使，张晨察觉自己不也中套了吗？怪不得一开始就觉得违和，原来是这么回事。然而此刻的阿伦还想继续狡辩下去，随后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质问这群大胸妹子，自己难道还会骗他们吗？果然这群胸大无脑的妹子还真的听信了他的谗言，发了疯似的继续向张晨扑去，口中不停嚷嚷着阿伦说什么我们都信，这个男人就是凶手。不多时，张晨就被他们围得动弹不得，身上的衣服不断被他们撕扯，如果再这么下去，他可能会被撕得只剩一条裤衩了。而张晨今天也总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无脑粉。随后张晨发力挣脱开来，并警告道，你们再不给我让开，就休怪我不客气了。趁着张晨和那群妹子纠缠期间，阿伦走到阿健阿浩两人身前，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愤怒了，愤怒了！张晨这次是真的愤怒了。面对那群大胸妹子的再次动手，张晨没再心软下去，将他们通通都送去了地狱。就在刚才，阮范伦趁着张晨与这群大胸妹子纠缠期间，得意洋洋地吹着口哨，抱起阿健阿浩他们两人就要悄悄离开，可却被张晨发现，怒喝道，你的王八蛋不准离开，用一群普通女人做盾牌，算什么男人？可不料张晨他话音刚落，下一秒，只见魏红霞手持匕首，猛然一刀捅进了张晨的腹部，不准你欺负我的阿伦！张晨闻言眉头微皱，闭脸不可置信，没想到这个魏红霞居然是个病娇，那个阮范伦都那么对待她了，他还这么死心塌地维护阮范伦，贱！张晨也没必要再心软下去了，旋即一巴掌重重将他抽飞了出去。你这是做什么？失心疯了是吧？随后张晨将匕首拔出，这点伤对张晨这个高级觉醒者而言，用不了几个呼吸就会痊愈。紧接着，那群大胸妹子同样手持匕首朝张晨袭来，完嘴都是咒骂着张晨，这给张晨听得一脸嫌弃。这群女人都疯了，完全没有自我，没有理智，没有判断力，跟无脑丧尸有什么区别？就在这时，隐藏提示系统告诉张晨，金河共振同样可以作用于人类，只是相对于丧尸而言效果会减弱。而这一次张晨没再心软，对于他们这种人，留在末世要么被利用，要么就是死。张晨也何必留情，待他们靠近那一刻，张晨立马激活金河共振，以张晨为中心向四周爆发，犹若剑气破空般而出。只是一瞬，这群大胸妹子的脑袋如同气球般爆炸开来。而在另一边，阮范伦扛着阿健阿浩两人奋力奔跑，来到一棵大树底下。而此时他们两人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谢了阿伦，没想到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还能救我们。阮范伦闻言淡淡开口，我觉得那家伙并没想杀人，只不过是被我们逼急了，否则以他的实力咱们早就死了。然而阮范伦上一秒还是一副关心的模样，下一秒他脸色一变。在阿健阿浩两人恐惧的注视下，阮范伦掏出两把匕首，紧接着说道，但是万一又不是呢？我可不想死，他的等级和实力都太高了，即便在我到了终极觉醒者一阶也没把握能逃脱。还不等他说完，下一秒阮范伦一刀朝他们脖子捅了进去，还要麻烦你们帮帮我呀。看着他们化作一堆数据消散，阮范伦冷冷一笑，继续嘲讽道，我带你们过来可没说是要救你们，不过是找个没人的地方，等那家伙走了，我可还要统治这个营地呢。而阮范伦得到了他们身上的金核后，也如他所愿，升级成为了终极觉醒者3阶。可还不等他继续高兴下去，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只见张晨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背后。起初我真的在想，只要搞到防辐射夫鬼才愿意在你这里趟浑水，但你的无耻成功让我改变了主意，你还是给我死一死吧。旋即张晨身形一闪，握紧拳头来到了他面前。而阮范伦在升级后，此刻的他洞察之眼也是终于能看到张晨的等级了。不过张晨的等级却让他大吃一惊，高级觉醒者，他居然是高级觉醒者，这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吗？阮范伦看着张晨头顶上高级觉醒者5个大字，不禁吓得汗流浃背。见张晨提刀杀来，害怕的赶忙挥手求饶，你不过是想要防辐射符而已，只要你别杀我，我都可以给你。面对阮范伦的求和，张晨并没有理会，而是一刀重重的朝他劈了下去。刹那间，地面掀起一股滚滚烟浪，瞬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吓得阮范伦赶忙撒腿就跑。可张晨哪能那么轻易让他离开，紧接着追了上去。阮范伦眼见一时半刻摆脱不了张晨，旋即回头朝张晨发射出双向聚能弹，以此来打张晨一个措手不及。可还没等他的双向聚能弹靠近，就被张晨释放出来的能量屏障给挡了下来。眼看张晨快要逼近，情急之下，阮范伦抓起两旁的集装箱，用力朝张晨扔了过去。张晨见状，挥出手中的千古刀，将集装箱劈成了2半。可令他没想到的是，集装箱里面居然藏着大量的匍匐者。张晨愣了愣，可即便如此，依旧阻挡不了他的前进，一招金河共振就轻而易举解决掉了他们。见这样都拦不住张晨，阮范伦再次故技重施，释放出更多的匍匐者来，哪怕能将张晨阻拦1秒也好，以他的实力，
即便不是张晨的对手，但逃跑还是不成问题的。此时的他已经冷汗直流，而张晨见这么多匍匐者袭来，眉头也不禁微微皱起。可即便如此，在张晨眼里也不过是一刀的事情。旋即张晨再次一刀挥了出去，刹那间浓烟再度四起，匍匐者被砍得四散而飞。随后张晨身形一闪，一脚重重地踹在了阮范伦的背后，将他踹了个狗吃屎。而阮范伦见自己已经无路可逃，质问张晨到底想要干什么？你这个怪物疯子！张晨闻言，将千古刀插在他面前，紧接着一脚将他踩在脚下。就算升级了也还是废物，完全是个只有等级没有战斗能力的软饭。你们去边境阻击辐射怪估计也是假的。接下来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听到张晨这样侮辱他，阮范伦不仅不生气，反而给张晨画起了大饼。那群蠢女人，我们说什么他们信什么？谁会冒险去打那种怪物啊？只要给他们一点甜头，我们不用浪费半点力气就能得到丰厚的物资，升级也很容易。我说你跟我重新成团怎么样？就叫穆氏双雄，就算在这里也能过上现实的日子，甚至更好。张晨闻言，扶着下巴独自思索。这么说来，他们没有去打怪，但边境的辐射怪是确实存在的。随后张晨接着问道：那防辐射服呢？你们没去边境，为什么东西不见了？阮范伦弱弱回答：这个我也不知道，那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说这个了，我的那个末世双雄组合的点子你觉得怎么样？听到末世双雄这4个字，张晨露出一脸嫌弃，旋即一刀结果了他。双雄你妹啊，就你也配合我组合？在拾取了他掉落的物资后，张晨转身看了看身后，不知不觉有大量匍匐者朝他走了过来。只见他们嘴上都戴着一个面罩，而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个被锁链套住了脖子的巨大身影。没想到关心利用张晨的目的竟然是为了保护他的丧尸男友。就在刚才，张晨发现集装箱内一只体型健硕的丧尸被锁链束缚着，因为嘴巴被面罩捂住的缘故，他无法进行吼叫，只能发出呜呜的低沉声。而张晨见这里竟然还有一只漏网之鱼，便要对他进行超度，送他去转世成人。随后张晨纵身一跃，一刀朝他脑袋劈去。可就当千古刀就快要落下时，关键时刻一道声音及时叫住了张晨：张哥快住手，不要伤害他。只见战斗时消失不见的关心忽然跑了出来，将那只丧尸紧紧护在了身后。你要的防辐射服我会给你，只求你不要杀他。如果你真的要杀，那就把我和他一起杀了。张晨闻言，眼睛闪过一抹寒光，脸上顿时露出一丝不悦，二话不说，一刀就朝他砍了过去。关心被张晨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立马瘫软在了地上。就当千古刀距离他还有两一半时，突然停了下来，紧接着重重的砍在了地上。少动我在这装了，真以为我不会杀你吗？我对丧尸和骗子从不留情，说你用防辐射服一步步把我骗到这里，目的到底是什么？面对张晨的怒目而视，关心眼含泪珠缓缓开口：目的当然是为了把这里的所有人都送入地狱。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能够帮助我的人。事情还要从他来到这个末世前四骑士的一场演唱会说起。他和男朋友去参加四骑士的演唱会，却莫名其妙被拉入到了末世。在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他们开始接受了现实，觉得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没什么可担忧的。但也就在这时，事情开始出现了变化。四骑士开始以救世主的姿态，在所有人的面前，以对抗辐射怪的名义组织他们的粉丝去寻求物资。可是他们却渐渐发现，营地里的男性越来越少，因此她和男朋友决定脱离营地。然而还不等他们离开，她的男朋友也不见了，而她也被推向了四骑士。为了活下去与男朋友重逢，她选择继续留在了营地。可待她终于找到她男朋友时，她男朋友却变成了一只丧尸。这一切都是四骑士把她男朋友害成这样的。而营地里其他人都是四骑士的帮凶，包括魏红霞。更无耻的是，那4个人利用女孩们帮他们升级，而他们根本就没有去过边境抵御辐射怪。张晨听完关心的哭诉，脸上没有露出一丝波澜，而是冷声质问道：所以这就是你利用我杀了这里所有人的理由吗？对于张晨的质问，关心则是缓缓走向一座集装箱。利用了你我很抱歉，可我这样的人想要报仇实在没有其他的选择。随后他推开铁门，将里面藏着的防辐射服亮了出来。原来防辐射服被你藏在这里，难怪我找遍营地都没找到。随后关心将防辐射服递给张晨，这是答应你的防辐射服，一共4套。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如果想杀我就动手吧，我希望能与我男朋友一起上路。闻言，张晨收起防辐射服，淡淡开口：我要的东西到手了，弄死营地那群人也得到了很多物资，我们也算是两清了，我没理由再杀你，而且我很赶时间，想死的话请自便。言罢，张晨转身离开，并从戒指中取出一把匕首，将它扔到了关心身前。不过你那个丧尸男朋友真的和你一起死吗？离谱了，离谱了！张晨和赵希月竟然成了小希的爸爸妈妈。就在刚刚，听到张晨那冷冰冰的询问，关心瞬间呆愣在了原地，口中不断喃喃道：我真的想要去死吗？而他这般表现，果然如张晨所想，他其实并不想和他的丧尸男友一起殉葬，只是为了打消张晨对他男友的杀意，才不得已这样子说的。对此，张晨心领神会，来到他丧尸男友面前，眼神顿时一凛，旋即一脚抬起，重重地砸在了他的丧尸男友身上。由于被锁链束缚的缘故，他只能发出痛苦的嘶吼。然而张晨还并不打算就此收手，旋即抓起他的手臂，用力将他踩在脚底，紧接着一拳落下，重重地砸在了他的2条胳膊上。
而就在这时，一旁的关心见张晨还想继续动手，一脸惊呼开口叫住了张晨：“快停手！你想干什么？”张晨闻言拍了拍手，嘿嘿一笑：“我这不是担心你弄不死吗？先卸他2只胳膊而已，举手之劳不用谢。如果你没死的话，就去天阳市南面吧，那里有一个龙国军人镇守的军事营地，你脑子好，他们会很欢迎你的。”对于张晨的建议，关心抱着她的丧尸男友并未回应，但他暗淡的目光中似乎忽然多了一点光亮。天阳市的军事基地嘛，虽然末世里全民皆兵，没有战斗力的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但是打从心底来讲，大部分人都是希望和平，能有一个稳定的人际关系环境，一个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定居的。要是能有分工，可以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发挥所长，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和丧尸战斗，这是最好的事儿。毕竟不是人人都是天生的战士。想到此，关心不再犹豫，旋即从戒指中取出一把匕首，而她的丧尸男友似乎感受到了危机，身体忍不住的害怕发抖。下一瞬，关心猛然一刀刺进了他的心脏，而他的丧尸男友便这样死在了他的怀中。还没走远的张晨听着那逐渐消失的嘶吼，脸上不由微微一笑。如果他真的够聪明，下次前往南方军事基地应该还能再见吧。画面一转，此时的张晨已经马不停蹄赶回了南山市中心医院，然而屈从药剂的时间还剩下最后10秒。我去，来不及了，那丫头醒了不会继续发耗子疯吗？最后张晨还是有负众望，还没等他进到医院大门，屈从药剂便已就失效了。这次是真发疯了。然而当他一脚踹开实验室大门时，只见小西和赵希月正开着可乐嬉戏玩耍，没有一点发疯过的迹象。这给张晨看的那叫一个无语。好家伙，亏我还这么担心你们却在这里开派对。随后张晨来到赵希月耳边，小声询问道：“希月，这是什么情况？你怎么把小西放开了？”可还没等赵希月回答，就在这时，小西察觉到了张晨的出现，转过头来，在张晨惊讶的目光下，竟然喊赵希月为妈妈，扑进了赵希月的怀中。看到小西这个样子，张晨一脸疑惑打量起他，可没想到小西竟然还喊他叫爸爸。见此，张晨感到一阵无语，这什么跟什么呀？我就出去了一趟，他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别想到张晨只是出去了一会，回来时就成了小西的爸爸。看着小西狼吞虎咽吃着东西的样子，张晨向身旁的赵希月询问道：“他醒来就是这个样子吗？胃口也比从前更大了，什么也不记得了，还管你叫妈妈？”赵希月猜测，可能是激活了某种因特效应，才导致小西晕倒或醒来就成了这样的。对此张晨表示，还好只是这样，他不在身边就贸然松开小西，这实在太冒险了。为此赵希月感到有些抱歉，他实在是不忍心小西可怜巴巴地看着他，才会忍不住松开小西。不过还好，小西还是小西，就算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也是小西，他不懂的事和忘记的事，我们就从头开始，一点一点地教会他吧。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张晨以从先认识小猪佩奇开始，来教导小西重新认知世界。除此之外，在教导小西如何对付丧尸这方面，小西可谓是相当彪悍，战斗风格和从前一样，一点也没变。对此张晨感到十分欣慰。不过让他最头疼的还属，无论他怎么指正小西对他的称呼，可小西死活还是喊他叫爸爸，加上记忆这东西强求不得，张晨最后还是无可奈何算了。而一旁的赵希月见张晨闷闷不乐，出声安慰道：“小西恢复的速度很快，我相信他一定会恢复记忆的，而且小西现在也很好，以他现在的状态，应该能继续朝陨石坑那边进发。”随后张晨呼唤前方的小西：“小耗子不玩了，吃完午饭我们就要启程了。”可小西嘟了嘟嘴巴，没理会张晨的话，一溜烟撒腿就跑。张晨见状赶忙喊住他：“小耗子，你要跑去哪里？”眼见事情不对，张晨将直升飞机取出，交代赵希月去调试飞机，而自己去将小西找回来。来到医院的走廊，小耗子，咱们别闹了，我们该离开了。可就在这时，走廊深处传来呜呜的叫声，张晨旋即摆出一副御敌姿态，听着声音难道是痛哭者？张晨顿感不妙，沿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立马跑了过去，没过多久就见到了小西的身影。小西危险，快过来，那个是痛哭者。此时张晨心里埋怨，隐藏提示系统关键时刻又给他消极怠工，然而小西却告诉张晨，他不一样，他是我的，要走的话我要带着他走。张晨闻言凑近一看，没想到痛哭者居然是徐瑞娜，但他怎么变成这样了？看到张晨脸上的疑惑，徐瑞娜指了指旁边空了的注射药剂。见此张晨顿时明白了，没想到好几天不见，原来是躲在这里又偷偷给自己注射了药剂，虽然没有重新变回人，倒是顺眼些了，不知道心智恢复的怎么样。想到此，张晨欲要上前凑近一看，可小西误以为张晨要伤害徐瑞娜，将他拦停，老大爸爸不准伤害他。闻言张晨并没向小西解释，而是蹲下询问徐瑞娜：“徐瑞娜，我们现在要去陨石的坠落地寻找陨石核心，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在徐瑞娜拒绝了张晨的邀请后，张晨他们开始前往国家森林陨石坠落地。以来的时候不同，这次张晨多了一份煎熬，因为小西把徐瑞娜拒绝邀请的错都赖在了张晨的头上，在飞机上大哭大闹，无论赵希月怎么解释，小西都无动于衷。没办法，受不了的张晨只好开口表示：“这也不怪我嘛，是他自己觉得自己的状态不稳定，才没跟着我们走的。如果后面他想跟来，自己会来的。”闻言，小西哭声顿时戛然而止。“真的吗？你可不要骗我！”赵希月赶忙出声附和：“陈哥不会骗人的，快回来坐下吧。”可接下来张晨的一句话，
再度打破了平静。不来也不准吵了，我可是不惯孩子派。西月，你也不要再惯着他，你都不知我之前碰到一群女粉丝，那叫一个疯癫。画面一转，此刻的他们已经来到了陨石外围上空，下面的树不仅长得十分高大，而且很密集，完全了解不到下方的情况。为了安全起见，张晨先行一步下去探路。从这里开始，便是陨石的坠落封锁地区，很有可能会出现强烈辐射。随后，张晨看向一旁的赵希月，希月现在的数值怎么样？赵希月看了看手上的监测腕表，我不太确定，但既然这里是封锁边缘，应该还没有危险。我们的世界辐射单位是西弗和微西弗，对人体的伤害临界值是100微西弗，可这里的单位是 TT， 而且数值还在不停抖动。听到此，如果不是赵希月提起，张晨都快忘记这里和蓝星属于两个文明了，因为这两个世界结构实在是太过相像。而就在这时，隐藏提示系统也弹了出来，觉醒者承受极限是2600 TT 的辐射，防辐射服可抵挡5000 TT 的辐射，9型生化人当前可抵挡2000 TT 的辐射，随环境的变化抵抗能力会逐渐增强。看到这，张晨不禁嘴角微微抽搐，我去这么变态，随环境变化抗性居然会不停攀升。一旁的小希听到变态2字，立马凑了过来，变态是什么东西？张晨闻言没好气说道，就是你藏在储物戒指第3排第3格的东西。在了解了辐射的承受极限后，张晨他们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各自穿上了防辐射服。然而当他们深入里面后，周围竟然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房子。张晨他们还以为这里是丛林，原来这曾经也是城市，只不过在没有人类打扰的时间里完全变了样子。越往里走树也越大，连汽车都被顶到半空了。我家森林陨石坠落的地方就在那里，但离陨石越近辐射越强，现在辐射值已经涨到230 TT 了。从这里开始便是人类无法生存的区域，而且一路走来，张晨连个丧尸也没看见，这反而是让他最感到不安的地方。虽然四骑士营地那4个软脚虾没有来过边境，但他可以确定这里是存在辐射怪一类的东西。难道是因为他们？思索间，张晨他们也是终于来到了公园入口，而这里的辐射已经突破了1000 TT。然而小希看到抵达了目的地，自己率先跑了进去。这里的树看起来好高啊，好像很好玩的样子。与此同时，张晨他们追了上来。小耗子，这里的情况还不清楚，你怎么能乱跑？可当张晨的话音刚落，小希猛然指向一个方向，老大爸爸，那边有东西。这儿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可因为陨石的坠落，人类无法生存，逐渐变成了荒无人烟之地。张晨等人刚一进去，森林深处就隐隐的传来一阵阵恐怖的吼叫声。忽然，一个黑影从他们的头顶掠过，抬头一看，竟然是一只通体火红、宛若火凤凰一般的大鸟，长得煞是好看，看得众人不禁呆愣在了原地。隐藏系统提示：能量兽，依靠吸收辐射自我成长，此品种为 C 级能量兽赤羽鸟，成年状态。看着隐藏系统的介绍，张晨拖着下巴暗自思索，能量兽，所谓的辐射怪搞不好就是他们，但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危害的样子。随后赤羽鸟在发出一道提名后，在众人的目光下翱翔而去。然而小希已经被赤羽鸟迷得神魂颠倒，欲要追上去将他抓下。一旁的张晨见状，立马抓住了他，快住手，你是不是虎啊？而在接下来的路上，不管小希怎么死缠烂打，让张晨帮他抓只赤羽鸟回来养，张晨都无动于衷。无是因为张晨打破那只赤羽鸟，而是因为他是不惯孩子主义。然而他们没走一会儿，赵希月脸色看上去略微苍白。赵希月表示，大概是心理作用，感觉有点累而已。可张晨知道，从刚刚开始，他们每走几步辐射值就会增加100 TT， 这说明他们离陨石越来越近了。就连小希也开始出现了困意，而现在的辐射值达到了2400 TT， 虽然有防辐射服，但马上就要达到觉醒者的承受极限了。后面数值增加的幅值会越来越大，考虑到如果数值突然增加，以赵希月的等级是无法抵御辐射的，而小希的抗性增加也是以消耗为前提。从这里开始，张晨提出自己独自前往陨石坑，让赵希月他们推到安全区域等他回来。可赵希月还想坚持陪同前去，但被张晨强硬的态度挡了回来。分别前，张晨交代小希要保护好赵希月，如果做好了，就答应他可以抓一只能量兽来养，前提是赵希月看过同意后才能抓。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他们身后的草丛有一个人影正鬼鬼祟祟地盯着他们，而这个人影不是别人，正是拒绝张晨邀请一同前往陨石坑的徐瑞娜。画面一转，此刻张晨已经来到了陨石坑边，陨石核心近在咫尺，辐射已经开始能用肉眼看出流动状态。很难想象，仅仅是它周围散发出的辐射就让张晨感到了窒息感，而此时的辐射更是达到了恐怖的4500 TT， 再往前哪怕一小步，防辐射服都要失效。可陨石核心就在面前，现在让张晨放弃是不可能的。然后张晨深呼吸了几口气，让自己紧张的情绪平复下来，紧接着慢慢向陨石核心靠近。而防辐射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消融，在抵达了陨石坑边缘后，防辐射服最终变成了灰尘，消散在空气中。因为防辐射服的消失，张晨承受辐射的侵蚀达到了极限，眼看自己就要撑不住了。张晨旋即开启能量屏障进行抵挡，但能量屏障也在迅速的扭曲碎裂。张晨即将获得陨石核心，却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徐瑞娜。就在刚才，张晨开启能量屏障，顶着辐射带来的冲击，纵身跳下陨石坑内。看着前方近在咫尺的陨石核心，张晨深呼吸了一口气。这个就是世界的最强能量陨石核心吗？
很难想象，这个银白色小亮片，大概巴掌大小的东西，竟是引发末世的罪魁祸首。虽然很小，但从能量密度上看，它至少也得有10公斤。看到它，张晨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徐瑞娜做的那个小白鼠的实验，只用了1/11克陨石外表碎片的能量，就将一只小白鼠变成那个鬼样子。如今的它，连防辐射服都没有，要是直接碰触的话，恐怕会当场 GG 掉。但那可是仅靠表面脱落的一点粉尘，就能改变整个世界的生态，轻松地毁灭掉一个文明的陨石核心啊！而如今最纯净能量的核心就摆在他面前，其蕴含的能量绝对超乎想象，张晨断然不可能放过。而这样的东西，真的可以存放进储物空间中吗？张晨带着疑问凝视着陨石核心，很快隐藏提示系统弹了出来，陨石核心永恒唯一，可存入储物空间，蕴含狂暴的生物能量，拥有永恒奥秘的力量，在接触的瞬间将会产生恐怖的能量倒灌，即便0.1秒的接触，在你最佳状态下，至少需要10天时间才能将能量彻底消化吸收，届时你的实力会进一步提升。消化狂暴能量期间，免疫所有伤害。看着面前的提示，虽然张晨得知自己不会死亡，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心脏狂跳，肾上腺素飙升，情绪平复片刻后，张晨就要准备动手将陨石核心收入储存空间。忽然，一个身影从张晨身后快速扑了过来，张晨顿时警觉往后一瞥，随后一个侧身及时躲了过去。待张晨看清来人时，没想到此人竟是徐瑞娜。本以为这么高辐射浓度下不可能有人在，张晨就没防备，不曾想他竟然一直跟在身后。眼看徐瑞娜就要触摸到陨石核心，张晨迅速来到他身后，及时将他架了起来。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别碰那个东西，这辐射你受不了的。此时张晨心想，他总不会不知道这玩意会让丧尸病毒失去活性吧？该不会是他知道核辐射可以暂时抑制体内丧尸病毒对身体的控制权，所以打算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体内的丧尸病毒彻底杀死。不过问题是，他的身体已经是个尸体了，否则的话疫苗也不会无效。他能够有意识，还能自由活动，全都是依靠的丧尸病毒的作用。如果丧尸病毒被彻底的消灭了，那他的意识不也跟着一起毁灭了吗？正当张晨还在思索期间，徐瑞娜身体突然僵直，失去了意识，瘫倒了下去。果然到极限了吗？如果说疯子和天才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徐瑞娜一定更偏向疯子。随后张晨又看向陨石核心，算了，暂时放在这里不管也不会有问题。倒是徐瑞娜继续待在这里，大概会真的没救了，得快点把她送回辐射区外。言罢，张晨将她扛在了肩上，立刻顺闪朝辐射区外一路狂奔。没想到仅仅只是触碰陨石核心，狂暴的能量瞬间就让张晨全身涨成了红色。就在刚才，在张晨离开一段时间后，因为没有了张晨的管束，小西趁着赵希月分心期间，不知偷偷溜到了哪里。此刻赵希月正急忙寻找着小西，而在一棵大树上，小西正蹲伏在一窝吃鱼鸟的鸟窝边。可就当他准备要动手时，下一瞬，张晨如同幽灵般神不知鬼不觉，突然从他身后冒了出来。小耗子，你在这里想干什么？小西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顿时吓了一跳，紧接着颤颤巍巍地转过身来。老大爸爸，你听我解。还不等他把话说完，张晨二话不说就给了他哐当几下。霎时间，小西的哭声响彻森林，而在下方的赵希月闻声顿时一惊，慌忙顺着哭声迅速跑了过去。待看到是张晨后，才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小西一见到赵希月，就立马恶人先告状：希月妈妈，老大爸爸打我。张晨一听，打你都算轻的了，你要是再不听话，我就拿绳子把你捆起来。话音刚落，小西猛然挣脱开张晨的手掌，一丧尸漂亮娃娃。闻言，赵希月也注意到了躺在地上的徐瑞娜。徐瑞娜怎么会在这儿？她怎么变成这样了？张晨向一旁的赵希月解释道：她偷偷跟着我，想利用陨石的辐射杀死自己体内的丧尸病毒，现在她搞成这副模样，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救。而小西蹲下身朝徐瑞娜闻了闻，紧接着一脸嫌弃说道：她身上只剩下尸体味了，好难闻，已经不是丧尸了。张晨闻言真是感到讽刺，明明能疯狂地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变成丧尸，到头来却又宁可冒着死亡危险，也要杀死丧尸细胞便会正常。随后赵希月询问张晨要不要将他埋掉，张晨看了看系统光幕，表示他体质特殊，也许还会有转机也说不定，还有我可能要在陨石坑那边多待一阵子，这些物资你收好。看着面前大量的武器和食物，赵希月不免有些担心，自己又不能同去，只能在心中默默为张晨祈祷。见赵希月脸上露出担忧之色，张晨安慰道：放心吧，我能扛得住，你们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随后又警告小西，再不听话下次脑袋就不止2个包子。说完张晨便转身顺闪而去。画面一转，感觉和之前一样，张晨一靠近陨石坑就感到十分难受，只要进入坑内的高浓度辐射流中，防辐射符就会失效。于是张晨打算一鼓作气，上来就直接开启灵魂燃烧武当。霎时间，张晨被2尺多高的蓝色火焰包裹着全身，脚下地面的碎石被这股力量所席卷，一点点的化成了碎屑。紧接着他又开启狂怒，而这也是张晨第一次在灵魂燃烧的加成下开启狂怒。一股怒火从心底油然而生，额头上青筋暴起，皮肤涨成了红色，瞳孔缩成了一个小黑点。在这2个技能的加持下，张晨接连2个瞬闪，快速的闪现到了陨石核心旁边。来不及多想，张晨迅速伸手触碰陨石核心进行吸收。与此同时，一股汹涌澎湃的能量瞬间从手指间传了过来，
不好了，不好了！张晨强行对陨石核心进行吸收，没想到能量失控，化为了一具冷冰冰的干尸。就在刚刚，张晨紧握散发着刺眼光芒的陨石核心，霎时间，一股汹涌澎湃的能量瞬间从他手指蔓延到全身。与此同时，他皮肤表面的红色也在迅速褪去。张晨试图将它收进存储空间，可陨石核心实在是太过霸道，无法被轻易采集，而且它散发出的辐射还在快速消耗能量护罩。这次难道要先暂时放弃吗？张晨心有不甘，不，我怎么能就这样放弃掉？伴随着张晨的一声怒吼，一股恐怖的能量汇聚在他手上，陨石核心也开始有了消融的迹象。终于功夫不负有心愿，陨石核心最后还是落入了张晨的存储空间中。采集成功，恭喜获得陨石核心成衣。还不等张晨来得及高兴，存储空间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晃动，下一瞬，陨石核心从存储空间里跳了出来。即使将陨石核心放进物品栏，还是无法压制住它的能量。张晨感到无奈，于是乎，他打算现在开始尝试将其进行吸收。可陨石核心刚触碰到胸口的一刹那，张晨凭借着双天赋高级觉醒者一阶段脱胎换骨的额外实力加成的身体属性，在开启了全部记忆的状态下，也无法驾驭住陨石核心那股恐怖的能量。几个呼吸时间不到，这股能量就瞬间沿着手臂冲向心脏，冲向了大脑。恍惚间，张晨仿佛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之中，无尽的纯净能量在体内四处的游走，身体逐渐开始消散，灵魂也陷入了无尽的虚空之中。这些全都是张晨倒地前地势在进行最后挣扎时的感受。随后整个人触电一般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时间不知过了多久，陨石坑外密林界限旁，现在的小溪已经完全适应现在的环境，不会再出现犯困和疲惫了。不过他这几天总是对着丛林深处发呆，这一天他似乎心有所感，仿佛有什么声音在呼唤着他。就当赵希月要叫小溪过去吃饭时，小溪一脸严肃对他说道：希月妈妈，我要去把老大爸爸找回来，你在这里等我。话音刚落，还不等赵希月回应，小溪嗖的一下向森林深处跑去，不管赵希月怎么叫他，都没有停下的意思。而在过去的路上，小溪不停抱怨张晨这几天都在干什么，搞得现在一点好吃的都没有了，而且他对辐射的味道也越来越淡了。穿过几乎实质的辐射道路，他顺着辐射和张晨气味传来的方向，很快就来到了陨石坑旁。只见陨石坑下方躺着一道身影，太好了，总算找到老大爸爸了。不过他很好奇张晨为什么会躺在这睡觉，于是乎他高高兴兴地跑了下去。然而当他走近一看，小溪顿时被吓了一大跳。此刻的张晨已然变为一具干尸，不管小溪怎么呼喊，张晨都没有回应。小溪前往陨石坑寻找张晨，可没想到张晨居然变成了一具干尸。情急之下，小溪扛起张晨的身体，如离弦之箭一般，一路狂奔，重新回到了密林边缘。不好了，希月妈妈，老大爸爸他。而此时正在寻找小溪的赵希月听到小溪呼喊他的声音，急忙回头快速向小溪跑了过去。小溪，你刚才去了哪里？陈哥他怎么了？而当他看到躺在小溪怀中的干尸时，顿时大惊失色。陈哥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不是说过不会有危险的吗？看着泪流满面的赵希月，小溪喘着粗气表示道：希月妈妈不哭了，老大爸爸他没事的。闻言，赵希月原本暗淡的眼神中顿时亮起了一丝希望的光芒。小溪，你说陈哥没事，可他都这个样子了，连呼吸和心跳都没了呀。对于赵希月的询问，小溪不知该如何进行解释，反正就是没事了，老大爸爸只是睡着了而已，希月妈妈真的不用担心。对此，赵希月将信将疑，虽然说小溪的话听着荒唐，但他好像有什么莫名的改命，而且赵希月自己也不相信那么强悍的张晨会轻易死去，加上现在张晨变成这样了，小溪又变得心智单纯，现在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想到此，赵希月觉得自己必须得行动起来，替张晨照顾好大家才行。于是乎，赵希月将张晨临走前交给他的直升飞机取了出来。小溪看着眼前的直升飞机，向赵希月询问道：希月妈妈，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又要上天飞了吗？闻言，赵希月告诉小溪，等他吃完了咱们就回家。画面一转，来到西陵市中央大街和东玉路的交叉路口，董铁军带着两队一共20多名幸存者，分别埋伏在路边的角落里，悄无声息地观察着路口中心的3只匍匐者。董铁军是军人出身，也是猎狐幸存者营地的首领，此刻的他正在和其他队员制定作战计划，等一下他会先下去对付那只落单的匍匐者，其他人去建筑物后方吸引另外2只的注意力，在他击杀成功前别让他们过来。交代完作战计划后，其他人开始纷纷行动。然而正当董铁军准备从窗户跃下，趁匍匐者没注意偷袭时，有一名队员不小心鞋底踩到了碎玻璃，发出了一声咯滋滋的响声，打断了董铁军的偷袭。这一声同时也直接惊动了那3只匍匐者。见作战计划被打乱，一旁的李丽着急地询问董铁军：队长，现在的情况没办法了上啊。对此，现在的董铁军只能硬着头皮手持双斧跳了下去，只能寄希望匍匐者没发现他的存在。可匍匐者已然发现了董铁军的存在，迅速反应过来躲开了他的攻击，本来的偷袭，结果现在变成了一挑三。董铁军心猛然一沉，完了，这下死定了。猎狐幸存者营地埋伏狩猎匍匐者，可却因为队友的失误打乱了作战计划。此时腾空而起的董铁军脸色猛然一沉，因为他发现匍匐者早已知晓了他的存在，但此刻的董铁军已经收不住脚步，举着手中的斧子高高跃起，
他面前的匍匐者反应很快，朝他怪叫了一声，紧接着也猛然迎着董铁军跳了起来。下一刻，两者重重地碰撞在了一起，随后只听砰的一声，董铁军一斧将匍匐者一击按在了地下。可就当他将这只匍匐者解决掉之后，与此同时，另外两只匍匐者怪叫了一声，分别从两边扑了上来。董铁军见状，忍不住怒骂了一声，紧接着赶忙用斧头护住后背。然而匍匐者居然不讲武德，朝他发射出一圈圈暗红色的音波，音波直接无视斧头的抵御，瞬间就穿了过去，重重地轰在了董铁军身上，将他击飞出了10几米远，紧接着撞在了一块巨石上。而他的队员见状，赶忙进行火力输出掩护董铁军撤退。可董铁军拒绝了队员的好意，因为逃跑可不是他的风格。再说了，一旦他后退了，队员都会葬送在匍匐者口中。随后他用尽浑身解数将背后那一块巨石举起，紧接着猛然扔向那两只匍匐者。但他这一举动对于匍匐者来说，压根就没把他放在眼里，轻而易举就将巨石破了开来。可就当他们破开巨石的一瞬间，只见董铁军手持双斧，携带着一股恐怖的能量威压，高高跃到了他们脑门上方。紧接着一斧巨能打击连发落下，好似有破釜沉舟之能。随后只听轰的一声，那两只匍匐者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双双倒在了董铁军的双斧之下。而就在这时，他的队友也从屋内冲了出来。队长，你没事吧？见来人是自家队友，董铁军竖起拇指朝他们嘿嘿一笑，我这个队长厉害吧，一下子就干掉了他们。然而他还没说几句，就快要虚脱的摇摇欲坠，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让队友过来扶他一把。可谁料这时李丽带着哭腔喊道，队长你快看后面。只见董铁军身后不知何时聚集了一大群丧尸，这群丧尸是因为刚才的打斗声而被吸引过来的。见状，董铁军顿时心底一沉，冷汗直流，完了，这下是真的活不了了。与此同时，在另一边，挑食的小西因为肚子饿了，正吵着赵希月索要巧克力。对此，赵希月感到十分抱歉，小西啊，现在的物资只剩下面包了，等回到天阳市再吃好不好？闻言，小西只好气鼓鼓埋怨腿上的张晨，老大爸爸真是的嘛，为什么不多准备一些好吃的呢？好饿好饿，想吃好吃的了。对此，赵希月感到颇为无奈，食物本身很多的，只是小西太能吃也太挑食了，还只吃点心和巧克力，恐怕这就是陈哥所说惯孩子的坏处。而就在这时，直升飞机路过了董铁军他们上空。此时董铁军他们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董铁军打算牺牲自己，帮助队员们撤离掩护。可他不知道的是，他脚下的那几颗巧克力接下来会救了他们。就当他取出一颗炸药包，准备冲上去同归于尽的同时，小西纵身一跃跳下飞机，划破长空直飞他脚下。太好了，太好了！时隔多天，张晨宛如天神下凡般蜕变重生归来。就在刚刚仙君一发之际，小西如同陨石一般从天而降，落到董铁军面前，浑身散发着一股恐怖肃杀之气，强大的气场更是直接吓得董铁军瑟瑟发抖。看着眼前面形好似丧尸的小西，此时的他心跳加速，浑身汗毛竖立。他是丧尸王吗？怎么会长得和人类一样？还不等他多想，小西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炸药包，猛然向空中扔去。下一秒，只听轰的一声，一者巨大的魔步云在空中瞬间绽放开来。紧接着，在董铁军满脸震惊的目光下，小西猛然向前一窜，冲向了前方的丧尸群，所过之处寸尸不生。丧尸见了都要害怕的退让3分。可董铁军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实力强大的小萝莉这样做的目的，居然只是为了拾起地上的点心和巧克力。而丧尸们见小西放下戒备心，想从身后趁他不注意偷偷动手。就在这时，赵希月敏锐地察觉到了小西有危险，赶忙操纵着直升飞机发射出暴雨般的子弹，打在丧尸们的身上，霎时间断肢血肉四溅。小西，你真的是太乱来了，要是被陈哥知道，一定会打你屁股。小西闻言，抬头朝赵希月狰狞一笑，老大爸爸是瞌睡虫，他才不会知道呢。而且希月妈妈，你不会出卖我的对吧？此时在另一旁的董铁军见此一幕，震惊的目瞪口呆。他们20多人都抵挡不住的丧尸群，就这么轻易被他们2个女子给压制住。缓过神来的李丽也一脸难以置信看向一旁的董铁军，队长现在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人？怎么会这么强啊？董铁军脸色苍白表示，我也不太清楚，但至少不是敌人，先静观其变吧。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卷到混战里会死的。可过了没多久，意外突然出现，一只丧尸猛然跃起，抓在了直升飞机下方。由于小西跳下飞机时门没关上，飞机里面的张晨受到剧烈晃动，一不小心扑哧一下掉了下去。赵希月见状，顿感紧张担忧，小西见此也暗感不妙，糟糕，老大爸爸要被尸群盯上了。一股肉香顿时从张晨身上飘散开来，丧尸闻到肉香之气，立马改变进攻对象，狼吞虎咽朝张晨涌了上去。此刻的赵希月也只能坐在飞机上眼睁睁看着，只能寄希望于小西能够及时赶过去，滚开，别伤害老大爸爸。由于张晨被一股淡蓝的能量护住，短时间内丧尸还咬不到张晨。可不远处的李丽还是忍不住捂着眼不忍观看，队长那个男人好惨，马上就要尸骨无存了。听此，董铁军也为张晨感到惋惜，他们虽然很强，但耐不住丧尸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就当他话音刚落，忽然只见其中一只丧尸猛然一口落下，捂在张晨身上的屏障瞬间破碎。可与此同时，一道冲天光芒在丧尸群中爆发，下一瞬，只见张晨整个人漂浮在半空中，金光万丈，
眼中闪烁着金色的流光，宛如天神下凡般出现在众人眼中。我回来了。张晨打量了一下自身，什么零件也没少。随后他又看了看系统面板，此时的他等级达到了神高级觉醒者1阶段。神高级觉醒者1阶段，当前阶段所有天赋自动加满，并额外获得20个天赋点，300点巨能水晶，所有属性提升 100%， 获得唯一绝杀技湮灭指。湮灭指从指尖发出无与伦比的凌厉一击，造成 1500% 伤害，若目标未死亡，还将会承受每秒 100% 的伤害，持续10秒，冷却24小时。陨石核心的能量已被激活，随着你实力的提高，将会解锁更多的超凡能力，级别越高，对陨石能量的吸收和利用率也会越高。然而狮群趁着张晨看着系统光幕期间，猛然纷纷冲向张晨。见此，赵希月赶忙出声：“陈哥小心背后！”只见张晨手指轻轻一抬，前方瞬间凝聚出一面法阵，紧接着一道金色光柱迸发，湮灭指发动，丧尸瞬间化为了血雾消散在空气中。可光柱依旧没有停下的意思，直接贯穿了一座大楼，直到击穿了他背后好几栋大楼才逐渐消失。董铁军见到此等壮观，吓得嗓子眼都不由得提了起来。我是不是眼花了？我们好像见到了不得了的人物。艾萨克旅店，此时的艾萨克心情烦躁无比，因为他从女仆口中得知，之前给他提供冰灵花的那个家伙竟然死掉了。眼看3天的期限马上就到了，要是张晨回来见不到冰灵花，只怕明年就是他的忌日。可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带着心头的怒火一掌拍在了女仆脸上。而就在这时，一个冒斗男悄无声息出现在了艾萨克身后。就当艾萨克转过身时，冒斗男猛然一把死死抓住了艾萨克的脖子，声音低沉而沙哑地问道：“你见过一个叫张晨的人吗？我给你3秒钟回答的机会，否则死。”感受到冒斗男散发出的强大气息，艾萨克不知眼前这名男子究竟是张晨的朋友还是敌人，只能弱弱地回答：“客人张晨往西北方向去了，不知道你找他有何事？”原来冒斗男叫金东西，是 LS13 组织的成员。在他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信息后，随手将艾萨克扔到了一旁，而在他的披风后面印着一个 S13 的徽记。紧接着他打了一个响指：“兄弟们位置已确定，跟我宰了他给朴长乐报仇，我只要卸他一条胳膊，其他零件归你们。”另一边，处理完丧尸群的张晨等人正准备离开，可随着一座高楼的倒下，瞬时又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只见一只巨坦丧尸带着邪魅的笑容破楼而出，手中提着一名人类。下一秒，巨坦丧尸如同捏蚂蚁般将他脑袋捏爆。而在巨坦丧尸身后的高楼，赵龙川见此一幕，愤怒的咬牙切齿。蒋晨晨提醒他赶紧撤离，这附近不止一只巨坦丧尸。可赵龙川此刻已经被愤怒冲昏脑袋，吩咐队友赶紧离开，独自手持匕首朝巨坦丧尸跳了下去。可还不等他接近，就被巨坦丧尸察觉，一掌拍成了重伤。然而巨坦丧尸并不打算就此收手，抓起赵龙川的大腿将他甩了出去。不远处的赵希月听到动静，心中顿时感到不安，而赵龙川好巧不巧就落到了他脚下。见这人竟是自己的哥哥，赵希月赶忙扶起赵龙川，可还不等他们来得及叙旧，巨坦丧尸就举着双拳杀到了他们面前。见状，赵龙川赶忙将赵希月护在怀中。千钧一发之际，一束金光洞穿巨坦丧尸的心脏，紧接着只听轰的一声，巨坦丧尸喷洒的鲜血应声倒在了地上。可他倒下的同时，也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差一点就伤到了赵希月。好在有赵龙川的保护，他才没受到伤害。不好意思啊，希月，一时情急没控制好力度，你们都没受伤吧？见出手之人竟然是张晨，赵龙川一脸难以置信，就连他的队友也同样感到震惊。巨坦丧尸连重装武器都很难对付，他只要了一击就秒杀了，而且上次见他时都没这么强的。随后在众人的议论声中，张晨和小希一跃而下：“赵队长，你不是在另一边搜索物资吗？怎么跑着来了？”赵龙川说来有些惭愧，他和队员一直在探查附近的外国势力，但遭遇巨坦丧尸围困，损失了不少人。还不等他们继续聊下去，身后的蒋晨晨就打断了他们的对话：“队长，你受伤了，赶紧回基地治疗吧。”可赵龙川担心他们的任务还没完成，现在回去恐怕有些不妥。见此一幕，张晨也出声劝解道：“继续搜寻下去，你身体扛不住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而且我也想跟你一起去基地休整一下。”听到张晨都这样开口了，既然如此，我们就一起回去基地吧。画面一转，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金东西追寻张晨来到了张晨白天击杀巨坦丧尸所倒在的地方，而他身边还跟着一条灰黑色的狼犬。此刻的他一脸阴森看向前方，我记得那边有龙国基地，基地里的人一直在探查我们，那正好今天一并收拾了。完了 ，S13 组织全员来袭，一场大战即将一触即发，而赵龙川又能否带领基地众人力挽狂澜？就在不久前的南方幸存者基地里，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徐瑞娜，赵龙川一脸疑惑地询问张晨这人是谁。对此张晨说来话长，他叫徐瑞娜，是一名研究人员，是专门研究丧尸的，身上有许多和丧尸有关的秘密。赵龙川有些惊愕，随后张晨又接着说道：“他现在的状态很不理想。赵队长，你基地有医护人员吗？我想让人看一下徐瑞娜的身体情况。”对此赵龙川表示：“有的，我现在就去把他们叫来。”然而他话音刚落，外面就传来一阵惨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糟糕，出事了！你们在这里待着，我出去看看。另一边，金东西带领着 S13 组织的成员杀到了基地门口，
这就是龙国的军事基地吗？简直脆弱的不堪一击。而就在这时，赵龙川也手持武器带着队员赶到了这里。你们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擅闯基地？可京东西直接无视了他的话，和一旁的队员调侃待会要怎么处置赵龙川他们。首领还是老规矩，女的留下，男的统统杀掉喽。随着京东西一声命令落下，双方很快就碰撞在了一起，一阵阵爆破声、呼喝声，还有骨头碎裂的声音，此起彼伏。虽然说赵龙川人数几乎是对方的几倍，但实力上依旧占不到什么上风，很快他们就被压制住了。反观 S13 组织的成员却是一脸的轻松，在他们看来，这场战斗可以说是单方面的屠杀，亦或者就是一个杀戮游戏而已，根本毫无威胁可言。可即便如此， S13 组织依旧没能拿下赵龙川他们。见此，京东西逐渐失去了耐心，只好亲自出手对付赵龙川。一群杂兵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紧接着一拳朝赵龙川脑袋落下。好在赵龙川及时反应，举起武器挡了下来。可赵龙川怎么也没想到，京东西这一拳力道竟然如此之大，一拳直接干碎了他的武器。围了武器在手的赵龙川趁着京东西出拳制空期间，一把冲向他怀中，将他死死搂住。就是现在，你们快动手！只见蒋晨晨三人不知何时手持匕首出现在了京东西身后。见状，京东西却不慌不忙，露出一脸坏笑。紧接着他一把抓住赵龙川后背，将赵龙川作为挡箭牌挡在了身前。见此，蒋晨晨他们只能被迫收起匕首，不由得暗骂了一声：可恶，这家伙竟然用队长挡刀！话音刚落，他们就被京东西甩来的赵龙川击倒在了地上。紧接着京东西乘胜追击，发动巨能打击，一脸嘲笑朝他们冲了上来。没必要再跟你们拖延时间了，就你们这点本事，怎么挣扎都没用。言罢，京东西轰的一拳落了下去。霎时间，赵龙川他们再次被击飞出了10几米远，顿时吐了一口鲜血。而此时的赵龙川已经精疲力竭，只能勉强支撑着。从刚才京东西那一拳看来，那家伙至少是终极觉醒者2阶以上，根本就赢不了。再待在这儿也是徒增伤亡，眼下只能让所有人立即撤离。随着他话音一落，队员们收到命令，开始向基地内疯狂逃窜。京东西见状，瞬间变得脸色阴沉：你们想全部逃走，经过我的同意了吗？另一边，赵希月见赵龙川过了许久都没有回来，不免有些担心他会不会遇到了危险。而一旁的张晨看出了他的心思，询问道：如果不放心的话，那我出去看看吧。赵希月闻言摇了摇头，表示：可是陈哥，我们还在等医生嘛。对此，张晨笑了笑回应：你留在这里等就行了，跟我用不着这么客气。而小希听到张晨要出去，表示自己也要一同前去。不过张晨果断拒绝了他，让他乖乖陪在赵希月身边。可张晨前脚刚离开，就有两人走进了房间。没走远的张晨听到开门声，不禁有些疑惑：咦，我刚一走，医生这么快就到了吗？房间内，红毛和光头一进门就一脸玩味打量着赵希月他们。而此时的赵希月还天真的以为医生来了，还不等他开口询问，红毛嘿嘿一笑，率先说道：美女，你们是在玩游戏吗？让我扮演医生也不是不可以哦。紧接着红毛脸色一变，阴沉的说道：只要你们先告诉我一件事，你们认识一个叫张晨的人吗？听着语气，赵希月内心顿时紧张起来。他这时也意识到这人不是医生，不过他为什么要找陈哥？莫非是陈哥的仇人？还不等他多想，红毛就看穿了他的心思，旋即出手朝他胸口抓去。看来你心里有数，乖乖回答我的问题，等一下少受点罪。就当红毛就要碰到赵希月时，下一秒，小希从天而降，一脚踹在了他脑袋上。色狼滚开，以我希月妈妈圆扁。吃醋了，吃醋了。眼前这个红毛只是调戏了一下赵希月，就被张晨无情废掉了双手。就在刚才，小希一脚踹在红毛身上，反应过来的红毛旋即握住小希脚踝，紧接着将她搂进怀中，对着她的玉腿不断揩油。哟，小姑娘力气还蛮大的嘛，不过我喜欢。闻言，小希差一点就将隔夜饭吐了出来，不停挣扎以此来挣脱红毛的束缚。然而一旁的光头见此一幕，调侃道：尹哥，你还真喜欢这种类型啊，不过那边那个不是更有女人味吗？对此，红毛对光头表示：那是你不懂这种活泼小妞的好。而就在这时，赵希月掏出武器对着他们怒喝道：快放开小希，滚出去，不然我开枪了。可红毛和光头并没有露出一丝慌张，反倒一脸玩味的朝赵希月说道：喂喂喂，放下枪，我们还想让你完整的陪我玩呢，而且我可是最讨厌别人拿枪指着我们了。见赵希月也不再跟他们废话，立马向红毛开枪射击。可红毛几个闪身便躲了过去，旋即一个俯冲向前，紧接着一把抓住赵希月的脖子将他提起。死娘们，你有种，上一次对我开枪的人坟头草都有房子这么高了。小希见赵希月有危险，急得不知所措，可却被光头控制住，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时光头还不忘添油加醋一把：别激动啊，那女人肯定没救了，只剩下你能陪咱们玩了。而在此，只见一道肉眼可见的能量盘旋在红毛手指，现在你也下去陪他吧。话音一落，他便一指朝赵希月脑袋戳了过去。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晨突然出现，还没等红毛反应，他的双手就被张晨两下拍成了骨折。等他反应过来时，双手已经失去知觉，垂落了下去。而他身后的光头也是如此。听说你们在找我，我就是张晨。对此，红毛十分恼怒，旋即爆发出周身能量：你小子竟然趁我不备偷袭，老子要取了你的狗命！趁人不备，你以为准备万全就能翻盘了？张晨不屑一笑，
可赵希月见张晨信心十足，还是有些不放心，告诉张晨：“陈哥小心点，这人速度很快。”话音刚落，便见红毛唰的一下冲到了张晨面前。见状，张晨轻蔑淡淡一笑：“像你这样的家伙，不过就是个跳梁小丑而已。”说话间，张晨抬手便轻松挡下了红毛凌冽的一击，紧跟着一刀挥了上去。只听咔嚓一声，直到死的最后一秒，红毛还是一脸难以置信：“你怎么可能会这么强？”看着倒下的红毛，张晨对此很是讥讽：“就这点本事也敢来寻仇，还伤害我的同伴！”丁，自动采集发动，恭喜宿主获得能量金盒120600，储存戒指碎片337，全科技蓝图成一，稀有技能示弱，奇怪的人偶成一。问：人偶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张晨疑惑地打量面前的人偶，而一旁的光头此时已经汗流浃背。尹哥可是终极觉醒者2阶啊，居然被这小子秒杀了！还不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只见张晨黑着脸一步一步朝他走来：“你大哥已经下地狱了，接下来该你下去陪他了。”“你别过来！”此刻的光头被张晨的压迫感吓得不知所措，下一瞬，光头便被张晨的刀光劈中，随后惨叫了一声，身体旋转360度后倒飞在半空。还不等他落地，张晨紧接着又举着千古刀再次朝他砍来：“敢调戏我身边的女雷，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话音一落，光头眼中布满着血丝，最后含恨倒在了张晨脚下。可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忽然一道身影朝张晨这边飞来，随后只听砰的一声，地面掀起滚滚烟浪，只见赵龙川口吐着鲜血瘫倒在了地上。见状，赵希月满脸担心，立马跑了上去：“哥，你这是怎么了？可不要吓我呀！”而小希则看向张晨，开口询问：“老大爸爸，他这是怎么了？”闻言，张晨虽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猜测一定是外面出事了。而就在此时，蒋晨晨等人也撤退到了这里：“快拦住他们，不能再让他们靠近队长了。”说完，他们继续加大火力输出，可子弹哒哒哒打在金东西他们身上，却是毫发无伤。随后金东西嗖的一下一拳冲了上去：“哼，龙博基地也不过如此，区区一群杂鱼也想挡我？不知天高地厚，就让我来杀个痛快吧！”唰，一发巨能打击从他右手迸发而出，眼看巨能打击就要落到赵希月头顶，关键时刻，张晨瞬闪及时来到他身后，紧接着又一个瞬闪带着他们躲了过去。见此一幕，金东西顿时露出一丝震惊之色。此时张晨脸色十分阴沉：“可恶，三番五次对我身边的人下死手，你们简直在找死！”来了来了！张晨与金东西的决战终于来了。只听张晨大喝一声，紧接着猛然起身快速挥出一刀，可惜被金东西侧身一躲，刀锋擦着他的衣襟划了过去。“你可知道我是谁？竟敢在我面前嚣张！”金东西冷冷一笑。闻言，张晨却是满脸鄙夷：“你算哪根葱？就算你是天王老子，我张晨也照杀不误。”随后张晨借助惯性又冲了回来，紧接着猛然发出一道威力十足的冲击波，霎时间，一股强大的能量以张晨为起点，迅速朝着身后速刷而去。强大的冲击波直接将金东西弹飞出了10几米远，直到落在一面墙上，这才稳住了身形。此刻的他已经被彻底击没，面部显得十分狰狞可怕。“很好，你就是张晨是吧？总算让我逮到你了，就让你见识一下 F13的厉害。”随着他话音一落，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金东西猛然爆射弹起，他身体变得逐渐虚幻缥缈起来。就当他弹射来到张晨面前时，整个人瞬间消失不见了身影。一旁的小希见状，急忙提醒张晨：“过好了老大爸爸，那家火隐身了。”然而小希不知道的是，此时的金东西在张晨窥视之眼的作用下，他的一举一动被看得一清二楚。紧接着张晨抓住机会，逮着金东西就是一顿酷酷爱的输出。就这，我还以为 S13 有多厉害呢。此时的金东西表情癫狂，额头上青筋暴起，显然他已经被扇疯了。二话不说就直接开启了大招，将灵魂燃烧开到了7档最大档。别瞧不起人了，我可是 S13 的首领，怎么能让你这种人打脸？伴随着他的一声嘶吼，一道巨大的火柱从他拳头迸发而出，携带着熊熊烈焰笔直的朝张晨轰去。可看似威力强悍的赤焰火柱，却让张晨一个后仰轻松躲开，紧跟着张晨一个后空翻踢过去，一脚重重的踢在了金东西身上。金东西顿时口吐鲜血：“这不可能，我高阶觉醒者的实力为什么毫无招架之力？”闻言，张晨开口满是嘲讽，再次一刀挥了过去：“高阶觉醒者算个屁，老子照样杀！”然而意外的是，千古刀却在距离金东西不到2分半处停了下来。只见一个类似乌龟壳一样的护盾护在他身前：“张晨，我承认你很强，但我的玄武盾固若金汤，你是破不掉的。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只要你放过我，我就把身上的物资全给你，甚至还有原住民的秘密信息。”面对金东西开出的诱人条件，张晨对此十分不屑：“杀了你，物资也照样是我的。至于原住民的秘密，我自己可以去探索，所以交易条件不成立。”听到这，此时的金东西早已没了一开始的霸气，只剩下无比的绝望。于是他召集小弟，打算和张晨拼个鱼死网破。见此，张晨不慌不忙地抽出千古刀，即便被一群人包围住，
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想要杀他简直是异想天开。不到一会 ，S13 组织的成员就被张晨解决的就剩下几个人了。最后张晨再次举起千古刀，开启灵魂燃烧3档一刀挥下，在这凌冽的刀光之下 ，S13 组织最后几个成员也全都倒了下去。见此一幕，金东西内心顿时充满恐惧，他怎么比怪物还要强？还不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便见张晨手持千古刀朝他冲了过来。好了，接下来该轮到你了。话音一落，随后只听轰的一阵巨响，大地瞬间被砍出了一道极长的痕迹，可却依旧没能破开金东西的玄武盾。见此，金东西心中顿时升起了一丝希望，别白费力气了，我的玄武盾无人可破。可金东西的话还没说到一半，只见张晨缓缓地伸出了食指，一道金色的细线笔直的如激光一样，从张晨的指尖冒出，唰的一下，金光径直地将玄武之盾连同里面的金东西一起洞穿，最后化作一团雾气袅袅升起，在空气中消散而亡。伴随着金东西的死亡， S13 组织就此落幕。你敢相信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小波竟然有让人起死回生的功能？就在刚才，在解决掉金东西拾取他的戒指后，张晨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这么肥，仅仅只是他一人就有20颗巨能晶核，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设计图纸和稀有装备，以及几份绝密档案，说不定他的同伙也是如此。果然，当张晨将其他人的尸体采集后，同样获得了大量稀有装备和道具技能，特别是一个叫致命诱惑的稀有技能和一张初级霉运卡。致命诱惑可以短时间内让异性完全失去对自己的防备，初级霉运卡使用后，指定对方在未来10分钟倒霉不断。看到这，张晨还是有点小瞧13组织这群家伙，要不是融合了陨石核心，不然恐怕死的人就是他自己。而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哭声，打断了张晨的思绪。哥，你别死啊，快醒醒！只见赵希月抱着赵龙川痛哭流涕。见此一幕，张晨实在难以置信，此时周围所有人的脸上全都挂着悲痛之意。一旁的蒋晨晨哽咽安慰着赵希月，希月节哀顺变，其中一名队员更是责怪自己，要不是队长为了救他，才不会牺牲的。随后张晨带着疑惑来到赵龙川尸体前，他不相信这个像大哥一样的人竟然就这么死掉了。就在张晨感叹赵龙川牺牲的太过突然遗憾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在赵龙川的戒指中有蛊坏。紧接着张晨开启窥视之眼，发现戒指中竟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道具，奇怪的人偶。俗话说凡事事出反常必有妖，赵龙川是3级戒指，格子本来就很紧张，把一个没用的道具放进去占一个空间，明显很不合理。而且最奇怪的是，他的戒指里面似乎实在是太空了，除了这个人偶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就在这时，赵希月看向张晨开口询问道，陈哥，我哥他还活着对吧？我们肯定能救活他的对不对？蒋晨晨看到赵希月如此执着，苦口婆心开口劝说他接受现实。希月啊，无论怎么痛，不接受同伴的死亡，我们就无法向前迈进，这是队长以前对我们说过的话，即使队长死了，我们也会继续严格遵守他定下的制。而现在我们就采集他的尸体，继续发扬他留下来的光辉。说完，蒋晨晨便忍着泪水缓缓伸出了手，准备开始采集赵龙川的尸体。张晨见状赶忙伸手制止了蒋晨晨的动作，等一下，你先别急，赵队长可能还没有死。听到这话，所有人都懵了，就连办事话的小西也是如此。老大爸爸，我知道你对舅舅的死很伤心，但人死不能复生啊。对此，张晨只好取出人偶向众人解释道，赵队长一开始也许就没死，这玩意是刚刚我从赵队长储存戒指里找出来的奇怪人偶，我猜测这玩意他叫……还不等张晨把话说完，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替身人偶。只见赵龙川毫发无伤缓缓向这边走来，众人见状顿时感到惊愕，不由得咽了口唾沫，大白天见鬼，怎么会有2个赵队长？而蒋晨晨见赵龙川还活着，顿时破涕为笑。随后赵希月他们纷纷围了上去，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一连串的问题，赵龙川笑着解释道，各位实在抱歉让你们担心了，如你们所见我还活着。可蒋晨晨还是有些难以置信，赶忙询问那边的尸体是怎么回事。还不等赵龙川开口，只见张晨取出一个玩偶做出警示，我猜多半是这玩意搞出来的吧，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查不出它是干什么用的，但又不止一个人把它带在身上，事出反常必有妖，如果平常用不到却必须带着，那保命道具的可能性最大。赵龙川略微诧异接过玩偶，你猜的没错，这个道具它叫替身玩偶，它的能力是让拥有者在受到致命伤害时，以牺牲全部物资和部分储存戒指等级作为代价，随即将本体传送到半径10公里以内的任意安全位置，同时留下替身。听到这，张晨立刻就释然了，怪不得储物戒指等级这么低，还几乎是空的，可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队友呢？赵龙川听到这话，不由得生出了几分羞愧，这是因为我怕大家知道我会假死，就不以为意，关键时刻起不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毕竟这是唯一级的道具。随后赵龙川转移话题，对了张晨，你刚刚还提到人偶不止一个，这又是怎么回事？张晨把之前解决红毛石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我想既然人偶可以传送本体，那我杀掉的那个红毛多半也还活着，这种家伙活着就是心腹大患，必须得找到他。说着张晨打开系统联系界面，联系起了艾萨克和郑浩。而在另一边，就在艾萨克觉得自己可以过上安稳日子的时候，张晨忽然发来了信息，吓得他把刚喝进去的咖啡都吐了出来。张晨这个杀神竟然还活着，还让我去找R13的人。听到张晨还活着，巴泽尔顿时不由得心头一紧，我们难道就逃脱不了这个杀神的魔爪吗？过了好一会，思来想去，最后艾萨克认为张晨既然还活着，那得罪他的敌人总比得罪张晨好。无奈之下，他只好通知他手底下所有销售人员，全力去寻找红毛的项目。真神教总教会仓库，此时的郑浩正忙着清点本周的物资和贡献分配。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名黑衣男子急匆匆跑了进来，不好了，神使！新来的幸存者中有人闹事，请您快过去看看吧。闻言，郑浩皱了皱眉头，岂有此理，我这就过去看看。另一边，几名壮汉正围着一名红衣女子发生争吵，凭什么他们吃的东西和我们吃的不一样？难道只是因为我们信仰的宗教和你们不同，你们就要搞歧视和压迫吗？就当他们争吵得越来越激烈，准备要对红衣女子动手时，下一秒，只听砰的一声，郑浩一脸阴沉的推门来到了闹事现场。看到来人是郑浩，准备动手的那几名壮汉顿时面面相觑，可出乎意料的是，郑浩并没有发怒，而是笑容可掬地说道：“各位，你们说得很对，我很尊重你们的信仰。”随后，郑浩示意红衣女子和其他人离开。很快，这里就只剩下了郑浩和那些闹事的人。各位，我们的神是很包容的，接下来你们有什么诉求可以跟我说。见郑浩这么好商量，这些人也变得更加得寸进尺了起来。我们的诉求很简单，所有的好东西都得分给我们，同时你们需要放弃你们的伪神，信仰我们的神明。闻言，郑浩眼中闪过一抹杀意，但他脸上依旧挂着灿烂的微笑。很好，我已经清楚诸位的诉求了。既然诸位相信自己的神能够救赎自己，那我现在给诸位10秒钟的时间祈祷，让你们的神明显圣，以证明他们的存在。而祈祷内容很简单，只要能够救你们一命就行。随着郑浩开始倒计时，在场的人全是一怔，纷纷开口指责郑浩这是在欺辱他们的神明。对此，郑浩丝毫不为所动，默默地数着时间。当时间来到最后1秒时，下一瞬，郑浩整个人瞬间变得透明，以极快的速度朝众人袭去。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郑浩左一拳 Q 一脚，接连干倒在了地上。对此，郑浩还不忘一边出手一边冷冷嘲讽道：“我的神明让我变得如此之强，你们的神却连回应祷告都做不到，所以到底谁的神明才是冒牌货？”不一会儿，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郑浩送去见了他们的神明。就当郑浩埋怨为了解决这群闹事的人而浪费了不少时间，还没整理完今天的清单准备离开时，郑浩收到了张晨发来的消息。咦，张晨让我速去寻找一个 F13的红发男人。画面一转回到张晨这边，好了，该发的通缉令已经发出去，希望能尽快找到那个红毛吧。我看储存戒指也快满了，差不多也该整理一下物资了。随后张晨将系统界面滑到物资页面，他将采集到的多余戒指分解成了碎片，把自己的戒指升到了9级，却没想到9级的储存戒指竟然会开启一个随身庄园。看着眼前庄园的投影，张晨脑中瞬间闪过一个想法。随后张晨分出一道意识进入随身庄园，可进来的一瞬间，就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四周全都是迷雾，而且这迷雾里似乎是无法进入的，这里应该就是边界了。只有中间大概1亩左右的土地没有被迷雾遮挡住，土地看起来很肥沃，应该是能种植农作物的。随后张晨将一袋种子取出撒在了地下，再将合成的极速化肥一同撒了下去，尝试一下是否能种出东西。就当极速化肥撒下的一瞬间，一株株幼苗立马冒了出来。与此同时，系统提示到所有的农作物的成熟时间缩短至24小时。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张晨再也不用担心农作物受到末世化加深后土地的污染影响了。然而张晨还没高兴多久，就在这时，一道红色的系统光幕突然弹了出来。叮，末世第24天，食物压制解除，实力越强的人对食物的需求量越大。这可真是说什么来什么。不多时，张晨就忽然感觉到自己肚子咕噜咕噜的响了。没办法，张晨只好出去先找点东西吃填填肚子。可当意识回到肉身后，饥饿感却来得更加强烈。正当张晨准备看看有什么吃的时候，一道身影忽然朝张晨身后袭来。